爱福，你怎么了？罗爱福看着关小妮，又看看罗新磊，最后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了。二哥，咱在一起卖也不好，我和大哥去那条街上卖，回头我们一起回去。罗爱福与罗爱全只能卖自己背篓的，他们背篓里的少，很快就卖完了。两人去另一条街找罗爱宝和罗爱贵，到的时候两人还有一点点，卖完之后大家便一起回来了。兄弟几人进家门，罗爱宝与罗爱贵满脸喜意。看你们俩笑得这么开心，今天是赚到银子啦？赚到了不少呢。你们两个也快将铜板拿出来，娘给你们分。娘，这些都是二哥的，您快还给二哥。爱全，你个没良心的，娘平时白疼你了是不是？什么你二哥的？你二哥不是我生的，我只是给你们兄弟几个分个银子，快将你身上的拿出来。罗爱全摇头，将自己身上的铜板掏出来给了罗爱福。因为是自家兄弟，两人一起出去时卖东西，罗爱全也会收钱，收到了铜板回家后都会给罗爱福，从来不会给自己留。赵氏见罗爱全将铜板给了罗爱福，气不打一处来，直接将收到手里的铜板放在罗爱贵手里，抬手就将罗爱全交到罗爱福手里的铜板去抢了过来，还想扯走罗爱福身上的包。罗爱福身子微微后退一步。老二，你什么意思呀？娘说给你分铜板，难不成你还以为娘会偏向别人不成？你们几个都是我肚子里出来的，手心手背都是肉，娘不会偏袒的。娘，您将铜板还给二哥吧，那都是二哥的，回头二哥也会给我们银子的。你个白眼狼，你是不是忘记了谁才是你娘啊？罗爱全有些生气，一时也不知道说什么了。赵氏有些凶，直接上前扯过罗爱福身上的挎包，没扯下来，但赵氏直接将手伸到包里，将里面的铜板全都拿了出来，这才笑眯眯的将所有铜板集中在一起，开始分。娘，您这是干什么呀？我和你爹生你们养你们，现在你们赚了银子，难不成应该我和你爹一人一份？娘，老四，你这样干什么？大家都是兄弟，咱娘来分最公平，二哥也不会说什么的。罗爱全扭头看向罗爱福，见罗爱福如同木头人一般站在那里，突然很心疼他二哥。很快赵氏就分完了银子，每家分到了近100个铜板。之前罗爱福与罗兴磊去卖，背的少，可以卖300左右，现在罗爱全跟着去，做出来的量就更多了，总共卖了500多个，分成了5份，就近100个铜板。娘，做糖块需要先买糖，你没有抛出成本就直接分了，那我做糖的成本呢？你卖这么多天了，手里肯定有不少银子，老娘没说你呢，你还嫌弃老娘分的不公平，我叫你爹出来打死你个不孝子！老二，你先别生气，先回去做糖块吧，明天我跟娘说一声，让娘将成本钱给你留出来。大哥，你说的话能管用？二哥，你都带走吧，我不要。要不明天不卖了。老二，你什么意思啊？你娘的分法你不满意？你个没良心的，你娘生你养你，和你兄弟分点银子怎么了？今天这些还是你兄弟跟着你一起去卖的钱，怎么就不能拿了？你前些日子也赚了不少，现在回家去，将那些银子拿过来点给你娘。你年纪太小，不会管钱，让你娘帮你管着。收好。罗六还在院子里骂骂咧咧，罗爱福都走出去好远，还能听到骂声。爹，咱以后不卖糖了，家里的地娘一个人忙不过来，您就在家里忙吧。还有咱家院子也应该收拾一下，上次下雨娘就被摔得不轻呢。爹，有想法，今天下午咱就去河边捡石头，回来咱就在院子里铺好看些，到时候下雨什么的也不会滑，更不会烂。
小磊，咱快吃饭吧。吃完饭你今儿洗碗，娘今天干针线活手疼。好。一起吃过饭，三人都没怎么吃，罗兴磊就将桌子收了，回灶间去收拾了。没事的，不做就不做了。小磊有能力，咱就让小磊养着，兴强还能拿回来银子，咱在家里做些别的也能换银钱。会好的，孩子们都懂事，青梅做的帕子也能换钱，咱再种些地，日子会越过越好的。他从灶间出来，正犹豫着要不要去堂屋看看，就听到外面罗老爷子的喊声：小磊，小磊回来了吗？太爷爷，我回来了。门打开，就看到罗老爷子站在门口，一脸不满，对着罗兴磊就数落：哎呦，你这丫头去哪里了？一声不吭，这么多天不见人。有些事情去了一趟北望城。你是不知道，你离开这几天，太爷爷吃饭都不香了。是吗？我感觉太爷爷胖了一圈呢。有吗？有。我就是太想你了，所以吃的多了些。可是刚才太爷爷还说想我想的吃不下去饭呢。你真是一点都不可爱，一点都不好玩。哦，太爷爷嫌弃我不好玩，那太爷爷回去吧。你说什么？太爷爷，我有好吃的要给您呢。不就是糖块吗？我天天过来，你娘都给我呢。苹果，有苹果的味道。太爷爷屋里坐吧。老头子，我过来找你也没事儿，就是几天不见，怪怪的。我也很想太爷爷。总算是没白疼你。这时，屋里关小妮与罗爱福走了出来，两人脸色已经恢复自然，也齐齐与罗老爷子打招呼。我是过来找小磊的，你们该忙就忙你们的，不用管我。不忙也没什么事儿。你们不是要做糖块，明天不去卖了？暂时就不卖了。你去吧。正在院子里说话，罗爱全来了，脸色不怎么好。爷爷。你这是怎么了？垂头丧气的。没事儿，我就过来找二哥说说话。卖糖块的生意不好？挺好的。生意好，为什么不卖了？太爷爷别生气啦，天气越来越冷了，我爹和小叔总去县里卖糖块也冷。今天中午娘和爹商量了，以后不卖了。你这丫头是不是有什么新点子了？没有，就是院子有些滑，下雨时没办法下脚。爹以后不去卖糖，可以收拾一下。天气越来越冷了，早早的出去卖糖，我也舍不得爹受这份罪。罗爱福没说话，罗爱全生气呀，心里替自家二哥委屈，干脆将今天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了出来。罗爱全有些失落，他好不容易可以跟着二哥一起干，但是没想到干了2天就不行了。现在没生意，他又要去镇上背大麻袋了。二哥，这是今天分到的，你拿着吧，这钱我不应该拿。拿着吧。二哥，咱当初说好了，大哥三哥那是他们的事情，但我的不能拿。哎呀，拿着吧。二哥，这银子我拿的不踏实。小叔，这银子就当是给你的工钱，当时说好给你工钱的，这些不够，咱们也该算算，回头我让我爹给你。不用了，我也没跟2天，再说昨天的本钱都没了，你们家孩子多，需要的银子也多。既然这样，这些铜板我就收起来了，二哥不要再给我了。罗老爷子很喜欢这兄弟2人，关系处得好，不会有多余的算计，一派和谐才是他喜欢的。爱全就拿着吧，你二哥什么性子你应该知道。是爷爷。小叔想不想自己去卖？我告诉你怎么做糖块，最近你自己还能去卖些银子。这会不会不太好啊？没什么不好的，走，就在我家厨房，家里还有剩的糖，
我先教小叔怎么做，回头剩下的小叔拿回家去做。好，小磊，你陪你太爷爷吧，我去教你小叔。好。晚上罗新强几人回来，听到家里发生这样的事情，几个孩子自然是生气了。可是爹娘已经决定不卖糖块了，他们自然也没什么意见。翌日，罗新磊吃过早饭，打算去县里。罗爱贵与罗爱宝来了，发现罗爱福竟然没有做糖块，两人就有些不开心。二哥，你这是什么意思？生怕兄弟们沾了你的光？天气慢慢冷了，家里孩子都觉得这样出去卖糖太辛苦，不愿意让我去，所以就不告了。那二哥，你将怎么做糖的交给我们，我们自己去卖。行，你们去买糖吧，买回来下午我过去教你们。好。爹，我今天要去县里买些东西，可能有点多，我一个人拿不回来，咱俩一起去呗。行，需要背篓？当然要啦，您拿背篓，我进灶间跟娘说一声。好。罗兴磊与罗爱福去县里后，罗兴磊先去买了很多调料，又买了很多猪肉。这个时代肥的贵，瘦的便宜，他肥瘦都买了不少，还买了几副猪肠，2只鸭子，2只鸡。买完后就让罗爱福先回家去了，他去了一趟药铺。他从后门进去的时候，李兴和胖婶和无名正在收拾。他要求无名买的2匹马到了，李兴专门与无名将之前的马厩收拾出来，马儿已经在那里吃饲料了。丫头啊，看这2匹马真好啊！哎，对了，你要的那个药柜那边都做好了，什么时候让无名给你送过去啊？咱们现在自己有马，有马车，送个东西很方便。那就今天晚上吧，夜里进村，新阳哥回去的时候，无名与新阳哥一起去。好。小磊啊，还有一件喜事。怎么了？你小姑不舒服，今天早上你小姑父带着你小姑来找我，想让我给看看，你猜怎么着啊？我小姑是有了。是有了，不过你小姑吐得厉害，她有些不稳。你小姑之前留过孩子，我跟他们说，等你来了，让你过去一趟。好，我现在就过去。罗兴磊听到罗爱春有喜了，都忘记自己来药铺的正事儿了，慌忙去了刘家。刘奶奶，小姑父。哎，在这儿呢。小磊丫头，你快过来给看看，这2天吐得厉害呢。罗兴磊上前给罗爱春把了脉，脉象有些虚弱。小姑之前怀孕伤了身子，这么多年在罗家也没什么好日子过，身体虚得厉害。刘奶奶别担心，我去给小姑抓药，一会儿就回来。他没去抓药，而是回到自己的院子，进空间里给罗爱春抓的药。将药包好，罗兴磊返回刘家，在院子里给罗爱春煎药呢。小磊，你可算是来了，我还想着今天下午去找兴强，让他给你带个话呢。最近有些事情，所以一直没过来。我知道药铺的事情怎么样啦？已经解决了，刘奶奶放心吧。这来庆堂也不知道怎么搞的，竟然新推出来一个神医，每天限人数，也不知道你们药铺的事情是不是他们搞的，这也太巧合了。既然有人敢做，自然会水落石出的。中午留下来吃饭吧，刘奶奶做些好吃的，正好你陪你小姑说说话。好。罗兴磊煎好药就端进屋里，刘大志正满脸心疼地看着床上的罗爱春，见罗兴磊进来还有些不好意思。娘去做饭了吧，你去帮忙吧，我和小磊说说话。好。罗兴磊上前将罗爱春扶起来。我没那么娇气，是他们过于担心了。这是好事儿。哎呀，我自己来吧，都大人了，哪里还用得着你来喂啊？小姑胎象不稳，还是要好好在床上先养一段时间。这些日子我若是进城，会抽空过来看你的。好，你这孩子长大了，不过有些事情啊，可不能由着你的性子乱来。
啊？罗爱春指了指放在一边的箱子，那个箱子是罗星雷给他准备的陪嫁箱子。那里面的小箱子，小姑不能要。小姑，这些都是我爹娘商量之后决定的。您也知道，瘟疫有我的功劳，王上赏赐给我黄金了，给您的这些只是一点点。那你也不能给我这么多啊！小姑出嫁东西都是你备的，这箱子里哪家娶进来的媳妇儿都没有我陪嫁多，还有不少的布呢。小姑，您于我而言就是娘，我现在有能力让您过得好一些，所以我希望您收下这些东西。以后我还会送别的来，你也不能拒绝。小磊，罗爱春轻轻唤了一声，眼泪瞬间滚滚而落。小姑现在怀着身孕，可是不能哭，不然会生出来小哭泣包的。好，不哭。小姑，咱这日子以后会越来越好的。现在小姑父和刘奶奶对您都好，我就算是平常不过来，也是很放心的。他们待我都是极好的。这是小姑的福气，当然啦，娶到小姑这样的好女人，也是刘家的福气。罗爱春想将银子还给罗心里的想法没完成，姑侄俩说了一会儿话就吃饭了。饭桌上，罗心里能感觉到刘大志对罗爱春的体贴，他心里也开心。饭后没有多待，他便直接回家去了。到家发现家里没人，买的2只鸭子和2只鸡在院子里，肉在厨房，但是没看到关小妮与罗爱福，他便出门去寻。在村子里最好寻人的地方就是村子中间那棵100年大树那里，因为村里的老人就喜欢在那里聊家常，相当于前世的信息站。小磊，菊奶奶，你这是去哪里呀？我想去打听一下我爹娘去哪里了。在你奶家呢。啊，你爹今天不是去县里了吗？你奶跑过去找你爹时，你爹不在，你奶生气就将你娘骂了，你娘可能回了2句嘴，你奶就说呀，你娘把他给气病了。哎，你别去，这会儿正乱着呢，你太爷爷今天当众打了你爷爷，村里很多人都看着呢，你太爷爷和你太奶奶也气得不轻啊。那我爹娘呢？你爹娘现在在你五爷爷家，你太爷爷和太奶奶叫他们过去的，你爷爷奶奶已经回家去了，丢了这么大的面子，估计最近一些日子都不敢出来闹了。还有，你家卖糖块的事情闹开了，你爷爷奶奶骂你爹不孝顺，有银子不孝敬他们，村里不少人酸你爹娘呢。小磊，你也别生气呀，你爷奶是什么人，你也清楚的。我不生气。行了，快去你五爷爷家吧，村里那些风声你也别管，过些日子就好了。谢谢菊奶奶。不用谢。罗星雷与王月菊分开之后，去了罗武家。到的时候，就听到屋里传出笑声，很热闹。哟，我家小磊来啦，快过来。太奶奶，这些日子跑哪儿去了？可是想死太奶奶啦。我也想太奶奶呢。你哪里是想我？我看你是过来找你爹娘的吧。也过来看看太爷爷和太奶奶。瞧你这小嘴甜的。行了，我们也说完话了，跟你爹娘回家去吧，以后不会有事儿的。是。爹娘，既然咱家以后不做糖块生意了，那不如给村里人做吧，谁家想学都过来问，自己做了自己去卖。你小叔在做，若是大家都做了，你小叔的恐怕就没人买了。娘，小叔的没人买，小叔可以做别的，有我在，小叔肯定有活干。你看着办就好。那就这么定了。二祖叔他们不是也没什么事情干吗？爹，咱家还有些糖，您直接拿过去，告诉他们怎么做。不过这生意恐怕也就几天能做的，长期恐怕不行，但也能赚点是点。
娘，今天下午咱们做别的呗。我买了几副猪肠子，需要先洗干净，回来再做。行，娘去洗，你就别去了，那东西脏，你别沾手了啊。咱一起去，你一个人要洗到什么时候啊？一起去快。小磊，这个做起来可不好吃，你买这个干什么？我听你爹说，你还买了不少的猪肉呢。是呀，我有一个新吃法，回去咱试试。回到家后，关小妮开始按照罗兴磊的要求剁肉，罗兴磊则找了玉米和土豆，分别沉淀了淀粉，然后就出去在村子里找大葱。家家户户都有大葱，在村里的熟人他也没有几家，先去王月菊家找了，后来又去罗武家拿了不少回来。关小妮看到那么多大葱，就知道这丫头肯定是想整些什么，也没责怪她，按照罗兴磊的要求做的。肉剁了些，葱也洗干净剁好。罗兴磊将肉、葱、淀粉，再放了一些面粉，还有他认为可以的调料一起放好，然后慢慢开始搅。这时罗爱福回来了，罗兴磊就让关小妮搅，自己则与罗爱福2个人在院子里用泥做了一个他想象中可以用的灶台。这灶台不用锅，上面是空的，下面需要添柴火。他打算试试熏肉肠。搭好这些后，罗爱福就开始用火烧了。罗兴磊进屋里帮关小妮忙，母女2人开始灌。罗兴磊就没管了，与关小妮开始杀鸡、杀鸭子。母女2人可是费了不少的时间才将这些处理干净。罗兴磊开始炖卤肉汤，最后就先卤了鸭子，鸡没卤，又怕放坏了，干脆给王月菊家、罗武家、王氏家都送了些，罗爱全家没送。不过关小妮给单独留出来鸡肉和鸡汤，打算明天抽时间给送过去。晚上罗新强几人回来，关小妮打算将所有的东西都端上桌。娘，留出来些，今天晚上还有2个人过来。哦，好。爹，好了没有啊？什么时候开始啊？我都闻到香味儿了。还没熟，你二姐说这个需要时间。行了，都快进屋吃饭吧，这还需要时间呢。小磊，咱留出来的饭菜是现在热上吗？他们什么时候过来啊？应该快了。娘，你直接给热锅里吧。好。刚说完话没一会儿，村里就开始狗叫声此起彼伏。是不是谁家有事儿啊？狗怎么这么叫啊？没事儿，娘不用担心。说着他直接起身去一边将大门打开，站了没一会儿就听到马车的声音传来。谁啊？咱村里居然有马车。是新阳哥带着送药柜的。二叔、二婶儿，药柜太大了，今天只能带回来一些，还有的估计在明天了。也不着急。青阳，快叫这位小哥进来吃饭。吃过饭后，罗新阳回去睡了，罗新强等人明天还有事儿，也睡觉了。只有罗兴磊与罗爱福没睡，关小妮也没睡。烤肠的事情一直到3更天才完事儿，肠是熟了，但是味道一言难尽。这可是罗兴磊琢磨出来打算拿去卖的，怎么可能用这样的东西去卖？自然不愿意。无名睡眠浅，警惕性强，当他感觉到罗兴磊在院子里练功时，也不睡了，直接起身开始指导罗兴磊。清晨，罗兴强与无名一起走的，关小妮也尝了2口肉肠，感觉很不错。味道很好。家里人都说很好，但罗兴磊感觉不好吃，不知道是方法不对还是味道不对，总之不好吃，但是卤出来的鸭肉味道好极了。丫头，你这是做什么好吃的呢？太爷爷中午在我家吃饭吧，回头给您做好吃的。好啊，中午就留在你家吃饭了。哎，这是在干什么？烤肠用的。用肉灌肠，这还是第一次听说。以后您会见到更多的。
哎呦，丫头知道的好东西可真多。我师傅教的。有机会我倒真想见见你那位师傅。有机会的吧。中午吃饭的时候，罗新磊还上桌了一些卤鸭肉与卤土豆，正好用那个卤鸭子的汤上午煮了一下，中午吃味道极好。这味道是真好啊，你这丫头行啊。罗新磊对卤味很满足，对肠不是很满意，爆炒一下能吃，但没达到他的要求。吃过饭后又继续将肠放进去烤。至于昨天晚上做的那些肠，罗老爷子回去的时候带了一些，关小妮给王氏和贺家都送了些，老宅那边大家都没人提。下午罗爱全过来了，进来见到他们在院子里忙活，问了两句，显然没什么心思，似乎心情不太好。小叔这是怎么了？今天去买糖的人多，我昨天做的少，今天全都卖了，明天可能就难了。小叔不如别去卖了吧，养些鸭子吧，多养一些，回头肯定能卖大价钱。现在镇上和县里的鸭子也不少，咱拿去卖能卖多少？还是算了吧。罗新磊失笑，去灶间里给罗爱全端了一碗鸭肉。小叔尝尝这个。小磊，快端回去吧，我吃过饭过来的。小叔你尝尝嘛，尝了这个你才知道要不要养呀。尝尝看味道怎么样。吃了一口，眼神就亮了。真好吃。小叔，这就是鸭肉，所以你现在要是养个几百上千只，明年你能发呢。这行吗？我说行就肯定行。这2天我就打算先让大伯娘家养，你要养咱就一起，到时候让人将小鸡仔和小鸭仔一起送过来。我手上没那么多银子。小叔现在还是先想想放哪里养比较好吧，银子的事情小叔不用担心，我先买幼崽回来养，你好好养，到时候养大你卖了以后再把钱还给我。行。小磊啊，你让你小叔养那么多只，万一卖不出去怎么办？爹，你不相信我呀？我说能卖出去就一定能卖出去。如果小叔愿意干大点，养猪养鸭养鸡都可以，只是马上冬天了，可能养起来比较难。现在我住在家里，想养那么多也没地方，想要养今年是不行了，必须先将养的地方建好才行。小叔什么想法？我回去跟你小婶商量一下，如果养的数量大，肯定要用分到的地重新起院子，专门用来养。那小叔这2天还是先卖着糖，若是卖不了再回来想办法养，可以先少养些。啊，小磊，你是不是有别的计划？爹，我想开个铺子。要开铺子就雇佣别人吧，还是别让我们知道的好。爹，若是咱家也养些猪呀什么的，到时候您就不用去镇上忙了，到时候什么都有用了。行，咱家后面的地今天晚上规划一下怎么建。好，这地方有些小，既然咱要干，那就需要地方大些。可是咱家的地就那些呀。明天我去问问组长，能不能自己单独买些地。晚上无名还是与罗新阳一起来的，这次2人有经验了，拉了2个药柜，算是全送进来了。还差桌子。别担心，我去找木匠做门的时候已经跟他说了，让他再做2个桌子，一个安在你药房里，一个放堂屋，你们练字什么的方便，还有几把椅子。还是爹考虑的周到。这天是他去做糖的日子，他便先去县里，走之前还背了一个背篓。进到铺子时，药材什么的都已经到位，就连无忧与无尘也在。无忧、无尘都是自己人。虽然来庆堂那边来了一个神医，但仁济堂排队的人依旧不少。罗兴磊从早上开始就没有闲着，一直到下午关门。关门后他还没说话，无忧就已经将事情查得清清楚楚了。也不知道从哪里传出来的，说李兴师傅在死前给李兴留下一本神医典籍，
所以有人就特意雇佣了人专门过来搜典籍。这是表面，内里就是来掌柜想的办法，传的消息，派的人。既然你已经查这么清楚了，那就直接动手吧，不用跟我说。上次来掌柜就想弄死我，后来有无名出手没机会，这次他自己找死，自然不能留着。他也想自己亲自动手，只不过他现在的身手不成气候。反正他现在手上有人，办事不慌。先处理了来掌柜，北望城的那2家还跟林爷有仇，可以慢慢计划。要么不出手，出手就要一步到位。是。哎，无忧，这件事情因为楼家而起，既然来掌柜将事情往我身上推，那就让他们狗咬狗好了。你过来，我教你。无忧很诧异。行了，就这么办，正好看看楼家和来掌柜的实力。是。无忧去办事了，罗兴磊背着背篓先去买了肉，又买了猪肠子，这才回家去了。这2天罗兴磊一直在研究肉肠，这一天终于让他成功了。近些日子关小妮都快被罗兴磊整怕了，天天都在买肉灌肠。倒不是怕麻烦，也不是怕累，就是感觉霍霍了太多的肉，有些心疼。而且最近这伙食太好了，没做好的肠也都被送出去了。这是满意了？娘，您尝尝，味道好极了。这味道是真好。味道是真好。这一次啊，你还买了鸡，这2天一直在做肉肠，鸡你还做不做了？做的，明天大姐要去卖手帕，我跟她一起去，回来的时候买只鸡。行，娘明天去收拾一下家里，你拿回来了，娘就帮你收拾。第2天，罗兴磊正打算去买鸡时，赵氏与罗六来了。老二呢？去地里了。关氏，我问你，买地的主意是不是你出的？关小妮想摇头，不过想到自己若摇头了，就要将罗兴磊说出来，于是他沉默没说话。分的那点地还没整好，现在又买地，看来你们银子还挺多呀。见关小妮不说话，赵氏眼珠转了转，直接冲进灶间。赵氏拿了肉肠后翻了一遍，没翻到什么，出来手里拿着肉肠就开始骂。虽然分家了，可到底我和你爹还活着，你们自己偷偷吃肉，竟然没想着给我们分一点儿，真是白养老二了。说完话的赵氏许是翻到了肉肠，也没有多骂人，直接拿着东西叫着罗六就走了。娘，别生气，就是一些吃的，咱以后再做别的嘛。我不是因为这些吃的，你奶今天来拿了，咱家灶间呢，以后恐怕就不能放东西了，放点儿，你奶能天天过来拿。娘，您也别太担心了，以后重要的东西就往药房放，药房现在还没有药呢，咱先放着。我去买鸡了。好，路上小心些。知道了。罗兴磊一路去县里买了鸡后，又买了一些肉与肠什么的，全都放进了空间。回家后，他只拿出来一只鸡。关小妮将鸡刚杀了，罗兴磊还没有来得及放进去卤，赵氏又来了。小妮儿啊，是不是做鸡呢？你可别瞎糟蹋了鸡肉。赵氏进来就直接说着冲进灶间，见到关小妮已经将鸡剁成了小块，慌忙上前，直接端着盆就走。娘，您这是干什么？我端回去做呀，有鸡你们也不知道孝顺我们老的，当真是白眼狼。奶，这鸡是买回来要给太爷爷太奶奶补身体的，您拿走了是要做给太爷爷太奶奶送过去吗？给他们补什么身体啊？我看他们好着呢。这话您应该去当着太爷爷太奶奶的面说。我是说，你将鸡肉送过去又不是你们吃了，而是秦氏和他的那些孩子吃了，你太爷爷太奶奶能吃多少啊？别再浪费了鸡肉。
娘，我们已经分家了，鸡肉做好了，我们会给您送一些过去的，您不能都拿走啊。你这么大的人了，怎么跟一个孩子抢食吃呢？星辉天天读书那么辛苦，兰兰肚子里还怀着一个呢。娘，那也是大哥该心疼他们，而不是我这个当婶子的人。正争执呢，罗爱福回来了。娘，你可真是个大孝子，天天做好吃的，也不知道给我这个当娘的送些过去。我让小妮儿做了，一会儿就给您送过去。行，那你们做吧，我这还不是怕小妮儿将肉做坏了。娘，将肉炖了吧，到时候给三叔、小叔家都送些，我挑出来几块卤一下就行了。炖出来的肉再给太爷爷、太奶奶送去些，还有大伯娘家。行。小婶儿，小磊来了，快到炕上来。来就来了，干嘛这么客气啊？还带东西过来。鸡汤，小婶喝了正好补身子。小叔呢？你小叔在灶间呢。小磊，你说养鸭子真的能赚钱？当然，我说可以就可以，只要小叔养，肯定能卖出去。我听你奶昨天晚上就骂骂咧咧的，说你爹买了地，是打算养些家禽，还是买来种地啊？买回来养家禽的，爹在家里闲着，卖糖的买卖不能做了，总得找些事情干呀。行，你家养，我就和你小叔跟着养。我还以为你跟你小叔闹着玩呢。这种事情怎么可能闹着玩呢？回头我还打算告诉大伯娘、五爷爷家，还有菊奶奶家，只要他们愿意养啊，回头都能赚钱。你这孩子就是发财也不忘记带着大家。都是自己人，说这些干什么呀？说完之后，看了一眼炕上的小奶娃，越看感觉越小，伸手碰了一下小奶娃的手，软乎乎的。这孩子乖，也不哭闹，我可是省事儿了。小叔小婶，我就先回去了。二嫂，我过来问问养鸭子的事儿。哟，这事儿我可不懂，都是小磊说的。你要想知道啊，还得问问小磊才行。今天我问了，小磊说你家也养，我就想着这天气快冷了，家里咋养啊？小婶儿，这简单，盖几间屋子，让那些家禽就在屋里待着，给弄得暖和点，能长。还要盖屋子呀？小婶儿，不然这样吧，我家也没那么快，还要先建院子、建屋子什么的，回头再开始养。不如就让小叔先跟着我爹学，两人先探索的养着，回头小叔有经验了，自己养起来也省事儿。这行。四弟妹啊，这些衣服你给孩子拿回去穿。哟，二嫂，这怎么行啊？这么小的衣服我又不生孩子了，你不拿着怎么办呢？给兴强的孩子留着啊，兴强这孩子眼看着也快要娶媳妇儿了，娶了媳妇儿孙子就快有了。小婶您就拿着吧，这是我娘和大伯娘一起做的呢，家里有布料就一起做了，我哥的孩子还不知道几年后呢，衣服放着也不好啦。总占二嫂家便宜，我都不好意思了。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原本今天下午想着给你送去的，到了家门口听到娘在骂人，我和小磊就回来了。哎，还不是星辉，好像是娘做饭的时候二哥将肉送进去的，结果吃饭的时候一人吃了一块吧，他就不乐意了，在娘面前说了一句，一只鸡挺大个儿，怎么送来这么点儿？哎，我看这样子啊，我和爱犬也要搬出来住了。说真的养鸡鸭，大院那边肯定不能养，还得出来单过。若是出来单过，那分到的屋子怎么办呢？就这么搬出来？就先这样，做两手准备。我和爱犬若是吃什么东西不给爹娘就不给了，他拿我们没办法。但是总来你家拿东西，你得想想办法。我们商量了一下，买点锁，将门锁上。原本家里吧也没什么贵重东西。听说新阳现在在县里学看病。哎，是。那个刘兰兰进门之后，仗着肚子里有肿，从来都没有做过饭。就进门第一天做饭，还将锅给整糊了。从那之后，娘都不敢让她做了。
这些年星飞总吵着让娘给他找婆家，好端端的怎么还吵着要嫁人了？哪里是吵着要嫁人呢？是懒。之前大家一起过，星飞从来没有干过什么重活，现在刘兰兰不干活，星辉护着，星飞再受宠也得干活了。现在整天都拉着脸。前天有媒婆过来说，县里有户人家，对方年纪大了些，没有儿子，想娶个年纪小的进门给生个儿子。星飞那丫头一听嫁过去有人伺候，竟然同意了。这孩子年纪太小了，娘怎么说的？好像是同意了，就连大哥也同意了，星飞自己也愿意。我估摸这事儿8、9不离10要成。大嫂知道了要心疼死。就这三嫂还在一边捧着星飞呢，说星飞是个有福气的，只要嫁过去什么好日子没有啊，还说男人年纪大些会疼人，他可能不知道给别人做小，生个小子还好，生个闺女儿那可就完了。孩子还小，分不清这其中的利害关系。二嫂，这事你还是先委婉的提点大嫂2句吧。咱娘话可大了，还说星飞出嫁了，就给大哥重新娶一个比大嫂好的进门。这事我早就猜到了，星辉媳妇儿不会去干活，星飞以后出嫁了，家里一直都是娘在干活，定然不会乐意。也不知道谁家傻女人愿意嫁给大哥。李氏感叹，因为这次盖的屋子围的围墙比较大，所以就不能自己家里人干了。罗爱福出工钱，按他们每天在镇上8个铜板出钱，不管饭，只给管些水，叫村里人干活。这事儿很快就在凹山村传开了，圈出来的5亩地都盖，其他地留下来种庄稼。因为都是自己人，罗爱福也不好出面，最后将事情都交给了罗爱祖去管。罗兴磊则去了镇上，他也需要招些人手，重要的是他还需要一个管事儿的。去了自己买的铺子，里面卖糖块的架子早就已经准备好了，现在一切准备就绪，就差人手。主子明天会来看小姐，还说顺便去小姐家里拜访一下。林爷说要去我家？是，林爷的意思已经收您为干女儿，应该与您的亲生父母见个面。这事儿我知道了，明天我爹娘就来县里跟林爷见面，至于去我家就算了吧，不太合适。是，属下会如实转达。罗兴磊想着家里的事情，突然想到了五爷爷家的2儿子罗爱文。果然远远的就看到罗爱文在帮忙，额头上全都是汗。文伯父。小磊。文伯父，您忙不？我有事情想跟您聊聊。先跟太爷爷聊聊吧，太爷爷很空闲。太爷爷，你一直在这里呀？当然在，不然你爷爷那个混账东西又过来捣乱怎么办？老头子我要亲自看着。太爷爷，我找文伯父聊件事情。什么事情还不能让太爷爷听啊？能听，咱仨一起商量。小磊，什么事情啊？文伯父要不要去县里找个活计干呀？我这身板儿怕是不行。文伯父肯定可以的，不过去干活可能有些累，需要操心，您要不考虑一下？还考虑什么？他去，有机会就要抓住。文伯父，您不用担心，您晚上回去跟文伯娘商量一下，若愿意去，明天吃过早饭来我家，咱一起去县里。好，我回去商量一下。没出息的东西，这么好的机会竟然不抓住了，你也不想想，这么多人，小磊丫头只找了你，没找别人。就是呀，小磊，你祖伯父肯定比我行。这事儿我就感觉文伯父行。小磊啊，你不是又打算做别的生意吧？是的，我打算开个铺子，但我爹和家里人都不合适，思虑良久，还是认为文伯父最合适。爹娘，明天你们可能需要去一趟县里，
怎么了？你不会又买宅子了吧？不是，是在北望城的时候认了一个干爹，明天要过来见见爹娘。原本他想来村里，但马车什么的，我怕来了以后被村里人围观，就想着我们去县里见见。干爹？他之前伤了腿，与别人定了亲，就因为伤了腿，最后女方与他退了婚约，家里生意也败了，总之挺惨的。那现在身子好了吗？没有，不能行走，所以爹娘要做好心理准备，因为干爹出行身边肯定有人跟着，所以不能来村里。行，明天我和你爹啊早点去，将家里收拾一下，没人住要收拾一下才行。哎，文哥，你怎么来了？小磊丫头让我来的，我考虑好了。文伯父，你与我们一起去就行。小磊，你要带你文伯父去县里干什么？给文伯父找了一个活计，正好今天带着文伯父去看看。哦，爹，我和娘收拾好了，咱走吧。进了县城，罗兴磊一家先去自己家宅子，罗爱文自然跟着去了。小磊，你……文伯父快进来，有话进来说。这是小磊买的宅子。小磊买的？小磊，你跟你文伯父解释吧。文伯父，我会点医术，在县里的一个药铺做糖。我大哥在县里酒楼干活，就怕以后下雪什么的路滑回不了家，所以就在县里买一个宅子，以后方便。文伯父，我打算开一个铺子，让你过来是想让你帮我管铺子的。不，我不行的。文伯父，我现在没人，就算有人也不能随便找一个。您是我的亲人，将铺子交给您，我放心。你爹，让你爹来。文伯父家里盖的，就是以后要用来养家禽的。若我爹来县里，谁来养那些呀？再说我奶若知道了，还能放过我爹吗？文伯父，我细想过，只有您最合适。您要相信我的眼光，而且刚开始我也会告诉文伯父怎么去干，您完全不用担心。小磊，我只能尽力，这种事情我可是从来都没有干过。您可以的。难怪昨天爷爷回家给我讲了很多，还不让我将你家的事情说出来，感情爷爷是早就知道了。差不多吧，太爷爷知道我找你来给我管铺子，这个宅子的事情太爷爷不知道。这事儿我会守口如瓶，就跟家里人讲一下，家里孩子也不说，你放心吧。谢谢文伯父，一会儿要来个客人，您留下来与我们一起招待吧。不用了，要不咱先去看看铺子，我去收拾一下，你们忙吧。文伯父，您怎么在这里？星阳，你这是……丫头啊，这是要准备铺子开业了？还没有呢，带我文伯父过来看看，以后这里要让我文伯父管。文伯父，这是李叔，药铺老板。亲伯父啊？跟我爹同一个爷爷，亲的。罗爱文整个人还有些懵，李欣已经招呼罗爱文进去，然后简单的对罗爱文介绍自己，也说了自己与罗新磊的关系，还有罗新阳现在在铺子里学医。哥，你让无名去找一下吴晨，让吴晨过来带文伯父去人牙子那里一趟。好。这铺子都是对门，有什么事儿就来铺子里找我。好，那就先谢谢你了。哎呦，这是哪里话呀，都是自家人，不用跟我客气。中午过来吃饭，我让你弟妹多准备些吃的。文伯父，您要不去宅子吃饭吧？那中午麻烦李兄弟了。不麻烦，都是自己人。你和小磊丫头先忙，我先回铺子，中午你就过来。文伯父，铺子现在没人，只有你一个人，所以我们需要招些人手，但做糖做吃的需要自己人，所以一会儿我让人带您去买些人回来，
这些人以后就住铺子里，吃住什么的就先在铺子里，一会儿您安排就行了。这些银子您拿着，买回来人员要安排，回头啊，您还得自己学会做糖块和肉肠呢，再交给其他人。要不先别买，咱先准备别的。我这2天就先跟你爹学怎么做肉肠，等学会了再买人员回来。现在买回来也是白养着。您看，以后这事情我就交给您了。那你先拿着，等我学会可以自己动手了，你再给我银子，我怕装身上弄丢了。文伯父，这些您拿着，不怕丢。到时候卖东西是不是需要找几个跑堂的，能说会道的？是，这些文伯父您自己做主就好，但是做糖块和做肉肠的人去人牙子那里买，到时候有死气，不怕出事儿。行，这些我记住了。不过你今天回村之后，和你星一哥接触一下。文伯父的意思是？很多事情还要你自己接触了才能决定，我认为合适，不代表你认为合适。行，既然您说先不买人，那今天就没什么事情了。不如您跟我去宅子吧。我就不去了吧，你不是要招待重要客人？是我认了一门干亲，对方有些特殊，就不打算让人去村里了，所以今天在县里见一下。都是自己人，文伯父不必感觉到不好意思。我还是先回去吧，以后有机会总会见到的。今天也没什么事儿，我先回家帮帮忙，下午再去找你爹。小姐，主子马上就到了。知道了，这是我文伯父，你与他聊聊，以后铺子有什么事情你们也好沟通。我现在去城门口接人。是。罗新磊交代了2人几句，就自己离开去了城门口。他刚到，没待多大一会儿，林家马车就来了。马车周围还跟着几个人，其中就有上次送他回家的那个男人。丫头怎么在城门口？特意过来接您的。村里的家有些远，而且您若赶着马车过去，到时候比较麻烦，我就让爹娘来县里了，正收拾呢。太麻烦了。不麻烦，爹娘很开心，灵爷见了就知道了。院子里，关小妮与罗爱福2人刚买完菜回来，听到动静回头，就看到女儿带着人回来了，2人急忙迎上来。灵爷，这是我爹娘。爹娘，这是林峰，人称灵爷，也是我跟你们说的我新认的干爹。罗新磊互相介绍，林峰与罗爱福2人就自来熟地聊了起来。人有的时候很奇怪，明明是第一次见面，可说话就透着一股亲切感，仿佛上辈子就认识。罗爱福与林峰就是这样的。午饭大家吃得很开心，饭后罗新磊本想着让林峰留在这儿住，但林峰说自己在白宁县有宅子，就没有住，直接回去了。第2天，罗新磊去了县里，他要去看看林峰。您是小姐？我找灵爷。小姐您请，爷有过吩咐，您过来直接请进去。今天不忙？忙，但也应该过来看看您。我想给你看看腿。不用了。您不是我干爹，我现在想试试，可以吗？好，那进屋吧。2人进去屋里，林峰身边一直伺候着的人也在一旁守着。见罗新磊蹲在地上去查看林峰的腿，那人无比紧张。他只用手轻轻按压了2下，就知道林峰的腿是没有感觉的。他又检查了膝盖，细细检查一番后再给把脉。现在天气冷了，你也没什么事儿，来白宁县了，不如多住些日子。好。今天中午我来做饭，你让灵爷尝尝我的手艺。好。您先坐着，我出去买些东西，一会儿就回来。爷，小姐刚才给您检查完，怎么没说话呢？这丫头心里有数，她不说，多半是已经有主意了。哼，
我已多年未站起来，便不抱什么希望了。你不相信小姐，刚才为何还要让小姐给您检查？她愿意如何便如何，认了她做干女儿，我就是当爹的。当爹的不就是应该宠着女儿？林峰说的一本正经，程涛不敢说什么了。没想到林爷会这样宠女儿，用自己的身体在开玩笑。罗兴磊离开林宅后，找了一个没人的地方，进了空间里写了药方，配好了给林峰的药，这才拿着药出空间回林宅。小姐，您这是？给林爷的药。小姐，您既然已经认了爷当干爹，为何还总是灵爷灵爷的叫啊？这有什么？干爹与灵爷只是一个称呼而已。重要的是我心中怎么想。我若是嘴里干爹干爹的叫着，心里没有将灵爷当成干爹，有何用呢？现在我纵然叫着灵爷，但是心中是将他当成干爹就可以了。程涛感觉罗兴磊与林峰有些地方是真的特别像，难怪林爷一辈子好像没什么特别在意的事情，但是在对罗兴磊的事情上特别重视。程叔跟在灵爷身边时间久了吧？是，我从小与灵爷一起长大的。那程叔跟我讲讲灵爷腿伤的事情吧。程涛犹豫了一下，便将林峰的腿是如何伤的全都讲了，没有一丝隐瞒。小姐，爷的腿还能站起来吗？现在不确定，要看情况。做了药膳，陪林峰吃过饭，叮嘱程涛接下来的药该怎么吃之后，罗兴磊这才回家去了。当他到家的时候，院子里罗爱福正与罗爱文两人在院子里嘀咕着说话，是罗爱福在教罗爱文如何烤肉肠。小磊回来了。文伯父，如何？学习这个不简单吧？挺好，你爹教的戏我都会了呢。这是我亲自烤的肉肠，若是能成功，那就太好了。文伯父都这般用心了，肯定能学会的。希望如此。小磊，你明天去县里吗？马老板让我给你带话，你去县里的时候让你去一趟他家。有没有说什么事情呀？没说什么事情，但笑得很开心，应该是好事吧。好，我明天去县里，到时候抽空去一趟马叔家。上次你给马老板送肉肠，马老板可喜欢了，这次应该也是因为这事儿。你这丫头可是许久没有来看过我了，还说经常来看我，你就是个小骗子。老夫人，真不好意思，事情有些多，知道您身体健康，我便放心了。你怎知我身体健康呢？这些日子我可能是不舒服呢。那我给您带了药，这是给您的，每晚1粒便可了。哎呦，你这丫头给的可是好东西呀。马叔不在吗？昨天马叔让我大哥带了话，说是想见我呢。在，你刚才进来时啊，管家已经去通知他了，很快就过来了，你别急呀。丫头啊，你可是不得了啊！马叔是有什么喜事儿？哎，是有喜事儿。我找你过来也是想谈谈，看咱俩之间能不能有个生意往来啊。马叔，您找我过来，不会是想跟我拿肉肠吧？哎呦，还真是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你这丫头。我就是想跟你拿肉肠，当时你说了做法，拿回来后我就让家里厨房做了，味道是真不错。这道菜要是在酒楼里推出去，那肯定是能赚钱。怎么，丫头，你可不能不卖我呀？当然不会，只是马叔您说的太突然了。之前我只打算开个铺子卖，现在若是供上您酒楼里的，我这边恐怕就要好好规划一下人手，肉肠得够啊。不着急，你先规划，到哪天你铺子开张啊，哪天我就推出新菜品，这样有客人问，我也可以说是你那边铺子。好，谢谢马叔。瞧你说这话，
都是自己人，有什么谢不谢的？你还帮了我忙呢，我也是有的赚了。不过咱俩可得说好啊，你可得给我算便宜点儿。没问题，都是自己人，必然不会亏了您的。马前进哈哈大笑，非常开心。马老夫人在一边也笑得合不拢嘴。三人说了一会儿话，马老夫人留罗新磊在家里吃饭，罗新磊拒绝了。老夫人，下次吧，外公和舅舅今天来我家了，我还要买些东西，早点回去呢。你个小骗子，该不会嫌弃我这个老太婆吧？没有的事儿，今天的确有事儿，以后有机会我就来看看您，如何？好。罗新磊离开，马老夫人重重叹了一口气，看着自家儿子道：小磊这孩子挺好的，你当真就没有什么想法？哎呦，娘啊，我早就提出来想要给这丫头当干爹，可丫头不干嘛，还说当不当干爹也不会影响关系。傻，看着在做生意的时候这么精，怎么就这么愚不可及呢？难不成只有认干亲这一条路吗？小磊丫头是个优秀的孩子，与其让她当干女儿，不如让她以后直接进我们马家的门。娘，这怎么了？不行啊？太行了，只是家里的孩子，子亮与小磊丫头差2岁，但子亮不成器，哪能配得上小磊丫头啊？给小磊丫头捡鞋都赶不上。子明又是个书呆子，天天除了读书就是读书，小磊恐怕不喜欢这样的。唯一合适的就是子轩了，只是子轩今年都15岁了，年纪是不是大了些啊？不大，子轩成熟稳重，小磊虽然年纪小，但他一点都不像个孩子，同龄或者比他大3、4岁的都不行，子轩刚合适呢。娘，子轩娘中意石家的女儿，前几天我回去，她还在我面前提起来了，想让我去将这事儿给定下来。唉，你自己决定就好，我只是提议。石家2个女儿，大女儿石学美知书达理，只是身子较弱了些；二女儿石学丽，外面的名声可不怎么好啊。娘的提议我也很赞同，小磊虽然年纪小，但很优秀。我已不管家里事情很多年了，子轩和小磊的事情你自己考虑。我有些累了，进去休息了。正准备着，憨憨来了，嘴里叼着一只野鸡，个头很大，爪子上还抓着2个小的。野鸡还没死，直接被憨憨从高空中扔下来，砸在地上，有一些晕乎乎的。干得不错。小磊啊，我发现憨憨好像长个儿了。还真是。这个头不会越长越大吧？他突然想到前世某个火爆的电视剧里，男主人公有个雕就很大，他这个是鹰，应该不会那么大吧？不过若真能长大也挺好，人家的雕能骑，也不知道他家憨憨行不行。莫名的，罗新磊有些兴奋。罗新磊对罗爱文讲了肉肠，马前进那里也需要，到时候可能用量就会大些。这肉肠最重要的部分还是需要自己人来，可不能泄露出去。就算那些人是从人牙子那里买回来的，防人之心不可无。所以就要靠文伯父啦，很多重要的环节还需要文伯父把关呢。我一定好好干。都是自家生意，您也不用担心。改天您有时间，我还得带您去见一个人呢。谁呀？衙门的人。我们在街上开铺子，认识衙门的人，一般就不敢有人来捣乱。当然啦，就算有人敢来捣乱也不怕，无名他们都有身手，一般人能对付的。那明天吧，咱要不要准备些什么贵重的东西啊？不用，您若是感觉没什么东西可以拿，就将吴奶奶种的菜带些也行。文伯父，吴奶奶种的菜你敢带不？这有什么不敢的？我这身子骨，村里可没少有人笑话我。再说你吴奶奶没分家，就是因为我身子弱，怕我分家出去
养活不了自己的小家呢。现在有出人头地的机会，你吴奶奶睡觉都能乐醒。想到去县里第一天回来，他晚上将自己要管铺子的事情说了，他娘激动的眼泪都流出来了。还是爷爷奶奶镇定，不过也叮嘱让他好好干。这2天媳妇儿也是在他身边不停地说，让他一定要好好干。只不过他没告诉自家娘，那铺子是小磊的。现在只有爷爷奶奶知道，其他人都不知道。开心就好，人活一辈子就应该开心。吴奶奶是好人，会有好福气的。整个下午两人整出来不少的糖，罗爱文都尝了，很好吃。普通的糖块拿出去都能卖不少钱，这带味儿的更好吃，到时候肯定能卖不少钱。不过这些现在还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些糖我先收起来，明天拿去县里送人。这2天文伯父也都学会了，差不多可以去人牙子那里买些人回来，然后准备开始了。好，明天我先跟你去见衙门的人，然后再去人牙子那里。也好。与罗爱文去县里的时候，罗爱文当真背了一个箩筐，里面都是家里的一些菜。对农家来说这些都不值钱，但罗爱文背得多，整整一箩筐可是不少。小磊啊，咱就带着菜去，会不会不太好呀？没什么不好的，走自家亲戚而已。亲戚？文伯父，您就放心吧，看到你这个人，对方就很开心啦。刘奶奶，我来啦。罗爱文跟在罗新磊身后，两人一起进去。到院子里没看到刘老夫人，只看到罗爱春从屋里走出来。哥，爱春。记得之前去六叔家的时候，爱春都是闷头干活，话都不说，身形极瘦。可是现在爱春竟然变样了，皮肤白皙，身上也有肉了，衣服穿得好，看着一点也不像是村里出来的。爱文哥，快屋里坐。罗爱春急忙招呼，上前就想拿罗爱文身上的背篓。哎呦，你可不能动，我来。罗爱文反应过来，慌忙自己将背篓拿了下来。刘奶奶，这是我文伯父。文伯父，这是刘奶奶，我小姑的婆婆。你成亲了？快屋里坐。文伯父，我小姑怀孕了，胎相有些不稳，刘奶奶就不让小姑动。哦，怀孕了是好事，那可要好好养着才行。小姑父今天回来吗？一会儿应该就回来了，最近县衙没什么事儿，邓大人知道我怀孕了，他对你小姑父格外照顾。那便好，我今天带文伯父过来就是为了见小姑父的。一会儿就回来了。那就好。大志对罗爱文非常热情，还特意让巷子里的小孩子去叫了陈东东过来。3个男人一起吃饭，于是就喝多了。你带你文伯父过来是有事儿？没事儿，就是认一下门，顺便让文伯父认识一下小姑父。我要在县里开一个铺子，到时候文伯父帮忙管，这也算是提前打好关系啦。小神医，你和邓大人那么熟悉，只要公布出去这铺子是你的，咱们衙门肯定招了呀。与邓大人虽然熟悉，但人情这东西多欠一次就少一次。但是小姑父不一样呀，小姑父是自己人，随便用。小神医，你看这明明就是一个几岁的孩子，但说出来的话真是太聪明了。只是考虑得多罢了。文伯父喝多了，我先去办点事儿，一会儿回来的时候我再过来接文伯父，到时候差不多也就醒了。好。林爷，天气越来越不好了，现在太阳也不足了，您可是不能在院子里多待。用过午膳了？来给林爷送些东西。林爷尝尝，好吃吧？见程涛在一边好奇地看着，罗新磊将糖包给了程涛。程叔，里面好几个口味呢，您自己选。有橙子味吗？也喜欢橙子味的。没有。
因为我能找到的水果有限，现在只做出来4个口味。这个小姐不用担心，您想要什么水果，我帮您找。程叔能找来什么水果就什么水果，我都可以。好。要按时吃了吗？吃了，也给爷泡了。坚持就好。明天我要做糖就不过来了，后天再过来。是。程涛出去后，罗新磊无聊，就与林峰下了2盘棋。但林峰的棋艺高超，而他就是个刚进入的小菜鸟，结果可想而知。待我后天过来再下，定能赢。罗新磊走后，程涛进来，见林峰在笑，知道自家主子心情好。有小姐在真好，爷脸上的笑容都多了。厨房说小姐过来的时候拿了一些菜，晚上给您做了。有个小东西在眼前晃悠也挺好。小磊，你小姑当时被老赖桶送回来，奶妃说小姑不祥，不让小姑进门。小姑一心寻死，我就将小姑带到县里去了。刚好那时刘老夫人病得重，家里没人照顾，小姑就被请去照顾刘老夫人了。后来老夫人病好了，也不愿意让小姑走，小姑父也中意小姑，事情就这样成了。那你小姑成亲的时候没有娘家人去，爱春多可怜。小姑成亲没多久，当时我们一家与大伯娘都去了，还遇到新辉哥家兰兰嫂子一家，他们是一个刘家。当时没跟兰兰嫂子说我们与小姑的关系，怕说了奶去找小姑麻烦。小姑好不容易找了一个人家，以后可以过安稳日子了。是这样，你小姑现在生活很好，还是别让吴婶知道了，若知道。想到赵氏的泼辣与无赖，罗爱文沉默了。能瞒一天是一天吧，哪天瞒不住，小姑父应该也能解决。那倒是，大致是个好人。小姐，爷的腿还能不能站起来？程叔，欲速则不达，先吃着药，过2天再看看情况。来，下棋。程叔不要，憨憨停下。随着声音，一人一兽都停了下来。憨憨翅膀收了回去，静静地站在一边看着罗新磊。小姐，这是……他叫憨憨，之前我救过他，后来就跟着我了。倒是个有灵性的。是不是渴啦？憨憨点头，罗新磊都惊了。他以前问憨憨什么，他都不会点头呢。难不成智力开发了？小姐，我这就让人去给他准备水。程叔不用了，他性子执拗着呢，一般的水他不喝，需要我给煮一下才可以。今天时辰也不早了，我就先回去了。你去厨房给他准备吧，今天下午再回去。罗新磊就给憨憨倒出来空间水，在厨房里等着他喝。憨憨是真的渴了，喝了许久才停下来，抬头看着罗新磊。罗新磊揉了一下他的脑袋，然后往外走，回到林峰院子。看来除了你，没人能靠近他。憨憨当初重伤是元宝叔先救的，后来元宝叔找我去看，憨憨就被我带回家了。元宝叔也能抱憨憨，其他人不行。能救下来也是一种机缘。是，今天我才发现没有与他联系的办法，平常都是他来找我。我二哥说可以用哨子让憨憨听到。这倒是个办法。哨子的事情你别急，回头我送你一个。好。中午他陪着林峰吃过饭，打算离开。爷，东西到了。可以了，出去看看吧。什么东西啊？两人出去到外面，他看到了院子里摆了7个小筐，筐里有不同的水果，都不是当季的，有草莓、樱桃、猕猴桃、李子、柚子、梨、柑橘。啊，这么多！
小姐说水果不全，主子就让人快马加鞭送过来了。看来灵爷还是很疼我的。爷最疼小姐。送过来的水果，最后罗星磊没有全拿，留下了一些给林峰他们吃，剩下的他带着无忧与无尘拿着往回家走。憨憨在罗星磊出灵宅时就飞了。罗星磊回到家时，憨憨已经在院子里了。这怎么过了一夜就长这么大了？小妮呀，你是不是记错了？娘这些小鸡是一起抓回来的，怎么可能就这一只长大了，其他的都一样大，这一只比其他的能大出一圈呢。小磊啊，你快看看，咱家这只鸡是不是比其他的大呀？是。昨天还好好的，怎么感觉一夜之间就长大了？会不会生病了？按说这一起买回来养的肯定都一样大呀，唯独这只大出去许多，肯定是生病了。这2天注意看看。娘，鸡又没事儿，天都快黑了，咱是不是应该先做饭呀？对，一会儿他们都回来了，是该做饭了。先做饭吧，我估摸可能就是那只鸡吃得多，所以长得快。可是昨天还好好的呢。关小妮一直纠结这个。小磊啊，你干爹这样送东西过来，咱们是不是应该送些东西过去啊？不用送，我会准备的。林爷喜欢下棋，明天我过去陪他多下2盘。你呀，小磊什么时候认了一个干爹呀？前几天的事情，对方也是一个可怜人，我们见过了，人很不错。小磊这孩子有分寸，他认为不错的就肯定不错。后天我们休沐，我陪你一起去看看这位灵爷，正好我也想学习一下下棋。二哥，你应该会下棋吧？明天我去买棋，晚上咱们试试。只会一点儿。罗星磊可不相信，但罗兴平没说什么，他也不好再说什么。第2天，罗星磊去县里的时候，先去了自己铺子，发现罗爱文速度挺快，已经将人买回来。今天有那些快的已经可以上手了，做出来的糖块他去看了，都极好，只不过就这样卖有些不美观。发现这边一切都好，他便拿了一些不同口味的糖块，又去空间拿了一些特别新鲜的菜，这才往马家去。哎呦，你这丫头是真的没有食言呀！过来看看您，顺便有些问题想要请教马叔。我看你这丫头啊，来看我是假，找你马叔是真吧？哪里的话，当真是过来看看您的，当然找马叔也是真的。你这丫头运气倒是挺好，这2天她正好在，后天就要去外地了，到时啊，你就算是想找她也找不到了。老夫人，这些糖块您收着，但是不能吃太多呀。现在街上有卖的，也是从你那里传出来的吧？下面的人买过，我吃了，很好吃的。糖块之前我爹在卖，现在我爹不卖了。哦，这么好吃的东西为什么不卖了？因为有些原因不卖了，所以我打算开个铺子卖。这样也好，有铺子，你爹也不用总在街上。天气越来越冷了，恐怕这生意也不好了。小磊来了。马叔，我过来是想跟您请教一些事情。但说无妨，马叔知道的一定告诉你。马叔，我想做糖块的生意，但是没有包装，我想问一下，你有没有认识制作油纸的人呀？有，你需要做的恐怕不是一般的吧？是的，我想让他们特别为我做一些。行，明天我带你过去。您明天有空吗？会不会太麻烦呀？哎，不麻烦，放心吧。2人说好之后，罗星磊就离开马家去了灵宅。小姐，你可来了。程叔，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吗？是，爷的腿有变化了。
今天有事儿？来的时候去铺子转了一圈，然后去找了一个熟人，这才过来的。小姐平常都来得早些，今天过来晚，也以为小姐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我有身手的。连膝盖以上的大腿之前也是没感觉的，昨天是晚上药浴之后，竟然有短暂的麻。会麻就证明有感觉，这是好的现象。我配的药继续用着，再过几天应该就能施针了。小姐，爷的腿能救？我现在还没有十足的把握，要根据治疗的情况再做判断。去将我准备的东西拿过来。认你做干女儿，并没有送你什么礼物，这是补给你的。啊？小姐，爷很在乎送你的礼物，这是专门命人刻出来的，今天早上才送过来的。打开发现里面是一块血色的玉佩，玉上面雕刻着栩栩如生的凤，特别漂亮。这么完美的东西，若是放在现代，肯定有人以为是假的。可是这个年代必然是天然形成的，又这般漂亮。玉佩中间融合的也特别漂亮。林爷，这太贵重了。贵不贵重，要看给谁，收着吧。我手上还有一块，等你以后成亲时，另一块送给你未来夫君。看看另一个喜欢不？打开另一个盒子，看到里面黑白的棋子，不由失笑。林爷是嫌弃我棋艺太臭，让我回去好好练练吗？这可是好东西，我收了。明天给林爷带一个人过来，或许呀，你们会一见如故呢。好。中午，罗新磊留在林宅陪林峰吃过饭后，就拿着东西离开了。罗新磊回家后，将林峰送他的东西给关小妮说了。好漂亮啊，这东西可是你干爹的一份心意，你可得小心收着。哎呀，咱家也没个什么回礼，你以后多多孝敬你干爹。知道啦。还送你棋，还真是送到点子上了。昨天晚上你还吵着要买棋呢。哟，这也是玉的呢，都是好东西，你都好好收着。认了干爹，就不能与往常亲戚一样了。你以后要孝敬干爹一辈子的，就像孝敬你爹娘一样。知道了，外婆。二哥，你在林宅陪干爹下棋，我要去找马叔办点事情。下午你若是等不及，就先回家，我办完事儿会去见干爹的。好。与我相熟的在东平县，咱们早点赶过去，办完事情后还能早些回来。好。马兄，你没开玩笑吧？哈哈哈，这种事情我还能开玩笑不成啊？何亮兄弟不可以以貌取人呐。罗小姐想要多少油脂，还特意跑一趟过来，看着马兄的面子，我给你算便宜些。需要不少，不过我想要的油脂不是您现在做出来的这些，我需要一些特殊的，上面可以印一些花色的，而且纸的尺寸要小一些。需要什么样的花色？需要多大尺寸？我明日再过来一趟，将东西拿过来。也好。今天因为罗新磊没有带东西过来，所以也没有多待。马前进与罗新磊就回去了。林宅里一大一小两人从罗新磊走了之后就开始下棋，中午饭都没有吃。灵爷与兴平公子两人下棋，中午我本想着进去送饭，但也不让，到现在都还没吃饭。知道了。年少有为，您过奖了。很好。中午饭可都没吃呢，又下棋，这是打算直接吃晚饭吗？一时兴起。兴平下次有时间再过来与我下。好。吃过饭后，他去县里，直接去李兴铺子赶了铺子里的马车，无忧陪着他去的。两人到了以后，罗新磊将需要的各种大小的纸都拿了出来。罗小姐，这纸也太小了些，能包什么？当然自有用处啦，何老板照着做就是了。而且这些数量都不在少数，
做好之后，您要给我送到白泥县去。可以做，只是价格方面，何老板可以提，咱们可以商量。既然马叔介绍我来您这里，自然是相信您的。罗兴磊说话很客气，何亮也没有坑罗兴磊的想法，便细细对罗兴磊说了价格。不同大小的纸，回头需要结算的价格也不同。罗兴磊听了何亮的报价，两人你来我往的杀了一番价格，最终定价。罗兴磊给了银票作为定金，后面的需要先做再给钱。何亮也同意了，说这几天先做出来一批给送过去。晚上罗爱文过来询问罗兴磊做出来的东西不少了，需要存放在什么地方。温伯父，常继续做，糖块停一下。这2天可以做些其他的，将铺子里整理一下。待有纸包来了，就可以直接开门做生意啦。可是咱们牌匾还没有做，你还没有起名字呢。我这2天也是忙，今天才想起来。行，我这2天想想，长的话，明天我去找一下马叔。如果他那边没问题，咱们先给他那边送过去一批。好。对了，还有猪肉的问题。之前那些肉铺也会供别人肉，但是这么大量的还是少数，而且咱们需要的多，短时间没问题，长时间恐怕有些难。没事儿，到时候先限量。限量？就是每天我们卖的数量有限，先到先得。今年冬天就先这样，过了今年明年初，我家我小叔家也让祖伯父他们多养些猪、鸡、鸭什么的，村子里能养的都养，而且分开养，这样到时候铺子里能用的就够了，大家也能赚钱了。难怪你爹盖那么大的屋子养猪，我看这事儿成，一会儿回去我也跟家里说说。养了不成，到时候可以有很多用处，就是满村子同时养，味道可能不太好闻，但我已经在想办法了。是了，味道肯定不好闻。先看看，没关系的。小磊啊，娘想了想，你干爹送你那么好的东西，咱要不要给你干爹做一身衣服？好呀。就是我们这手艺不太好，怕做出来之后啊，回头拿不出手。不会的，干爹不是那样的人，娘多想了。也好，你外婆这2天在咱家，正好你明天去县里拿些合适的布料回来，我和你外婆这2天给做。娘，做衣服倒是没问题，可是这尺寸恐怕就不好掌握了。你明天去你干爹那里的时候啊，拿一套他的旧衣服，将尺寸记下来告诉我。这倒不用了，娘，我觉得还有其他办法。什么？挺简单，就是很费事儿。干爹现在身体不好，我想看看能不能给他将腿治一下，现在还没有明显的效果，炖汤送过去也行。炖汤？你是说我晚上炖好，你早上出去的时候带着？这样也行，不过衣服的事情也需要的。炖汤您也不需要晚上炖，可能需要您早上与我们一起起床开始炖，这样差不多到我早上离开家时，汤就好了。行，那炖什么汤？这事儿简单，明天我回来的时候将东西带回来，再单独买个砂锅，后天就能带汤了。好。娘，你真好。傻瓜，天下没有哪个父母是不疼自己孩子的。行了，时间也不早了，早点睡。我看你这2天挺忙，你文伯父过来是说铺子里的事情吧？马上就要开张了，所以前期还需要准备一些事情。别太累了啊，如果累可以缓一缓再开张，咱家有吃有穿的，这种日子娘就感觉很幸福了。你们几个身体健康，生活顺心，这才是娘最大的心愿。会的，咱家一切都会好好的，娘不必担心。我也就这些日子忙，一切都顺了，我就没什么事儿了。小姐这2日很忙？这2日的确忙，我的铺子马上就要开张了，有些事情还需要我亲自跑。到现在，
铺子的名字还没决定呢。小姐要注意身体。林爷如何了？就那天说的部位有明显的痛感，其他还是没有感觉。腿伤时间久了，所以治疗起来也需要时间，耐心等吧。是。若是很忙，有事情不必天天过来。已经处理差不多了，现在就剩铺子名还没想好。名字不重要，卖的货品要好。就卖一些糖块、卤鸡肉、鸭肉，还有肉肠，现在就卖这些。其他的我还没有想好，名字我也没有想好。那就慢慢想。林爷帮我提个字，用来做牌匾。想好叫什么，其他的你就不必管了，我安排人去做。就叫美食屋。好。接下来的几天，罗兴磊几乎没有闲着，不是在林宅就是在药铺，要么就是在自己的美食屋。忙碌了几天后，这家铺子终于要开张了。爹娘今天要不要去一趟县里呀？今天我们要去一趟你奶家。是出什么事儿了吗？你心飞姐的事情定了，今天听说媒婆过来下聘，男人呢我们也不知道来的是谁，你奶让我和你爹都过去，前2天就过来说了。那我今天便自己去县里。你去吧，我和你爹就不去了。温伯父，您这么紧张干什么？我马上就要开张了，我就怕出什么事儿。您这些日子管理得很好，而且很多都是事先演练过的，不会出事儿的，也没人敢来铺子里闹事儿，您就放心吧。温伯父，今天有人给我星飞姐下聘了，您知道这事儿吗？不知道，我这2天都没回家，家里的事儿也不清楚。什么样的人家，下哪里了？县里的，具体哪家不知道，但是做小，男方很有钱，但是生出来的都是女孩，就想要个男孩。你奶这是怎么想的？星飞自己也愿意？听说星飞姐还是挺乐意的。文伯父，可以开始了，接下来的人你招呼，我就不出面了。本店今天新开张，有买有送，先到先得。铺子门口依旧不少人，还有人买了糖块出来，拿在手里显摆。单独包起来的糖与没有包的糖价格是不一样的，当然不同口味的都有。所以刚开始买没包的糖块的人多，包起来的人少。马叔是来恭喜这家铺子开业的吗？好巧呀，我也是。是过来恭喜这家铺子开业的。很快邓大人派人送东西过来，县里因为邓大人给新铺子送礼物过来议论开了，大家都纷纷猜测是什么样的大人物。没过一会儿，程涛亲自过来了，就连刘老夫人与罗爱春也来了，李兴自然也来了。附近铺子见到不是同行，卖的东西又都是他们没见过的，也意思意思的，或者亲自过来，或者派人过来送礼。但凡铺子来送礼的，也都收到了回礼，美食屋的混合糖块，还有卤味与肉肠，收到的回礼远比他们送来的东西值钱。新铺子开张，准备的东西挺多，但到后来，除了单独包装的糖块因为贵没有卖完外，其他东西都早早的卖完了。星飞姐的事情如何？来的就是一个管事儿的和媒婆，因为是纳妾，所以到时候只派轿子过来将人接走，也没有什么新郎来接，也不会在家里办酒席。纳妾好像就是这样。唉，你心飞姐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看到男方送来的东西很开心，也表现得很乐意。你奶也说了，只要进门生出来男孩，你星飞姐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其他的都不重要。或许对于穷怕了的人来说，有钱就是幸福。这个年代的人纳妾也是非常正常的。现在时间还早，您去看看大伯娘吧，应该很伤心。娘，大伯娘，
大伯娘去我奶家打架了，你快去看看。怎么回事啊？是星飞姐，刚才星飞姐过来了，让大伯娘认错回去。大伯娘听了星飞姐的话，知道了今天有人过来向星飞姐下聘，星飞姐是做小的，大伯娘当时就气到了，直接冲到奶家去了。向来脾气软弱的王氏，此刻就像是红了眼的猛兽。你是他奶，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你怎么可以这样对他呀？他年纪小不懂事儿，你也不懂事儿吗？刘兰兰是个孕妇，不会上前，还站在一边看戏。李氏也没上前，抱着孩子在院子里站着。女人打架，男人插不上手。罗六拿着棍子想打人，罗爱贵已经上前对王氏拳打脚踢，可王氏承受罗爱贵的暴打，依旧没有松开赵氏，嘴里还不停地说着，就跟疯了一样。我跟你拼了！你不是疼爱星飞吗？你为什么要把他推入火坑？为什么要将他往火坑里送啊？王氏自己的头发也被宋氏等人拽下来不少，尤其是罗爱贵。罗兴磊看到罗爱贵一把将王氏大把的头发拽了下来，上面还带着头皮，血已经将王氏染了，而王氏一只手已经被控制，另一只手拽着赵氏的头发，怎么也不松。爹，你上前拉开大伯父。罗兴磊真不想承认这个男人是自己的大伯父。罗爱福已经上前去，直接将罗爱贵扯开了。罗六见状，拿着棍子往罗爱福身上招呼，罗爱福躲开了，棍子打在了罗爱贵身上。这边，罗兴磊与罗新梅两人上去拉宋氏，李氏本在一边看戏，见罗兴磊两姐妹上去了，怕孩子会吃亏，直接将孩子往罗爱全手里一塞，上前就去帮忙。身边没个力气大的，就有罗兴磊、关小妮、李氏等人上前帮忙。很快宋氏就被拉开了，但王氏的手依旧紧紧地拽着赵氏的头发，怎么也不松开。你是不是疯了？奶都被你抓伤了。他扭头就去心切地问赵氏有没有事儿，而满身是伤血遭受了毒打的王氏却没有得到他的半点关心。兴飞，听娘的话，咱不嫁了好不好啊？罗兴飞垂眸，就看到王氏手上还拿着赵氏的头饰，此刻正抓在自己的新衣服上。这衣服可是奶奶专门花大价钱买回来的，贵着呢，她可喜欢了。现在竟然被王氏沾上了血，脸瞬间就黑了。他直接用力甩开王氏，指着他就骂：你早就不是我娘了，在这里说什么啊？我娘早就死了，你凭什么在这里质疑对我好的人？兴飞，娘是为你好啊。我不需要你为我好，你若真为我们好，大哥成亲需要银子，你就不会有银子不舍得拿出来，最后宁愿被爹休弃。在你眼里，银子比我们这对儿女重要多了。我没有，兴飞，娘没有，娘真的是为了你。咱不去给别人做小好不好？咱找个好人家嫁了。你现在就是在断我的路，我为什么不嫁？嫁过去吃穿有人伺候着，我再也不是村里的土丫头了，我也可以穿好看的衣服，吃好吃的东西，我为什么不能过自己想过的日子？你就是见不得我好，见不得我和大哥好，你就是想让我们过穷日子，所以才会三番两次来找事儿。兴飞，你走吧，我不想再见到你。兴旺，你快跑去将罗大夫请过来，姐给你好东西。好。大嫂，咱回去吧。娘，咱回家吧，咱回家吧。爱贵呀，给我打这个贱人一顿，竟然冲进门来就打我，哎呦，我这头疼啊。罗爱贵一听自家娘头疼，直接上前就打王氏。关小妮在王氏身边也被波及了，罗爱福也慌忙上前护着女人和孩子。兄弟两人飞快地动起手来，
罗爱宝是个势利的，想到罗兴飞现在可是嫁了个有钱的，忙上前去拉罗爱福。抱孩子的罗爱全看不下去了，上前将孩子放在李氏怀里，直接就去拉罗爱宝。爱全，你和二哥是一伙的吧？你拉偏架还好意思说？罗爱全性子火，直接就动手打罗爱宝。由赵氏的一句话，最后引发了男人的战争，打得你来我往，就连罗六都插不上手。满院子都在叫着骂着，还有女人喊着别打了，非常的混乱。别打了，这是干什么？奶，您这是怎么了？还不是那个贱人，听说兴妃找了一个好婆家，心生嫉妒，非不让兴妃嫁，上来就抓着我的头发，还动手打我。你爹生气去打，你二叔那个不孝的竟然护着他，也不知道两人之间是不是有点什么。关小妮不乐意了，直接站出来。娘，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您让大哥打大嫂，大哥打大嫂还打到我了。爱福是心疼我，所以上前来拉架，两人打起来的，这怎么就成了爱福与大嫂有些什么？你闭嘴！都是你这个贱人挑唆的。没分家前，爱福是个孝顺的孩子，分家之后，爱福一句都不听我的。你个搅家精，我好好的家都是被你搅散的。要分家的是娘，现在说我搅了家。娘当初不是为了给兴辉娶妻，所以才非要分家吗？既然您说了分家，那分家之后，我们自然可以自己做主。我们给您赡养费，但您呢？爱福做个小生意都需要您来安排，那与没分家有什么区别呢？您又想让我们一家滚出去，又想让爱福赚了银子大家来分，我们说什么了？现在您却张口就来。爱福与大嫂的闲言碎语村里没人说，因为大家了解他们的为人。可是您是当娘的，却污蔑自己的儿子。这话不传出去便罢，若是传出去，我就将娘这些年做的所有事情都说出去。家丑羊一个也是羊，为什么只要我们背不好的名声？很多事情爱福不说，不代表他心里没数，不代表他傻，不代表他不愿意争。那是因为您是生他养他的娘，他不愿意想那么多。可是您呢？一而再，再而三。赵氏指着关小妮，已经开始哆嗦。都是您生出来的孩子，哪一个不是血脉相连的？可是您呢？一碗水端不平，我也能理解，是人就有喜欢与不喜欢。可是您竟偏的不能再偏了，就连爱福分家之后赚的银钱都要管。大哥是您儿子，爱福怎么了？不是您的儿子啊？赵氏干脆直接装晕，只是赵氏装晕的手段不成熟，之前还站得好好的，指着关小妮倒下去时，竟然是慢慢悠悠，仿佛与睡觉一样。所有人都看出来赵氏是装的，就连罗兴飞都不愿意承认。娘，二婶儿，奶年纪大了，你竟然将奶气晕了，是吗？晕了那我来治。你干什么？你想对娘做什么？大哥，我能做什么啊？兴飞说娘被我气晕了，我当然是救娘了，还能干什么？这簪子我前几天才买回来的，是新的，你放心。二婶儿，你不能这样，那簪子太粗了，你安的什么心呢？关小妮儿，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戳死我老婆子是不是？娘，您哪里的话？这簪子多细啊！再说了，我也只是往人中处扎，又不往你心口去。就算往心口扎，也不一定能扎死呢。娘，我说的都是一些发生过的事情，您这么生气干什么？再说您刚才晕倒了，我若是不管，兴飞他们还以为我将您气死了呢。爱福，还不将这个贱人休了，真要将你娘气死不成啊！今天你已犯7出之条，我要让爱福休了你。爹呀，小妮很好，我不会休妻。很好？哪里好？你告诉我哪里好？
他不得我和你娘的喜欢，还当众顶撞你娘，这就是你所谓的好，也不孝敬我们。爹娘，小妮很好，她并没有顶撞娘，只是简单说了2句。她说的就是我想问的，我也想问问自己是不是娘亲生的，为何娘如此偏着其他人？那日我说汤需要本钱，娘说我之前赚了银子，不缺那一点儿。可我自己赚的银子，难道不是自己辛苦得来的？为什么我的辛苦付出就要白白给别人？你闭嘴！你大哥他们是别人吗？哦，那依照娘的意思，我们兄弟4人谁家里有银钱，就应该分其他人一些。那今天大哥手里也有银钱了，是不是可以分给我们其他3个兄弟些？二叔，太过分了些，那些银钱可是兴飞的聘礼。是兴飞的聘礼，也就是你爹的银钱。我自己辛苦做生意赚来的银子，你奶都说兄弟4人分了没问题，为何到你爹这里就不行了？你们读书人有句话叫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我想兴辉你应该很能理解吧。爹娘，无论以后我成什么样子，富也好穷也罢，我不会拿您2位的1个铜板，但每年该给你们的3两银子我也不会短了。至于其他的东西，我不会再送过来。您骂我不孝也罢，娘，你也别再想着来我家拿东西回来给兴辉吃。我们之所以不送东西过来，一是因为拿过来的东西爹娘也舍不得吃，东西进了别人的肚子；二来在爹娘的心里，我只是一个能搜出来银子的活人，并不是你们的儿子，我心寒。罗爱福，你也说了，今天我就将话撂这儿，以后就算你上门来求我，我也不会施舍你1粒米。海贵，你去请族长过来，我今天要将王氏这个贱人赶出鳌山村。可是因为赵氏的一句话，一行人又走不了了，全都停了下来，因为罗爱宝在大门口拦住了他们。罗爱贵也立刻起身，飞快地去请人了。还好族长被罗爱贵请来得快，进门看到这乱七八糟，2个女人身上是血，王氏狼狈不堪的样子。这是怎么回事啊？罗爱全机灵，慌忙将事情的前因后果都说了一遍。罗爱福与赵氏说的话，罗爱全也说了，但他当着众人的面很小心机的将赵氏做的那些缺德事情也说了，也说了罗爱福的愤怒，还有2人说的狠话。族长，事情就是这样的，您快看着给处理一下吧。其他人都在气头上，没有人注意到，但罗兴磊注意到了。他注意到罗爱全说的那些话是故意的，这分明就是偏帮着他们，对这个小叔越发的喜欢起来。兴阳他们现在住的宅子还有所用的地，可都是自己花银子买的，所以村里人无权将人赶出去。老六，你有没有想过，兴阳和兴真也是你的孙子孙女儿？我们已经不是了，从我娘拿到休书那一刻起，我已经没有爹，只有娘。没爹，哪里来的爷奶？族长，您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娘动手打人是不对，但也有人打了我娘，我们愿意承担费用给对方看病，但我娘看病的费用也需要对方来出。罗兴阳站在门口，早已没了之前的唯唯诺诺，说话一板一眼，身着长衣，看着已是另一种气质。与被赶出去之前完全判若2人。天还没黑透，众人也能看清楚，罗兴阳身上的衣服没有一个补丁。兴阳，你话不能这么说。族长，我娘不会打人，今天过来也是一时冲动。罗兴飞不认我娘，那便不认。但我娘一个人势单力薄，定然是被人打过，她全身上下的血，我担心会出事儿，所以还请族长秉公办事儿。一边的罗爱贵竟然冲上前来，动手就要打罗兴阳。罗兴阳就站在原地，甚至抬手握住了罗爱贵打下来的手。父子俩对视，罗兴阳的眼神淡淡的，不带一丝温度。我娘收到休书的时候已经没有夫君，谁再敢动手打我娘，我可以去县衙告他殴打女人。兴阳，你怎么跟爹说话的？
不好意思，我没爹。粗鲁，竟然连爹都不认。生而不养，枉为人。当初我娘拿到休书的时候，罗家人可是说了，没有我这个儿子孙子，甚至连一片地都没有。我们全身上下除了一件衣服，其他什么都没有，就那样被赶了出去。谁又想过我们的死活？现在来说教我，已经晚了。艾福，你带着星阳他们回去吧。族长，我娘可是说了，艾福与我大嫂之间有事儿，就这样带着大嫂回去，明天指不定传出什么呢。行了，这种事情不会再发生，也不会有人说艾福与王氏之间的事情，你们快回去吧。族长，我今天相信你，若是这事儿以后传出来，我做出什么不理智的事情，您可就不能怪我了。罗六气得在院子里说不出话来。罗长生上前将罗六叫进屋子里，狠狠地批评了罗六一通。你们将星妃送到别人家去当小的，这事儿在村里已经传成了笑话。王氏那是星妃的娘，哪个做母亲的能看着你们将人送进火坑啊？话也不能这么说，星妃也是我们的孙女儿。虽然她嫁人时做小，但过去之后吃不愁穿不愁，再也不用吃苦受累了，有什么不好？好什么好？你们真是，王氏能冲过来打人，证明他真的是气急了。你们做事情太过分了。你的意思是王氏冲过来打人，打就打了？你们难道没动手？我看王氏身上的血可比弟妹身上多。今天就这么算了，背叔知道过来又带拐棍抽你。有些事情不要做太过分，王氏身边还有2个孩子呢。艾福不是软性子，有时候只是顾忌着你们是当爹当娘的，有些情分用完了，恐怕连陌生人都不如。大伯娘，有些阻止不了的事情您就别想了。星妃姐从小被她带大的，现在星妃姐一心就想嫁出去当个被人伺候的，吃穿不愁。您现在去说什么，在星妃姐眼中就是阻挡她的幸福，阻挡她的路。是啊，我以为星妃会不愿意，没想到她是愿意的。当初生下星妃，我就不应该因为星妃像她，被她带过去养着。这都养成了什么呀？大伯娘现在什么都不要多想，个人有个人的福气。星珍姐现在很努力，星阳哥也很努力，他们都有自己的造化，以后日子总归会越来越好的。第二天依旧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罗星磊去了林宅，林峰的治疗很有效果，大腿现在已经有感觉了，但重要的还是小腿，小腿萎缩得非常厉害。林爷，接下来我们可能要施针进行治疗，但最后的结果我还不能保证。随你。来庆堂关门了，你知道吗？不知道。他最近很忙，没有空关心别的事情，但来庆堂的事情是他一手操作的，想必来掌柜的不会落下什么好下场。在林家待了一上午，下午去铺子转了一圈，没什么事儿，他就回去了。小磊来啦，快过来，外面冷不冷啊？不冷的，太奶奶今天看着心情很好啊。你嫂子这2天就生了，家里又要添备人，我这心里啊自然开心。是好事儿。我刚才进来的时候没有看到星一哥，这大冷天的他们干什么去了？去划地了，先圈出来，我准备也像你家一样，专门盖个院子，用来养些猪鸡鸭。你文伯父说现在很缺这些呢。我们也是听文伯父说很缺肉，我爹就想着养一些，这样以后也能卖些钱。挺好，我们呢也打算养一些呢。小磊，你过来是有事儿？怎么感觉心不在焉的？有点事儿。
我想找星一哥帮我个忙。我大哥二哥都没时间，我就想着星一哥能不能陪我进一趟佑山。进佑山干什么呀？憨憨好几天都没出现了，我怕他出什么事儿，想进去佑山找找。等你矮康叔回来，我让他陪你去，不过可不能进太深，在外面找找就行了。憨憨不是挺聪明的吗？肯定不会有事儿的。我就是有些担心他，想进去看看。一会儿等你星一哥回来，让他陪你去。娘，还是让爱康跟着一起去吧。奶，娘，一会儿让爱祖和星一陪着一起去。进佑山多危险呢，多一个人也能壮壮胆。行了，就让星一一个人陪小磊去，不会有危险的。不会有危险的，我不进去里面，就在外面找一找。没一会儿，罗家的男人就回来了。罗老太太说了，罗星磊来找罗星一去佑山。罗老爷子拒绝了孙子，不让跟着，还笑眯眯地送罗星磊与罗星一出门了。你找我是不是有事儿？没有呀，就是进佑山的事情。行，那咱快点走。你也知道的，你嫂子这2天要生了，我还有点紧张。不会有事儿的，星一哥可以放心。两人是真奔着佑山去的。到了佑山，憨憨早就在那里等着了，这是罗星磊早就安排好的，而且憨憨面前还放着一个鼓囊囊的荷包。憨憨，原来你没事儿呀，这几天不见，我还真担心你出什么事儿的。憨憨放了东西后就站在一边，眼睛眨了一下。不知道为什么，罗星磊竟然从他的眼神中看到了鄙夷，仿佛在说，分明是你让我来的，现在还装得挺像。小磊，这个鹰可真聪明。是呀，他可聪明了，还能听懂我们说话。这么多银子！罗星一上前，果然看到了很多银子。他这辈子都没有见过那么多的银子。罗星磊一直盯着他的眼睛看。罗星一在看到银子时，除了惊讶外，没有任何表情，更没有表现出一丝的贪婪。星一哥，这是憨憨带回来的，不如我们分了吧？那是你的鹰，他给你的东西是你的，我只是陪你过来走一趟。行了，看到憨憨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天色不早了，再晚些就该有危险了。可是星一哥陪我走一趟呢。你还叫我一声哥呢，咱俩还有血缘关系呢。行了，快回去吧，别磨蹭了。憨憨他跟你回去吗？跟我回去的。财不露白，回去将东西交给我扶叔扶婶，千万不能自己拿着，你一个小孩子拿着不安全。知道啦。行了，快进去吧，我就回去了。小磊，你星一哥怎么送你回来的？我今天下午去试探星一哥了。星一是个好孩子，嘴巴也挺严实，人品极好。是这样，星一那孩子啊，可是我们看着长大的。爹娘，原谅我的不得已，铺子是咱家的，我也不想以后有别的麻烦。而且现在试探出了人品，以后他去铺子帮忙，我也不会亏待了自己人。希望星一哥以后能理解。你这傻孩子，我和你爹没生气，就说你星一哥这人还行。这些年五爷爷家与咱家走得不近，这具体的也看不出来，还是试探一下比较安心。若不行就不要，若是可以就问问他们的意见，到时候可以去帮忙。都是自家人，以后出现不满的事情也不太好。我只是想防患于未然。你这样做是对的，不过你打算怎么跟你星一哥说去铺子帮忙的事情啊？这事就交给文伯父了，若星一哥合适，剩下的事情就让文伯父去说吧。你这可倒是给你文伯父出了一个大难题了。现在村里啊，还没人知道艾文哥在县里管事儿。若是以后知道了，恐怕少不了要让艾文哥帮帮自家孩子。
哎，到时候啊，可是要得罪村里人。娘，这事咱们自己不说，文伯父不说，新一哥不提，谁会知道呢？说的也是。接下来几天，罗兴磊一边时不时地看一下铺子的生意，在药铺做堂，然后每天都需要去灵宅为林峰施针。爷，小姐，兴平少爷来了。我二哥今天不是应该在学堂吗？怎么过来了？小磊，快跟我回去。二哥，是家里发生了什么事情了吗？是星一嫂子要生了，难产，生不出来。问婆说不行了，罗大夫也去看了，说恐怕凶多吉少。太奶奶就派人找你，他们都找不到你。想到你在灵爷这里，但没人知道灵宅在哪里，就去学堂找到我。走，我们快回去。爷，要派人过去看看吗？无忧不是跟在小磊身边，让无忧跟着去看看，有需要再开口。是。哎，小磊啊，快，你快进去看看，你太奶奶在里面呢。好。爷爷，小磊只是个孩子，这星一媳妇在里面呢，你让小磊进去，这不行啊。现在能救愉悦的只有小磊，但这事儿你们不能传出去。小磊呀，你可算来了，快给你嫂子看看。小磊，快出去！吴奶奶，我是来救愉悦嫂子的。见到炕上的血，他便知道是大出血了，手已经从包里拿出了针包，连鞋子都没来得及脱，一把掀开被子，立刻对着愉悦身上就开始下针。嫂子，难产大出血，我现在能施救，但最后结果不好说，我不能保证。丫头啊，你有几成把握呀？6成。我和你爹就是小磊给调理的身体，他医术很好，我相信他。这事儿让新一拿个主意吧。娘，现在就死马当活马医吧，小磊能救就救。小磊，若是最后实在不行，就救你嫂子，保大人。太奶奶，你们出去吧，告诉我二哥，让他去灵爷那里找无忧过来给我帮忙。我没有出去前，谁都别进来。我们留下来帮忙不行吗？吴奶奶，你们还是出去吧，我一定让嫂子好好的。不用去了，我来了。小磊没出来前，谁都不能进去。你们都该忙什么忙什么去吧。太奶奶，小月真没事儿。放心吧，小月一定会没事儿的。你们要相信小磊。好。过了没一会儿，无忧拉开门出来，手上端着满是血的盆儿。端点热水来。好。姑娘，里面怎么样了？小姐正在救治，大家等着吧。想到罗兴磊开刀从肚子里动作利索地取出来2个孩子，他到现在还是有些心有余悸。这也不知道怎么样了，小妮，要不你进去看看？小姐说任何人不能进去。大伯娘别担心，小磊会想办法救小月的。上次治瘟疫就是小磊治的，你可以相信他。是他？是小磊治的。这孩子怕麻烦，所以有些事情不愿意说出来，都是保密的。好。突然屋子里传出孩子的哭声，罗家的气氛瞬间变了。大家在听到孩子哭声高兴的同时，心都提了起来。罗兴磊当真没什么力气了，只对着门口说了一句：进来吧。几人进去就看到愉悦躺在炕上，身上盖着被子，看不出来什么。怎么样啦？母女平安。是2个闺女呢，还是一对儿，小月也没事儿，真是太好了。罗老太太看着2个小小的婴儿，笑得眼睛都眯上了。听听这哭声，以后肯定是个有出息的。关小妮也很开心，但有些担心罗兴磊。
小磊，你没事吧？脸怎么这么白啊？没事的娘，我就是累了一天，没吃饭，有些饿了。让你爱康婶子去做，今天大家都没吃饭，多做点儿，一起吃。嫂子现在还不能动，这些日子需要好好养着才可以。2个宝贝伯娘照顾得很好，给你看看，都很乖。刚才喝了点羊奶，睡着了。嫂子现在还不能动，我现在要去县里，回来的时候给你带药回来。去了县里，林峰已经听了无忧的汇报。剖腹取子，一般人倒是不敢，你胆子挺大。比起一命呜呼，我宁愿冒险一点，没准人就救回来了。我倒是有些好奇，你师父是个什么样的人？师父他老人家云游去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以后有机会见见。我还需要回去看看嫂子，这2天除了过来施针，恐怕不能陪着灵颜了。正事要紧。小磊，这要多少钱呢？没多少钱，祖伯娘，快去给嫂子熬了吧。没多少钱也要给的，我先去熬药，一会儿你祖伯父回来，我让他将银钱给你。瞧瞧这小眼睛小嘴巴。是呀，嘴和星一小时候真像。太奶奶，吴奶奶。小磊呀，你嫂子的事儿当真是谢谢你了，要不是你，这大人孩子恐怕都保不住了。吴奶奶都是自己人，没什么谢不谢的。昨天我和你爹说去找小磊，你们还不让。我和你爹的老毛病啊，可都是小磊给治好的。这不是以前不知道，现在知道了。没想到小磊这么厉害，昨天稳婆和罗大夫说不行，可是给我吓坏了。谁说不是呢？佛祖保佑着我们呢。小磊，这次多亏了你，以后有什么事情你就跟哥说。还真有个事儿，不过最近嫂子身边需要你，等嫂子恢复的好些了，你再来帮我好啦。第2天是坐堂的日子，因为来掌柜在背后使坏，罗兴磊本想让吴晨直接去杀了来掌柜，但后来想了想，又觉得那样便宜了来掌柜，于是派人去给娄家送消息，理由很简单，娄少爷的命根子是来掌柜故意派人做的。只这一个消息传出去，来掌柜跳进黄河都洗不清。因为当时人就在来掌柜家里，娄家派人查了许久，也没查出来是谁做的，罪名就定在来掌柜身上。娄家与方家一起对来掌柜出手。前天来掌柜死了，果然做坏事是有报应的。没了来掌柜，就少了一个小人在背后总惦记着。小梅，你进去看看小磊怎么了，平常他可是从来不迟到的。小磊，起床了。呀，发烧了，小磊发烧了。我去打水给他擦擦。现在城门还没开，要等等，一会儿我去县里拿药。我跟大哥一起去，到时候大哥去酒楼，我拿了药回来，时间够。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了，一直烧下去可不行，咱去县里找人吧。一路到县里，第一时间就去找李兴。早上拿回去的药没给吃啊？吃了，吃药的时候还没这么烫，吃过药之后也就1顿饭的功夫，比之前还烫了。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儿，昨天晚上就说有些累，早早就回去休息了。早起几个孩子要去锻炼，就叫不醒了。可是把脉之后他愣住了，摸着身上非常烫，可是脉象平稳，没有一点点事情，而且就像是睡着了。怎么样了？身上虽然烫，可是脉象没问题，很健康，就像是睡着了。这可怎么办呢？现在只能找别的大夫过来看看，只是我这药铺有小磊撑着，现在叫别的大夫过来看病人，他们定然会说我这边的神医为何不出来看诊。明白明白，
爱福，咱将小磊带回宅子，然后再请大夫过来看看。爷说带小姐去灵宅，那边已经去请大夫了。哎，好。于是罗兴磊就被带到了灵宅，人刚刚安排进屋子躺好，请来县里的大夫就已经进来了。这种情况还是求求李大夫，看看李大夫那里的神医能不能过来。是啊，除了李大夫药铺的神医外，还有来庆堂的神医也可以请过来。这种症状我们没有见过。到下午的时候，罗兴磊身上还是那么烫，没有一点点退烧的痕迹。关小妮都已经哭了好几场了。第二天，来庆堂的神医被请了过来，可是到头来的结果与别的大夫诊出来的一样。娘，温度一直不降，外面挺冷的，不如将小磊带到外面，先看他温度能不能降下来。这倒也是个办法，先让温度降下来，然后考虑其他的。林峰在房间门口看着也是干着急，关小妮站在雪地里，眼泪哗哗地流。突然林峰看到罗兴磊手上的镯子，轻声问：这丫头手上戴的是什么？是镯子，很漂亮的一个镯子。当时怕被奶看到了，小磊不想让人知道，最后我们就找了布给缠起来了。镯子？哪来的镯子啊？关小妮上前轻轻解开了罗兴磊手上缠着镯子的布，红得妖艳，在漫天白雪中特别漂亮，而且镯子冰冰凉凉的，入手很舒服。远远的，林峰只看了一眼就知道这镯子不是凡物。还是给小磊缠起来吧。镯子上冰凉，等小磊醒了再缠吧，没准这镯子也能降一下他身上的温度呢。要不还是进屋吧，小磊身上都是血水，这温度也没有降下来。求！罗爱福上前就要抱罗兴磊，关小妮突然僵住了，她摸到罗兴磊的身子从手腕处开始慢慢的往上移，温度正常了。快进屋，温度降了。此刻罗兴磊更像是睡着了，身上温度正常，双目紧闭。李兴上前为他把脉，没一点问题。还是像睡着了。先看看情况再说。因为温度降了，晚上众人吃了点饭。关小妮与罗爱福陪着兴磊，其他人也都在灵宅住下了，大家都回去睡了。罗兴磊终于醒来了，自己明明是在家里睡的，怎么起来时就到了灵宅？而且家里人看着他都无比的激动。怎么啦？你怎么样啊？有没有哪里不舒服？没有呀，我怎么了？你一觉不醒，而且高烧不退，好几天了，真是吓死人了。怎么样？你身体是什么问题啊？没事儿，很正常。灵宅的下人送上饭菜，大家坐在一起，终于好好的吃了一顿饭。罗兴磊感觉自己尤其的饿，吃了3碗米饭，不过他身上似乎比以前更轻快了。下午除罗新强回酒楼外，其他人都回去了。刚回到家，罗爱全2口子冒着雪带着孩子来了，看到罗兴磊没事儿，放心了。村里其他人都不知道，因为罗兴磊出事之后，罗爱福让罗爱全帮忙照顾那些猪、鸡、鸭，又赶上下雪，大家因天冷没有人出屋子，所以没人知道。爱祖哥和星一也跑好几趟了，你们都不在，我也没敢说是小磊出事了，就说你们一家都去关家村了。是不是星一媳妇出什么事儿了？没事儿，我让李秋进去看过，于月没事儿，也不知道爱祖哥和星一找小磊什么事儿，现在回来了，让小磊过去看看吧。小磊，娘陪你一起去。好。2人还没出门，王氏与罗新真就来了，同样是看罗兴磊来的。罗新阳一直跟在李兴身边，所以早早就知道结果了。寒暄几句后，关小妮与罗兴磊2人一起去罗武家。娘，以后我若是再出现这样的症状，你们别着急，不用管，时间到了我自然就好啦。刚才在回来的时候，他已经找到原因了。
因为空间升级了，他的昏睡与空间升级有关。啊，小磊啊，你这身体真的没事吗？当然没事儿，我之前忘记告诉你们了，这是正常现象。我师傅给我吃了排毒丸，但是每次排毒的时候就会如同睡着了一般，其实一点也不碍事儿。当真？当然是真的，这事我还能骗你不成吗？师傅专门给我配的药，你有没有发现我醒过之后有什么不一样吗？关小妮细细地看着罗星磊，突然发现闺女这一觉醒来变好看了，似乎还白了不少。哟，还真是有变化。这就是排毒的原因，所以下次如果没有意外，您就不用担心，也不用管我。时间到了，我自然就醒来了。睡一觉就能排毒？师傅是这么说的，不过也可能是其他情况，但这个不好说了就。罗星磊一副我也不太懂后面会发生什么的样子，他心虚呀，谁知道空间升级以后还会是什么样子啊？行，娘知道了，这次可真是吓坏我们了。你若再不醒啊，你干爹都打算带你去别的地方看病了。我这不是醒过来了吗？两人说说笑笑的进了罗武家。小磊呀，小磊呀，你这丫头是不是出什么事儿啦？没有呀。瞎说八道，你肯定是出什么事儿了，不然怎么可能2天都没过来呢？我让人去找你，爱全说你们一家去关家村了。你新一哥去过关家村，你们没去那边。是出了点意外。罗老爷子上上下下的打量着罗星磊，见他也没有缺胳膊少腿，身上也没伤，这2天不见，似乎比以前还好看了呢。你这丫头哟，这2天可真是吓死我们了。太爷爷、太奶奶，真是对不起。没事儿，我们就是担心你。现在见到你没事儿啊，我们也就放心了。太奶奶，我不会有事儿的。您往后若是见到我好几天不在家，也不用担心。行，太奶奶知道啦。小磊，去看看你嫂子吧，你哥担心你嫂子身上的伤口。小妮儿啊，你留下来吧，陪我说说话。好。不管孩子有没有本事，能养这么大就是咱自己的。你明白奶奶的意思吗？关小妮惊恐地抬头看着罗老太太，她听出来罗老太太话中的意思，脸都白了几分。看来奶奶猜的是对的。你娘啊总吵着说你将孩子换给关家了，是真的？慢慢的将当年发生的事情说了一遍。辛苦你了，孩子。小磊既然能被你捡到，你们就是有母女缘分的，好好待他。这事儿爱福他们都不知道吧？那就先别让他们知道了。爱福心疼你不会说什么，你娘肯定会怪你。是。奶奶，您是什么时候知道的？那次你娘将你们家的锅、布、衣服都拿走了，小磊跟你一起来找我，给你们讨公道的时候看出来的。罗家祖祖辈辈都是在村里长大的，你们关家也是在村里长大的。咱自己家的孩子啊，没有小磊那么聪明的。那孩子在你身边养大，模样上倒是有些随了罗家人，但气质不同。不过你可以放心，嫁进老罗家一辈子，我深知老罗家人的本性，所以能看出来，其他人不会看出来的。这2天呐，你们都不在，
我猜出来可能是小磊出事儿了。今天跟你谈这些，只是想让你知道，带回来了就好好养着，他姓罗，就是咱罗家的孩子。我明白，我呀很喜欢小磊这孩子，说话办事儿一点不像个孩子，反倒是像个大人，考虑周全，处处为了家里人着想。你爱文哥回来跟我说了，说实话，我也得感谢小磊才是。这事儿啊就翻篇了，以后不再提了。你懂奶奶的意思就好，女人在一个家里起着绝对的作用，这个家和谐不和谐，全看这个女人了。我懂。咱俩也过去看看于月，那2个小丫头可招人稀罕着呢，长得一模一样。那天你大伯娘不知道，硬是给老大喂了2次奶第2次的时候还非说，这老二怎么不愿意吃东西呀两人进去时，罗新磊正在逗孩子。娘，你快看看，能认出哪里不一样吗？衣服不一样。娘，你耍赖！我让你看2个宝宝长相哪里不一样。看还真是看不出来哪里不一样。那天你明嫂子给2个孩子穿了一样的衣服，我还抱起来给孩子喂了羊奶，结果给老大喂了2次。第2次我还说这老二怎么不喜欢吃，结果老二啊就在边上饿得直哭呢。在罗武家待到了天黑，罗新磊与关小妮这才挽着往回家走。娘叫咱们过去一趟，中午你可能还要给做饭。怎么了？那边是有什么事儿吗？有人给大哥介绍了一个，今天过门。今天过门？还有个事儿，前天的时候兴飞已经被接走了，当时我们都在县里不清楚，听说当时是马车过来接的，村里家家户户都收到了糕点，大家都知道兴飞被接走了，这也算是出嫁了。当时我们不在，也不知道大嫂这2天是怎么熬过来的。昨天过来也就问了小磊的事儿，我瞧着他脸色不太好，以为那天因为兴飞的事情还没缓过来呢，没想到。中午你们要过去吃饭吗？去。罗新磊不想吃饭，但是他想看热闹呀。给他大伯父娶媳妇儿，也不知道谁家的姑娘这是瞎了眼了呀。几人说说笑笑的去了老罗家。关小妮看到2人也没有诧异，宋氏看到了，很不客气地指使罗兴磊与罗兴梅干活。小沈，您在这里忙，弟弟呢？与小叔抱着呢。我刚才没看到小叔抱弟弟，我和姐去看看。小磊，咱真不去给帮忙？不能帮，他看咱俩原本就不顺眼，你现在去给帮忙了，回头该说咱俩在厨房是为了偷吃。我今天过来可是没打算吃饭，就是为了看热闹的，所以我就要去帮沈抱孩子。那娘挺累的。怕啥？我刚才看到饭都准备差不多了，只要吃过饭，咱就叫着娘往回去，到时候剩下洗碗的活，恐怕就是新媳妇的事情了。咱这样做会不会不太好啊？毕竟这人才来。今天不这样干，以后也要这样干的。新媳妇进门，明显就是要伺候老的少的，咱奶是什么样，你又不是不知道。让冬天用冷水洗碗，不就是嫌弃浪费柴火吗？之前咱娘都冬天洗过碗，我这不也是让新媳妇提前适应一下，也不知道哪个才是。我刚才看到好几个女的，不敢确定，进去看看就知道了。二哥，看出来了吗？哪个是新媳妇儿？正在与他说话的那个就是新娘的亲娘。这是新娘的亲娘？那新娘多大呀？听说才25。二哥，没细看，咱抱着小叔家的儿子回去呗。娘，大伯娘那边怎么样啊？
挺好的，牛家的事情你大伯娘知道，也知道今天牛芷宁进门没什么反应。大伯娘想通了就好，人已经进门了，自己过自己的日子才是好的，其他的事情不多想也挺好。你大伯娘说现在日子她挺满足的，不用再听别人颐指气使，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大伯娘家日子会越来越好，过自己的就行。晚上，罗新磊是自己屋，终于有时间进空间了。他闪身进空间，看到空间的变化，笑得嘴都合不上了。空间之前大约也就几百平，现在足有上万平，草药也多出来不少。之前的几间屋子现在也有了变化，成了一大排，每个屋子门口都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是干什么的。这次书房与药室是分开的，他先进了书房，里面足足有3大排书，满当当的全都是医书。学医之人看到这些，心情自然是激动的。随后他又去了药室，药室的药案更大了些，一边的药架与药柜也大了，药柜多出来一组，上面写的药名，有些他认识，有一些他不认识，而药架上面的瓶子倒没什么变化。他出了屋子，去了另一侧，就看到有不少水果树，也不知道怎么长的，竟然连热带水果都有，上面结得满满当当的，全都是水果。还有多出来的地是空的，部分是他之前种的菜，看着特别的新鲜。吃过之后，他这才带了面纱，先去了铁铺，将自己画的炉子给了铁匠，问能不能做出来。铁匠表示可以，但肯定很慢，价格也高。罗兴磊细细问了价格后同意了。炉身好做，烟筒可就不好做了。最后罗兴磊让他们先做炉身，烟筒后面再说。这个可不可以做出来一个模具，然后将铁熔成铁水后直接灌进去，等成型之后再拿出来？小姑娘，你只要一个，这模具制作出来也很麻烦，到时候我们也没有其他的用处啊。老板，要不我们做个生意如何？什么生意啊？罗兴磊想了想，干脆拿着自己的图开始给小老板讲解这个做出来之后是什么样的用处，然后又讲了烟筒和炉子等用处。小老板听得那叫一个眼冒金光。好呀好啊，可以做个模具，到时候大量做这些。你别看我铺面小，但是活可不少，我们家在县里也是有些名气的。这样极好。你过2天再来看，我这2天先把模具做出来，做一个出来看看。好。你身体怎么样了？没事吧？没事儿，这不是已经好好的站在你面前了？没事就好，你可是吓死我了。知道你身体不好，我这也离不开，没办法去看你。文伯父不用担心，我没事儿。文伯父是常卖的太多做不出来吗？是，做不出来。这冬天了，屋里放了炭盆，还是冷，而且灌肉也很慢，都需要时间。马老板那边生意也好，需要的量也大，每次出来我都给咱留出来一半，马老板那边给一半，就这也是供不上的。两人说着就进了后院的一个屋子，屋子被打通了，能看到下面的人在忙什么。有40、50岁干活利索的，也有20、30岁的，不是在洗肠子就是在灌，而且灌肉当真是特别麻烦。文伯父现在能做出来多少就做多少，别让他们用凉水洗，多买些炭。这事儿我回去之后想想办法，肯定有解决办法的。暂时就这样，少赚点也没关系，人重要。好。文伯父几天没睡了？睡了，就是做不出来东西，睡得少了些。这里我要盯着，不盯着我怕下面的人出岔子。上一次我跟星一哥说了让他过来的事儿，当时嫂子没生，星一哥不愿意过来。现在嫂子生了，今天我回家再找一次星一哥，他若愿意过来，可以跟文伯父换着休息。这样也好，你星一哥人机灵，我也放心。
新一哥过来也要先开始学，先学会这些东西怎么做，然后再让新一哥管事儿。到时候文伯父就有其他事情忙了。与罗爱文又聊了几句，他就走了。给林峰的治疗之前没有中断过，这次因为他空间升级的原因中断了，他需要过去看看。到林宅时，林峰在屋里，因为林峰身体不好，所以屋里放了好几个炭盆。要先停了吧，我再找找其他办法。这2天我要回去了。爷身子不好，这边天太冷了，往年这个时候我们都去别的地方过冬。过年的时候回来吗？不回来了，年后回来。什么时候走啊？准备一下，一会儿就走。这么快？不快了，爷担心你一直在等，要不早就离开了。等林爷下次回来时，我定然会找出来办法医治你的腿。我相信你，不过也别逼自己太紧，该干什么就干什么。无忧和无尘是你的人，若有消息想传给我，就让他们传。好。离别总是伤感的，林峰特意等着罗兴磊，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与罗兴磊告别之后，就上了马车离开了。看着马车离开，罗兴磊心中很酸涩，很难受。娘，干爹走了。回去了？干爹的身体受不了这么寒冷的天气，若是以前早就离开了。今天为了等我告别，见过我之后，交代了2句便走了。你干爹这也是有心了，将你当成亲生女儿养，身体不行定然要去暖和一些的地方，过完年就回来了吧？说是年后回来。最近你2哥都有空，好好练练你的棋艺，等你干爹再回来，看到你棋艺长进，也会很开心的。我还有别的事情要干，以后倒是可以抽出来一些时间用来下棋。娘，咱家桶漏了，我刚才打的水走一半全都洒没了。罗兴磊看到桶时眼前一亮。明天我想去你外婆家，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好呀，好久没见外婆了。那就别不开心了，年后就能见到你干爹了。不是，我不是因为这件事情不开心，我只是想做的东西一时没想好用什么做。什么东西啊？罗兴磊就将自己画的图给关小妮看，然后还讲解了一番做什么用的。最后关小妮嗤笑，用咱家坏了的水桶改一下就行了，你今天一早出去就因为这个啊？罗兴磊有些囧，他习惯了去找铁匠，忘记了工头也是可以做的。娘，咱今天下午就去外婆家吧，我想见见外婆家村里的那个木匠，问他能做不。冬天走得慢，到了关家村时天都要黑了。谁呀？三嫂，是我。哎呦，这天寒地冻的，你们2个是走了多久啊？走得慢，耽误了些时间。是冷，快进屋上炕暖和一下。娘，小妹来了。怎么这个时候过来了？是出什么事儿了？没有，我原本想着明天过来看看娘的，小磊要今天过来，我们就过来了。行了，快去炕上坐着，暖和暖和。罗兴磊就说了自己的想法，还将画的纸给关山年看了。关山年一看，这简单呐，外公就会做。真的吗？这有什么难的？很简单，去木匠家，我跟他说。谢谢外公。跟外公还说什么客气话呀？做一个很快的。外公，一个肯定不行，暂时先做5、6个吧。有这么多啊？外公，这些都少了，急需要5、6个可以缓一下，后续还得做，到时候看看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改良一下。好吧，外公也不懂你这些，你说需要就需要吧。有关山年在，很快就跟木匠谈好了。对木匠来说很简单的一个活儿，
关山年提出来明天就要做出来时，木匠也是为难了一下，但看在关山年的面子上，也只好点头应了。星一哥，你上次说我提什么要求你都会帮我。当然。我今天要去趟县里，有个东西要送过去，星一哥陪我去吧。好呀。到了县里，罗星一也没问。实在不好意思，今天真的没有了，明天吧，明天我一定给您留着。麻烦罗掌柜了，我家少夫人就喜欢你家的茶，这还有身孕，吃不到东西，心里就跟猫挠一样。明白，明天我单独给留出来，您过来后我就拿给您。罗爱文擦了擦额头上的汗，这才上前跟罗星雷打招呼。看到罗星一也跟着过来，脸上笑容跟朵花似的。星一，二叔。文伯父，现在有剁好的肉吗？用这个试一试，灌肠可能就方便多了。于是罗爱文与罗星磊亲自动手试，将肉放进容器里，上面有一个与容器一样大的圆木板，木板的中间有根粗又高大的木头支撑，一边一个支点，上面有个长棍儿。罗星一站在一边握住长棍儿，利用支点轻轻往下压，放在容器上面的圆木板就会下沉，容器里面的肉就会一点点地从下面专门留的圆孔里出来。好东西啊，好东西，有了这个速度可就快很多了。艾文叔，就先用这样一个吧，回头另外几个做好了让送过来了，到时候可以减少人工，大家也不用这么累。是，这东西是真好用。星一哥，让你留在这里帮忙，你可愿意呀？愿意。那今天星一哥是先跟我一起回家，还是留在这里？估摸你要跟家里说一声才行。我还想留下来看看，下午我再回去。行。回到家，关小妮看到两人拿的棉花和布，就知道是罗星磊的主意，便也没说什么，可孟氏就感动了。她嫁得挺好，关家虽然不是特别富有，但也不是很穷，平常也是能吃饱饭穿暖和。可是孩子出生后，从来都没有穿过一件新棉花的棉衣呢。小妮，你放心，我和你三哥回去后好好干，赚了银子就还给你。三嫂，你这是干什么呀？就几件棉衣不至于。再说孩子们过来住，该指使他们干活什么的，我也是不会手软的。让他们干，别惯着。行了，三嫂啊，你可别这样了，这可是高兴的事儿，你也别想着给我银子，这些也都是我的侄子侄女儿，给他们做一身新衣裳也没什么的。谢谢。三嫂，咱俩可要抓紧给他们做了，早早的做好了，也能早早穿上衣服，就不用受冷了。等开春了，咱也多养一些，和二哥家一起养，到时候可都是钱。养那么多，万一回头卖不出去可怎么办呢？不会的，艾福都说了能卖出去，就肯定能卖出去的，放心吧。三嫂回去养吧，到时候肯定能卖出去的。那好，回去之后咱也借点银子，盖大些，多养点儿。第二天他去县里，直接去铁铺。哎呀，你可来了，东西做好了，咱进去看看。这个我便拿走了，这东西出来要先使用，让别人知道东西的好，回头你这边生意可就好了。上次你说合作的事情，怎么个合作法？这东西寒冷的地方能卖，尤其大户人家，不如你来做，我来卖，到时候赚的银子咱俩分。行，那如果有人来找我买怎么办？那就卖呀，有生意还不做吗？卖的银子归你。哎不，我也不能亏了你。这样吧，卖一件炉子，除去成本，还有我这里的工费外，剩下的钱咱俩分。也行，我3你7。这样你很吃亏啊。吃点亏，交你一个朋友，值了。好，我也交定你这个朋友了。这炉子
你怎么带回去啊？帮我送到人机药铺吧。行。娘，太爷爷的寿辰是哪天呀？我刚才听小叔说的。还有4天，之前咱和你奶在一起，不送东西过去啊没什么，现在分家了，还是要送东西过去的。哎，也不知道送些什么好啊。4天时间做衣服来得及吗？再加一双鞋子。这要做也不能只做1身，你太奶奶也要做的，2身衣服时间是紧了些，要3个人做啊，可能还赶得及。那就叫小婶娘过来一起帮忙，再叫大伯娘一起，2身衣服2双鞋子，再让我姐和星珍姐她们绣个花。今天中午你们别走了，就留在家里吃饭吧。无名3人没敢说话，眼神都看向了罗兴磊，后者有些无语。这事儿想留就留下来呗。我娘都说了，你们就留下来吧。羊被杀了，羊皮都被吴晨给处理的那叫一个干净。扛着羊肉回家后，羊肉被分了一下，1只羊1分为2，半个送去了罗武家，表示这是给罗老爷子过寿辰准备的，剩下半个给贺家送了些。至于罗爱全2口子与王氏今天都过来了，不用送。倒是罗爱宝与赵氏那边让关小妮为难起来。罗兴磊动作利索呀，直接让无名将剩下的羊肉1分为2，一份留着今天大家吃，一份是给关家留的。什么赵氏与罗爱宝家，罗兴磊连理都不想理。这期间炉子做出来时，罗兴磊就先给马前进的酒楼送过去几个，放在大厅里，来来回回暖和不说，主要是还能烧水什么的。壶也是按照罗兴磊画的做出来的，很是实用。炉子做得慢，小老板给自己家里留，罗兴磊给王氏家罗老太太与罗老爷子那里送去一个，自己铺子里留一个，还有关家也送过去一个，来来回回就好几个送出去了。其他县里想买炉子的，直接在马老板那里登记，有制好的炉子，小老板派2个人给送过去，安装好再收银子。这2个月可是赚了不少钱，大户人家用炉子的很多，炉子比炭盆省，比炭盆还暖和。我奶来了，身边站的是谁？你新大伯娘。这人呐，大白天的没人在家。娘，大嫂，你们来啦。二弟妹呀，你家可真是大呢。屋里坐吧。赵氏与牛芷宁进屋，就发现李氏、王氏在屋里，罗兴磊、罗兴平与罗兴孝也在屋里。一时间，新旧人第一次正面遇见，气氛有些尴尬。老大媳妇儿，看到没有？这孩子还是要好好教，都不知道叫人，没礼貌。娘，这孩子大了，可能越长越羞，不好意思叫人，你也别生气啊。给外人都能喝羊汤，我这个当娘的可是连味儿都没闻着呢。感情这是昨天吃羊肉的消息传出去，赵氏今天带着新媳妇儿过来找茬了。羊就那么大，宰了之后给大伯父家送了些，爷爷过寿辰要用，剩下的都煮了。昨天人多，我没往你那边拿。我听说贺家都分到了羊肉呢。家里没菜，菊婶总给我们送些菜过来，现在家里用的锅还是菊婶给的呢。有羊肉是要分些的。也不知道是因为有新媳妇在身边，赵氏想要维持自己的形象，还是别的原因，今天没发火。哎呦，说的也是，咱兴妃嫁得好，没少给家里补贴。我身上这衣服啊，是兴妃派人送过来的呢，好看吗？好看，你现在是他娘，孩子给你买东西也是应该的。姐姐哪里话，您才是兴妃的亲娘。说笑了，我只有兴琛和兴阳2个孩子。姐姐说的对，兴辉、兰兰、兴妃他们，我会好好照顾的。那是你们的家事。娘，你带着新大嫂过来，难不成就是为了给我们看看这银簪子、银手镯？
二嫂成亲早，没有就没有吧。我这才成亲几年呢，现在新大嫂都有，是不是应该也有我一个啊？可不能厚此薄彼啊。赵氏以前因为疼爱罗爱全，挺喜欢这个小儿媳妇儿，平常也是处处袒护。现在因为罗爱全与罗爱福一家走得近，他便记恨上了这个小儿媳妇儿。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新妃才有的，你想穿金戴银，直接将星宇卖了，想怎么花怎么花。哟，娘，您这话说的，星妃是您卖了呀？四弟妹话不能这么说啊，新妃在家时，娘最疼星妃了，新妃的亲事也是星妃自己愿意的。星妃成亲之后啊，娘想新妃也是整宿睡不着觉呢，怎么能说叫人卖了这样的话呀？四弟妹，这个你拿着，娘年纪大了，咱要孝顺娘，可不能因为身外之物起了冲突。新大嫂，这东西你还是自己收着吧，大哥对你的一番心意，我怎么能拿？志宁啊，叫你镯子好好收着，自己东西怎么能给别人呢？就跟男人一样，要好好看着。知道了，娘。我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你们二房眼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娘，您这是哪儿的话呀？拿我当娘，我和你爹还在这世上呢，你们有好东西都不知道孝敬我们两口。娘，这不是上次给您那边送了鸡肉过去，您骂骂咧咧说太少，我琢磨也不知道送多少合适，最后啊就干脆没送。你也别生气，养老的银子我们正在凑呢，过年的时候就3弟家4弟家给您，我们就一起给您。你家现在是条件好了，叫人盖了大院子不说，养了不少的鸡鸭猪，现在这烧水的炉子啊，我这老东西连见都没见过呢。这是新强拿回来孝敬我们的，娘，爱福没本事，这都是新强孝敬的，我们也不好拿过去孝敬您啊。这俗话说一辈儿管一辈儿，我和爱福能做的一定都尽心尽力的做，我也不能拿孩子东西去见花献佛，不是？怎么，我孙子拿回来的东西，我这老婆子就不能用啦？娘，您这是哪里的话呀？我也不是这个意思啊。娘不是一直最疼爱星辉吗？是啊，娘，星辉都孝敬您什么了？星辉孝敬您什么，我就让星强照一半来。关小妮在心里太感激李氏了。星辉现在还在学堂读书，他哪里有什么银子啊？娘，都是您的孙子，一个锅里吃饭的时候，只有星辉一个人可以去学堂。我们呢也没说什么，现在您看到星强能赚点钱，就想让星强孝顺您，这是我愿意。这孩子心里也不舒服呀。哎呦，娘，我对自己几个孩子可是一碗水端平的，我不能害了星强的心呐。这不都是你们闹的，没一个好东西。志宁啊，我们回去吧，看到没，这就是不孝的。都说养儿为了防老，我这么多儿子，也就老大对我好。娘，您放心，我和爱贵一定好好孝敬您和爹。娘俩一唱一和的往外走，到了灶间门口时，赵氏停下，抬头看到门上的那把锁，气得脸都青了。志宁看到没有，这就是恶媳妇儿，防着咱呢，灶间门都锁了。娘，咱回去吧，您想吃肉，我一会儿让爱贵去镇上给您买。还是你们孝顺。这话听着可刺耳极了，但是来了什么好处都没有捞着，屋子里的人倒是挺开心。关小妮脸色变了变，突然笑了。罗兴雷也松了一口气，正打算出去，王氏突然一口血从嘴里吐了出来。大嫂，大嫂，我没事儿，不用担心。气到了，没大事，吃点药就好了。大嫂，有什么可生气的？你现在就好好的生活给他们看，那些人就等着看你笑话呢，你倒下去才是随了他们的意。
一看那牛指宁就不是个好的，你看到没有？娘手一抬他就去扶着，还不是现在老太太手上有钱，要是没钱你试试？所以谁笑到最后啊，还不一定呢。这种好都是维持表面，现在是什么事儿没有，以后有事儿指不定是什么样的呢。所以大嫂你也别生气，好好顾着自己身体，其他的别想了啊。好在身边还有星阳跟星珍都是孝顺的，星飞与星辉，这俩孩子啊都被他奶宠坏了，你就狠狠心，不然一直这样下去啊，你这身子受不了的。看到他带那些东西，我不是嫉妒，只是想到那是用我女儿换的，我这心。大嫂，当时这事儿星飞他自己也愿意，你就别多想了。娘，你还有我和我哥，他们已经不是你的孩子了，不要想了。我和哥会好好孝顺你的，不就是银簪子和银镯子吗？过完年咱们也买，咱不比他们的差。傻孩子，娘不是因为那些东西，什么东西他都不在乎，只是放不下自己身上掉下来的肉，那是他的女儿。个人有个人福，有些事情我们左右不了，只能认了。今天明显是来找二嫂麻烦的，应该没想到大嫂会在这儿，所以牛氏当时是故意的。不过牛氏在大嫂身上也没讨到什么好。我还以为大伯娘被别人附体了，我喜欢刚才不被人欺负的大伯娘。啥样的？罗新磊就在一边绘声绘色的将刚才的情形讲了一遍。咱大娘、小婶儿还有咱娘都可厉害了。刚才我应该出来看看好戏的，错过了。快到下午的时候，罗爱福回来，还带回来一个好消息。白天赵氏带着牛氏刚回来，回去之后牛氏就说自己被气得肚子疼，叫了罗大夫过去看的，发现有身孕了。罗兴磊一家无语了，白天的时候还好好的，语言攻击可是很厉害，回去之后就气怀孕了。看样子以后这饭恐怕都是三婶做。现在你奶手里有银子，这都赶着往上凑呢，正常。要一直有钱才好。爷爷奶奶，这衣服料子啊是小磊拿回来的，做衣服和鞋子是我和大嫂四弟妹一起做的。这衣袖里有个寿字，是星珍和星梅他们绣的，我们的一番心意，希望爷爷奶奶长寿安康。最后在秦氏的建议下，直接给他们换上了新衣服，阳光明媚，新衣穿在身上，坐在阳光下十分漂亮。爱全，你爹咋回事啊？这个时候了还没来？我也不知道。快回家去看看你爹什么情况啊？哦。罗爱全刚走，罗爱文与罗星一两人一起回来了。这是那天罗兴磊知道后就跟他们说的，铺子里有时候也需要放手，不能一直看着。罗爱文与罗星一回来的时候，拿了果味的糖块和肉肠，糖在院子里给大家分了，肠被拿进屋里炒菜了。罗长生看到糖，笑眯眯地收起来，一个都没舍得吃，打算拿回家给自己孩子。是铺子里的，老板听说太爷爷今天寿辰，特意让我们休息半天，还给了东西让带回来。青衣啊，回去之后替我好好谢谢你老板，真是好人呐。您这是说给我听呢？爱全，怎么回事啊？说一会儿就过来。罗六与赵氏来了，身后罗爱贵与牛氏、罗爱宝与宋氏、罗星辉与刘兰兰，还有罗爱宝家的孩子全都来了。一行人进来，院子里明显瞬间尴尬了。爷奶，祝福你们，家里也没什么好东西，我们煮了红鸡蛋。爹娘，这是芷宁大早起来就开始弄的，这孩子有孝心，身子不舒服还非要亲自下厨去做，说这样才够诚意呢。都是好孩子啊。秦氏这时走了过来，伸手拿过牛氏手上的篮子，将篮子上面的布撩开，里面就放了2个红鸡蛋。罗兴磊就在罗老太太身边，
看到这情形都想笑了。爹娘，这是您孙媳妇亲自动手煮的，是留着一会儿吃，还是您现在就吃啊？一会儿吧。牛氏没想到秦氏会直接撩起布，赵氏的脸色也不太好看。只您找地方坐吧，你有身子，别老站着。这就开吃了。菜刚上桌还没吃呢，罗新强竟然回来了，手上还拎着2个坛子。新强，我都准备好酒了，你怎么还买酒？祖伯父，这不是酒，东家给的菜。听说太爷爷过寿，特意让厨房大师傅做的，还让我带了礼物。太爷爷、太奶奶，这是东家让我带回来的。东家本想亲自过来的，但临时有些事儿来不了。这怎么好意思呢？打开盒子，便看到里面一对玉佩，羊脂白玉，玉质细腻，阳光下非常漂亮。哎呦，这太贵重了！邢强拿回去告诉你东家，这太贵重了，我们不能收。太爷爷、太奶奶，这是东家的一点心意，您们不收，我这回去也不好交差啊。罗兴磊在众人围过去时，他没动，可是这会儿听到说东西太贵重了，他就慢慢走了过去。看到上好的羊脂白玉，他就已经在想着用什么给马前进回礼了。众人七嘴八舌地说着，罗兴强这东家好呀，还有人说这一对玉佩看着真漂亮等等。赵氏与罗六看到这么好的东西，双眼已经放光了，恨不得当着众人的面直接从罗老太太手上将盒子抢回去。罗兴磊身边坐着罗爱乐家的小女儿祝来一，比罗兴磊大1岁。祝来一已经站起来，给罗兴磊夹了1筷子炒肉肠放他碗里。妹妹，你吃什么跟姐姐说，姐姐给你夹。妹妹，这个很好吃呢。我小妹就这样，喜欢照顾别人。这是你爱福舅舅家的，叫兴磊。是的，大家都叫我小磊。小磊，我是来一姐姐，这是我大姐来米，二姐来豆，我哥来金。祝来一是个自来熟，拉着罗兴磊就说话，然后还各种将罗兴磊当成小妹妹一样的照顾。一顿饭下来，罗兴磊撑到了，主要是祝来一的照顾太周到，太热情，他真不好意思拒绝。娘，我今天不想回去了，我想留在外婆家跟小磊妹妹多玩几天。刚来就玩得这么好了？很好呀，我很喜欢小磊妹妹呢。娘，你就让我留下来嘛，外婆家还有2个小宝宝呢，我不会捣乱的。外婆，我今天不想回家，我要留下来跟小磊妹妹玩。外婆，我能不能留下来呀？我会乖乖听话的。来一，你想留下来，也要问问小磊有没有时间跟你这个疯丫头玩啊。有的，现在是冬天，家里又没活干，小磊妹妹个头才这么高，平常肯定没少被村里孩子欺负，我要保护她。行呀，你愿意就留下来。于是大家吃过饭后散场时，祝来一就留下来了。听说罗兴磊一个人住，晚上还非要去罗兴磊家住，这可是惹得罗家人哭笑不得。祝来一晚上真的到了罗家，罗家晚上还要吃一顿饭。关小妮做好饭后，祝来一特别不好意思地说：福舅娘，您不用特地因为我来了晚上还做一顿饭，这样被我娘知道，回家我要挨打的。也不怪祝来一会这样想，村里就这样，家里来了客人，一般情况下晚上就会烧一顿饭，表示对客人的尊重。来一姐，你不用怕，我们家晚上都有饭吃，老姑姑不会打你的。来一啊，快坐下吃吧，邢小说的是真的，我们家每天晚上都会吃饭。哦，那我就放心了，福舅娘做的饭真香。哼，香就多吃点儿。来一姐，你多吃点，我自己能夹到菜，而且我都撑了。啊，不好意思呀。来一啊，你不用管小磊，他自己会夹，多吃点啊。好嘞，福舅娘，你们家真好。吃过晚饭，祝来一要去帮着收拾，
关小妮没让，自己去了。罗星梅等人就在桌前开始认字的认字，练字的练字，看书的看书。小磊，这书里的字你都认识？有些也不认识，大多都认识。小磊，你好厉害呀，这么多字你都认识啊，真好。来一姐想认字吗？想呀想呀。那我教你。我可以吗？我奶说我可笨了，我娘也说我可笨了，万一我学不会。肯定可以的，星霄也笨，照样学会了。只要你有心，没什么事情能难倒你。好，我想认识米、豆、金、吉还有罗、爱、乐这7个字。罗星磊听出来了，这是他一大家的名字呀。于是一个字一个字的都给写了出来，并讲了一遍给祝来一听。祝来一一个个看过去，没记住的就再问罗星磊。然后整个晚上就拿着那张纸开始坐在灯下发呆。第二天，罗星磊起身时动静很轻，没有吵醒祝来一，与自家兄弟姐妹出去。哎呦，你们去哪里了？这一早就不见人了。福舅舅说你们去锻炼了。什么是锻炼呢？就是先跑步，然后再练拳。哦，那是什么？我明天可以跟你们一起去吗？好呀，但很累哦。没事儿，我不怕累的。吃过饭后，祝来一就不见了。罗星磊只是帮关小妮拿了个碗的时间，在家时找了一圈没找到人，出门正打算去找找，就看到祝来一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根棍子，不知道在地上划着什么。他上前刚想叫，就看到地上的字，是昨天晚上祝来一让他教的那些字，他全都认识了，一个个写了出来。虽然七歪八扭的不好看，但全是对的。他突然明白，这人昨天晚上为什么死活不愿意接笔，应该是怕浪费纸和墨吧。这个时期的人还是极省的，村里一般人家也不会给孩子多余的纸去浪费。看到这种情况，他又悄悄退了回去。小磊怎么样？找到了吗？找到了，在外面墙根下面学写字呢。怎么去外面了？多冷啊！叫进来吧。来一姐，来一姐。哎，来啦！今天天气很好，咱们要不要出去玩？我就不去了，我和新珍还有绣花呢。小磊，你是不是也有事儿啊？一会儿打算看书，不过可以陪你玩一会儿。咱去外婆家吧，外婆让我吃早饭的时候过去，我早上本打算过去，可是福舅舅和福舅娘不让，我要过去跟外婆解释一下。好呀。小磊，一会儿你在外面看书呗，晌午天气暖和也不冷。为什么要在外面呀？你家院子里都是石头，也没个地方可以练字，一会儿你在外面看书，我就在一边练字。不用在外面，就在屋里，家里有纸，你不用担心浪费。不行，我不能浪费那些纸。不浪费，只要能学到，这些纸就不算浪费。哎呀，昨天晚上在你福舅舅家和小磊住开心吗？开心呀，福舅舅和福舅娘可好了，晚上还有饭吃，小磊还教我认字呢，我现在会写自己的名字呢，还有大姐、二姐、哥，我爹我娘都会了。一晚上就认识这么多字，瞧给你厉害的。外婆，虽然你们都说我是笨丫头，可是小磊说只要我有心，没什么事情能够难倒我的。小磊身上可是有很多你可以学的优点呢。那当然，外婆，福舅舅家可好了，晚上待着很舒服，大家都在忙，我很喜欢。瞧给你乐的，你福舅舅家是挺好，你星强哥有事儿干，清平哥是个看书的，星梅绣花，小磊看书呀，小磊认识好多字呢。多和小磊待待挺好，能学到很多东西。一行人出去，今天罗武家的孙子全都到了，
那4个一天没吃饭一夜没睡觉的现在有些虚，但牢记太爷爷和爷爷的话，不敢再偷懒了。大家汇集之后也没有说话，就开始跑。一行人跑到半路，还没到停下来的时间，突然一声惊叫让众人吓了一跳。罗星磊听到是罗星珍的声音，慌忙往回跑。他现在在山顶，在半山腰的地方，隐约看到了罗星珍与罗星梅2个女孩正瑟瑟发抖。她们面前站着2头野猪，明显是饿极了出来找吃的。星梅、星珍，你们2个快跑，愣着干什么？小磊，一会儿我喊跑你就快跑，我跑了你们怎么办？罗星磊已经将空间里的匕首拿了出来。我是姐姐，你得听我的，我说过要保护你的。那可是野猪，你跑我前面，我也会努力往家跑。罗星磊一见野猪动了，情急之下用轻功直接冲上前去，手上匕首快准狠地插进距离自己最近的那头野猪脖子里，紧跟着就是一声划破天空的猪叫声，带着一种凄厉。罗星平学得早，年纪也大些，直接与野猪打了起来。罗星磊脚边的野猪已经倒下去，一抽一抽的血流一地。野猪凶残，但是身子笨重。罗星平虽然不能一下子打死野猪，但是身子灵活。罗星雷也没闲着，上前去给罗星平帮忙。罗星雷手上有刀，这次并没有一刀直接要了野猪的命，而是与罗星平2人练了起来。到山顶的吴明等人听到了山下有动静，下来就看到罗星雷与罗星平2人在与野猪对战。几人站在一边，时不时的提点几句。罗星雷与罗星平更加得心应手，罗星笑也在一边帮忙。最后3个人没用多大一会儿，野猪就不行了。这里血腥味太重，恐怕一会儿会招来其他东西，先换个地方吧。早上的训练是不行了，几人下山时天亮了，看着2头大野猪，一众人的双眼都在冒着亮光。星笑，你跑回家叫娘过来，拿个桶，这猪血要接着还能做血肠吃。哦，将野猪抬到村子中的那个大石磨那儿。二哥，你跑一趟跟族长说我们遇到了野猪，无名将野猪杀了1大头，村里人分一下。小姐，2头野猪您送给村里人1头，这头还是别说了，人都是有贪心的。这事等吴奶奶他们来了再跟哥哥们说吧。最后是无忧去罗武家叫来了人，最后秦氏再三叮嘱家里的几个孩子，出去外面就说1头野猪，不能说2头，知道不？奶为什么不能说？你要出去跟人说咱杀了2头猪，村里人不得跟咱将这头猪也分了？你那么馋，还想不想吃肉了？想啊，那刚才另外1头也应该留下来，咱就可以好好过个年了。煮肉的时候，那味道能飘半个村子，大家都分点儿，家家户户都做肉，就不觉得了。所以你们出去以后要将嘴巴闭紧了。奶，放心吧，弟弟们都知道，也不会说出去。于是乎，村里分猪肉，罗家男人们去了，被留下来的这头在罗星磊家的禽舍。这边地方大，而且当时为了方便打了一口井，洗起来也方便。罗兴庆去将罗星磊家的一口锅连到了禽舍这边，烧水烫毛收拾，大大小小女人孩子忙得不可开交。1个时辰后，罗爱福与罗爱全过来，才发现刚才一直不见影的女人们在收拾另一头野猪，还好有无忧与无尘在，收拾起来也快。快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猪才收拾好。这下可以过个富足年了。刚才那1头大野猪也给我们分了些，每家能分好几斤呢。就要过年了，几个媳妇儿明天都回娘家去一趟，给每家送3、4斤过去，也让亲家过个好年。有无名和无尘在，罗星磊让他们将肉分了，给罗爱春家分了10斤，李兴家10斤，马前进家10斤，
官家20斤，又给祝来一家分了10斤。小磊，你去县里干什么呀？去办点事儿。你跟我一起去县里，还是留在家里呀？小磊真的要去县里吗？长这么大，我镇上就去过2次呢。县里大吗？好玩吗？去了你就知道了。我们一人背一个背篓去。好呀。小磊，就咱俩吗？福舅娘不去？不去。怎么了？你胆子好大，一个人跑去县里，万一出事怎么办啊？娘，我和来姨姐去县里啦。晚上要是太晚就别回来了。小磊，我福舅娘刚才那话是什么意思啊？晚上太晚不回来，咱还去哪里住呢？来姨姐你就别担心了，肯定有地方去的。两人一路到了药铺后面，李青青在后门等着。小磊姐姐您可来了。哎，这个姐姐是谁啊？祝来姨，我表姐。来姨姐，这是李叔家的女儿李青青，长得真好看。来姨姐姐也好看。青青，今天你帮我照顾一下来姨姐，可以带来姨姐去外面街上逛逛。好呀好呀。来姨姐，咱一起出去玩吧。青青啊，小磊干什么去了？坐堂呀，很多病人等着呢。坐堂看病。在李兴家铺子吃过饭，罗兴磊、祝来一与罗兴阳3人就一起离开了。小磊，咱这样回去是不是很晚了？会不会有野猪出来呀？不回去，我们去住的地方。住县城里。来姨姐不用不习惯，凡事都有第一次。你们回来了。小磊，这是谁家呀？我们住这里好吗？来姨姐不用紧张，这里没人，这是我家的宅子。今天晚上咱们和我大哥星阳哥一起住这里，没别人。你家的宅子？可是你家……在村里不是还住茅草屋吗？后面的话祝来一没说，只是有些傻眼地看着罗兴磊。进到房间里，有炭盆在，祝来一感觉暖和极了。罗兴磊在给罗新阳讲一些药材，还有药材的效用，讲得很细。打量完房间的祝来一也坐在一边认真地听起来。小磊，这个药和你在回来的路上给星阳哥讲的那个药都可以缓解腹胀呀，为什么有些人可以用，有些人不可以用呢？来姨姐，我刚才跟星阳哥讲了什么？就讲了。祝来一将自己听到的全都一五一十地讲了。说完之后，屋子里其他3人看着他。我是不是说错了？没有，你说的是对的。来姨姐，你记性这么好，我说了1遍你就记住了。也没多好，就是刚才你给星阳哥讲的时候，我认真听了，就记住了。来一，你比我厉害。插曲过后，罗兴磊就讲了为什么同样都是治腹胀的药，有些能用，有些却不能用。祝来一也在一边听着，讲了许久，还讲了其他的。最后罗兴磊问祝来一记住没，没想到祝来一都记住了，这记性是真好。晚上祝来一与罗兴磊一个屋里睡的，第一次睡床，而且身上的被子下面铺的都是好的，连个补丁都没有，这让他身上如同有虱子在爬一样，全身都不自在。来姨姐，你怎么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我就是这铺的用的都太好了，我不习惯。慢慢就习惯了，总要往前看。万一以后来姨姐能天天住床，那岂不是要天天失眠吗？哼哼，我奶就说我是贱命，怎么可能住这么好的地方？小磊，我感觉今天的一切像是做梦，我竟然能站在药铺的柜台后面去给别人抓药，还能住这么好的院子，盖这么软的被子。以后这些梦都有可能会成真的。我还是不太敢相信，能吃饱饭穿好衣就行了，
我大姐叫来米，二姐叫来豆，我叫来一。我奶说起这些名字，就希望以后我们姐妹几个吃穿不愁。还有啊，我们家在村里不算富有，但我奶从来不会重男轻女，就好吃的东西都会给我们几个孩子，日子还过得去，每天也不用像村子里别人家女孩子饿肚子。可是来你家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日子还可以这样过，晚上可以点油灯，可以在灯下练字。小磊，谢谢你，来你家这几天我见过的东西最多，体验也不同，这就够了。来一姐如果想，以后可以来我家生活，跟我们一起练功，一起学知识，一起看书，我教你下棋啊。哪能一直住你家？住这几天我已经很开心了。你知道吧，在你家这几天吃的肉啊，是我在家里几年都吃不到的，肉能管饱了吃，也是第一次。小磊，明天咱回村之后，我就要回去了，你要不要跟我去我们家玩呀？等来年水果成熟的时候，我一定来你家接你，去我家好好玩些日子，水果可多了。来一姐，你们村果树很多？是呀，很多果树呢，各种各样的都有，就是可惜了，现在是冬天，开春的时候果树开花可香了。好，来年去你们村玩。我明天可能就要回去了，你跟我去我家玩2天吧。你是不是还要过来给人看病啊？等你要给人看病的时候，我送你回来。明天你就要回去？后天吧，不是还有给你家的猪肉？回头我问问吴奶奶，看看谁去送你，我跟着一起过去。下午我便回来了，以后再去你家住。那也行，去我家，我给你看好东西。小磊，要不你睡吧，我不打扰你了，我自己眯一会儿就睡着了。来一姐，你别想那么多，就当是在炕上就睡着了。罗兴磊睡着了，祝来一傻愣愣的睁眼到天亮，顶着2个黑眼圈。小磊，我们就不要进去了吧？怕什么？铺子开门不就是让客人进去买东西的？我有银子，咱们不怕。嘿呦，哪里来的乞丐呀？什么地方都来。芸娘，你这里什么人都能进？铺子开门不就是让客人进来买东西的吗？我们有银子，凭什么你能进我们就不能进了？哪里来的乞丐，竟然在这里撒野！宁夫人，我们家开门做生意，有客上门，您这样骂这2个孩子，以后我们生意还做不做了？芸娘，我可是你们店里的老主顾。宁老板与我们东家有生意往来，所以卖宁夫人面子。您若再对我们铺子里的客人不客气，我就要请您出去了。夫人，这事儿可不能传到老爷耳朵里，要不算了吧，您忍一忍。刚进门那小贱人正得意着呢。行了，派人将我刚才买的布送到家里去。芸娘，念在我们老爷和你们马老板有交情的份上，我便不说什么了。不过开门做生意是没错，这什么人都能进，恐怕会影响了这生意。那便不劳宁夫人操心了，将宁夫人刚才看中的布送到宁家去。是。小姐今天过来是想买些布。芸娘，这次我打算买不少，还打算买些线回去。行，小姐先挑挑，看喜欢什么样的，回头我让人给您送到宅子里去。芸娘先招呼别的客人吧，我自己转转。好。小磊，你认识这个老板呀？看他对你很熟呢。这家铺子的老板就是我大哥酒楼的老板。哇！罗兴磊指着几匹布，直接让女店员给他拿。罗兴磊想了想，又买了几匹布，后来还买了不少的彩线，各种各样的，让芸娘给他算账。芸娘给罗兴磊打了折，报出数来时，祝来一都傻眼了。芸娘，不用给我找钱了，您刚才算账可是按的成本，以后马叔知道了可能要生气了。
小姐哪里的话，东家若知道我收您这么多钱，恐怕才要不高兴呢。来而不往非礼也。那这钱就不找了，您下次过来拿东西，我一起给算上。你这个疯丫头，这2天疯到哪里去了？整天不见人。外婆，你别生气嘛，我就跟着小磊去了很多地方。去哪里了？前天去了关外婆家，昨天和小磊去县里玩了，可好玩了，见了许多我都没有见过的呢。这不是今天就过来认错了？你没给小磊添乱吧？没有，我很乖的。吴奶奶就别生气了，来姨姐跟我挺好的。没给你添麻烦就行。这疯丫头啊，留下来就疯没边了。明天我让你大舅送你回去。好，我明天跟大舅回去。这是好事儿，爱福家也不缺来姨一口吃的。来姨这孩子啊，是个聪明的，跟小磊身边能学到很多。娘，来姨说留下来，看看这几天没在咱家吃过一顿饭，天天在爱福家吃饭，我这脸呢都没地方搁了。来姨能留下来也是因为小磊，就想跟小磊玩。小磊还带着来姨去县里了，可见这2个孩子挺好的。我听说那天看到野猪的时候，来姨将小磊护身后了，就这一个举动，来姨以后差不了。娘，小磊是有本事，可是不想这些孩子带着目的性的去接近小磊，都是自己家人。娘明白你的意思，来姨是误打误撞，这孩子没心眼儿，性子直爽，好着呢。你不用管，任他们自己处。小磊再有本事，现在也是个孩子，身边多几个玩伴，以后对小磊也是没坏处的。别将事情想太坏，凡事要往好的方面想。可是爱福和小妮那边……行了，爱福和小妮的性子你又不是不知道，没事儿，别担心啦。祝家村和凹山村一样，也是靠着山，距离凹山村倒不远，但也环山。村子小，路上只花了半个时辰就到了。奶、爹娘、大姐、二姐、哥，我回来了。这一回来，家里就没个清静了。二哥，小磊，快进屋炕上坐。送来姨回来，还拿什么东西呀？家里得了野猪肉，都分了不少，有爱福家给的，有咱娘给你备的。挺沉，我给你放灶间去。娘，小磊可好了，福舅舅和福舅娘也好。来姨去咱家的几天，都是在爱福家吃住的，咱娘都生气了，说来姨是疯丫头，就让我赶紧送回来了。罗爱乐一听，脸色瞬变，伸手就去打住来姨。娘，我就是和小磊玩得太开心了，外婆家也没有人跟我玩，所以就一直在福舅舅家。福舅舅家有好多好玩的，女孩子也多。娘，我还学会认字了呢。乐姑姑，您别生气了，我喜欢来姨姐，非叫她去我家的，您别怪她。回头再收拾你。小磊进屋吧，外面冷呢。好。大姐、二姐，我会写自己的名字，也会写你们的名字了。是吗？那真好。突然，祝来姨停了下来，然后神秘一笑，跑了出去。很快就回来了，手上拿着一个小篮子。小磊，这些你下午回去的时候带着，可好吃了。有苹果干、山楂干、梨干、李子干、杏干，看着不老少。你别嫌弃啊。怎么会嫌弃？这可是好东西。这可是来姨的宝贝，上次我偷吃了2个，追着我打了2天，她现在能给你，看来在你家住的时候她很开心啊。哥，来金说的是真的，来姨对这些宝贝可在乎了，还心心念念过年的时候拿到镇上能换些吃的呢。行了，都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小磊呀，
别听他们乱说，兰姨给你的就拿着，顾家呀也没什么好吃的东西。好，兰姨马上过年了，咱过2天去镇上将干货拿去换点东西呗。我想换个帕子，回头我陪你去，我都送人了，明年多晒点再换。啊，那好吧，那可是你辛苦晒的，怎么就送人了？祝吉啊，莱米这年纪针线活、家务活都干得不错，以后肯定能给找个好婆家。一听这话，祝家其他人脸色都变了变。祝来一没有，依旧笑呵呵的，可是他感觉到了家里的气氛不对。爹，怎么了？大姐不是跟林家村的定好了吗？你们怎么脸色不好？这2天你不在，林家要跟我们退亲，怎么回事啊？林家宝本来就不是个东西啊，他竟然跟祝来银走一块了。那天大姐去婶子家拿东西，看到2人在村口小树林里，大姐回来还以为自己看错了，什么都没说。结果第2天，那林媒婆就过来说林家要退亲，还恼在大姐跟别的男人在一起。你说这不是欺负人吗？这个林家宝，我要杀了他！敢这样说大姐，大姐平常连院子都不出去的人，怎么可能与别的男人在一起？这不是给大姐头上扣屎盆子吗？谁说不是啊？林家就是故意的，自己家儿子干了亏心事，然后还贼喊捉贼。还没成亲，发生这样的事情也是好事儿，总比成亲之后才知道对方不是什么好人的强。话是这样说没错，可是林家人污蔑大姐，这样以后大姐在村里就没办法见人了。再说以后谁还敢娶大姐呀？莱米姐，你们在家吗？那个女人还敢来我家？祝来一说着就气冲冲地出去，结果看到院子里除了祝来银，还有林家宝、林家宝的娘与林媒婆。你们来我家干什么？瞧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来你家自然是有事情了。过来了，屋里请吧。我们就不进去了，在这里说吧，免得别人说我们林家欺负人。说吧。我们来自然是退亲的。哦，那就退呗。罗爱乐进屋去了，很快就拿出了当时说定亲时给的信物。这不是我们家的玉佩。哼，家宝娘，你说这不是你们家的玉佩，可我当初拿到的就是这块，你的意思是我换了？就是你换了，这不是我们家的。我给你们的玉佩可是祖传的羊脂白玉，你给我的这是什么呀？李玉娥不知道是不是故意的，直接将玉佩扔在地上，玉佩应声4分5裂。哟，这好好的东西不要了，一会儿走的时候将这些残渣带走，可别说我们家占便宜。你家闺女不要脸，跟别的男人勾搭，现在我们家要退亲，你们竟然还调换东西，你们祝家怎么这么不要脸呢？到底是谁不要脸，谁自己心里清楚。欺负人呐，太欺负人了！交换信物时给的明明是一块羊脂白玉，现在给我们的这是假的呀！那可是我们老林家祖传的玉佩，值好几百两银子呢，就这么被人给换了，丧良心呐！林家媳妇儿，你说这话的时候可要看看我们家的情况。祝杰从小的时候我一个人带大，到后来娶妻生子，我祝家是没富裕过，但从来不干偷鸡摸狗的事情。你说玉佩被我们换了，这是要讹我们家呀？可这的确不是我们家那块玉佩了。林婶儿，是不是您认错了？莱米姐家是不会干这种事情的。来银，你也认为我污蔑他们家？没有，林婶，我没有那个意思。看吧，你们自己的亲侄女也说了，就是你们家掉了东西。来银姐，你是不是与林家宝在一起了？我没有。罗兴磊在一边看着，
对于祝来银，只想用一个词来评价：绿茶婊。你们现在来污蔑我姐，还污蔑我家欢乐玉佩，八成是自己心虚吧？林家宝与来银偷摸在一起的时候被人看到了，现在才来解释，晚了。来银，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我是你堂姐呀。那你说说，林家人来我家，你为何跟着过来？我出门遇到林家人，他们说来你家让我带路，我便带着他们过来了。我不知道他们是过来退亲的。哦，林家之前还来我家交换了信物，林家宝也到我家来过几次，怎么突然就找不到路了，还非要你带着过来？是我叫他帮我们带路的，怎么了？又不是没来过我家，还需要让人带路吗？他长得好看，我相中他，所以让他帮我带路，我乐意。这事儿你们管不着吧？家宝，胡说八道什么呢？娘，来银都哭了。这玉佩上面的花真好看。我们家祖传的玉佩能不好吗？这还是个假的，真玉佩的花可比这个好看多了。你家祖传玉佩上真的是花，和这上面的一样？那当然，和这上面的花一模一样。朱奶奶，您看看这上面是什么呀？这不是花啊，是山水吧？你看，这高高低低的像山。是山水呢，朱奶奶好眼力。你家祖传的玉佩，你连上面是山水还是花都认不出来？哪来的丫头片子？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他就是我家的，怎么没有说话的份呢？自己想污蔑我们，被揭穿了，现在竟然还指责别人，真不要脸。李玉娥，若真是你家玉佩，你怎么可能连是山还是花都不记得？林媒婆气急，说了一句，又去对祝奶奶赔罪。这事儿也不能怨你，恐怕你也不知道。家宝，你若是看上来银，想与我家来米退亲，那便和和气气，没必要给我家来米乱扣屎盆子，这事太过分了。来米是什么样的人，我祝家村人可都清楚。这孩子平常都不怎么出门，怎么可能与别的男人在一起呢？我没有，我与林家宝之间什么都没有。哇，那可要好好想想了。你肚子里已经2个月的孩子可不等人，眼瞅着肚子就要大起来了。哪儿来的野丫头啊，竟然敢污蔑我们家来银？我们清清白白大姑娘怎么就会怀孕呢？来银还是不是清白大姑娘家？村里有的是老人能看出来，别在这里怪一个孩子。污蔑我家来银还不上骂了？是不是真的？叫村里大夫过来看一眼就知道了。村里大夫凭什么给我家来银瞧？我们清白大姑娘竟然被你们说成这样，这简直，哎呀，这简直没法活了呀！来米姐，咱出去吧。我便不出去了，现在外面人多，你也别出去了，免得伤到了你。来米姐，你不堂堂正正站出去，别人会以为你是怕了，关于你的流言也将成真。若是你自己出去，将你看到的事情说出来，或许会有不一样的结果。可是，现在林家已经来退亲了，此事后必然会有风言风语，事情已经差到如此地步，你站出去说出来，还能比这个更差吗？这般你至少自己不委屈。来，你这个不要脸的，一男人够够大的，现在你奶你娘为了洗清你，竟然污蔑我们来银。六伯娘，那天我清清楚楚看到来银与林家宝2个人在村口的林子里，2人动作亲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我周来米行得正坐得端，没有就是没有。让一让，大家让一让。你快来给我家来银看看，省得有些人在这里污蔑我们。不，我不要看，我没病。来银别担心，就算你有孩子，我也娶你。你胡说什么？祝来银直接推开林家宝，面色慌张的就往外跑，村里人也不敢拦，
朱来银跑了出去，朱来银的娘自然也就跟着走了。林家宝跟着朱来银跑了，李玉娥灰溜溜地离开了。林媒婆向祝家人道歉之后才离开。来米别想太多，要不要去舅舅家待些日子？不用了舅。唉，这事退了也好，这林家宝的娘一看就不是个好相处的，来米这性子嫁过去肯定要受欺负，林家宝上面还有2个哥哥呢。刚才说来姨有身孕了，是真的假的？肯定是真的，没看到找大夫过来，来姨那样子都不敢让大夫给瞧，肯定是心里有鬼。小磊，你怎么知道来姨怀孕了？猜的。娘，小磊说的是对的就行了，你管那么多干啥？时辰也不早了，我和小磊就先回去了。回到家后，晚上罗兴磊自己住，在空间里抓了5副药包好，第2天拿去找秦氏。小磊，这药给谁的？吴奶奶，这药是给祝奶奶的。昨天我和祖伯父过去，发现祝奶奶身体有些问题，这些药吃过之后再细心调理，应该就没事了。小磊，谢谢你呀。不用谢谢。吴奶奶，其实我有个事儿想跟你说。有什么话你就说。就是来姨姐记性很好，如果学医的话挺好。她一个女娃可以吗？我不也是女娃吗？还有我姐她们一直绣帕子什么的，我想让姐她们学着做衣服，以后拿去县里卖。乐姑姑家来米姐和来豆姐的针线活都挺好的呢。你是想让他们过来帮忙？你个鬼机灵！听小磊丫头的准没错，爱乐家的几个孩子都接过来，总不能将几个女孩接过来，让来金一个人在家里，让来金过来住咱家，来米几个女孩子就住爱福家。娘，这真的行吗？有什么不行啊？有些话小磊丫头只是没办法直说，这事儿你出面最合适，爱福和小妮儿也不会说什么。再说了，都在一个村里，他们过来，咱2家也总走动，有什么不好啊？让孩子们跟着小磊，以后会有大出息的。娘，小磊医术好，我承认，您这说其他的是不是有些夸张了呀？你呀，看着挺聪明，很多事情都还没看明白。艾文去县里干活前，可是天天往爱福家里跑。后来星一去县里，也是因为小磊过来找他，星一才去的。你都没有想想为什么？娘，这些孩子回来也没说，就总说东家的，难不成艾文在的那个铺子和小磊家？自己知道就行了，艾文他们回来不说也是有原因的，你可别捅出去，心里清楚就行。明白，我明白的娘。明白就好，这些都是小磊丫头的点子。他让来米和来豆过来，恐怕也是因为喜欢来一，让来一去学医也挺好，有小磊在，这几个孩子也有自己的事儿干，将来指定能找个好婆家。娘，这是个大事儿，我一会儿就去一趟爱乐家，晚上不回来，明天就带着几个孩子一起回来。跟爱乐好好说说，学点武功对孩子们也没错。就咱家那些皮小子，明年全都赶镇上学堂去，你是没看到爱福家晚上是什么样的。这些孩子一起去学堂，行是行，就家里紧张些。这不现在养了些猪鸡鸭，好好养着，来年开春长大些的，估计就能卖了。艾文和星一现在在县里也有收入，供这些个皮小子去认几个字儿，
还是可以的。好，还是娘看得长远。行啦，要去爱乐家就早点去，天黑的早，也天黑了你还没到。知道了，我这就去换一身衣服。小磊，身后还跟着祝来米、祝来豆、祝来金、秦氏、罗武、祝吉、祝奶奶、罗爱乐、罗老爷子与罗老太太，还有罗爱祖等人。嫂子，我们今天过来是有事儿想麻烦你。行了，你不说我也知道是什么事儿，就让来米他们住我家，正好和小磊、星梅、二妮儿他们也是个伴儿嘛。啊，小妮呀，是不是小磊早就跟你说过了？是，小磊跟我提过。嫂子，这么多孩子来你家，我这挺不好意思的。嗨，都是自己人，这些孩子在一起学习也挺好的，你就别担心了，放我家没事的。不过他们做错事情，我可是会教训的。没事儿，嫂子尽管教训就是了。突然从高空中掉下来一条蛇，一声鹰叫划破天空，紧跟着掉下来一头半死不活的野山羊，重重地砸在地上，野山羊瞬间断气，憨憨也落在地上。爹，这山羊刚死，要抓紧收拾一下，还能吃。哦，下次不可以将蛇这样扔下来，会吓到人的。抓山羊干得不错。行了，先回家等着。小磊，你可真厉害，刚才那个大鹰是你养的？不是，之前他受伤了，我救的，后来就一直来找我，时不时送些野味过来。他看着好聪明，竟然能听懂你的话。第二天一早，朱来一就被罗兴磊带到县里去了，直接去李兴药铺。很快，李兴前面忙完，罗兴磊对李兴说了，想让祝来一在药铺与罗兴阳一样。没问题，这孩子上次帮忙手脚麻利着呢，几个孩子一起学也有个对比，他们也能学得快些。我打算再招个算账的先生，你胖婶一个人顶上总不行啊。李叔看着来就好。很快的，半个月时间过去，这天罗兴磊一个人去县里，在去县里的路上，从空间里摘了些新鲜的水果，去了马前进家。这谁呀？老夫人的客人。哦。上下打量了罗兴磊一眼，没说什么，转身离开了。这是二房的王姨娘，马上就过年了，所以北望城的主子们都回来了。快让丫头进来。是。娘，是谁啊？瞧你高兴的。我的一个小友。哎呦，丫头呀，你可是很久没来看我了。最近有时间就来看看老夫人。都跟你说了，叫奶奶。你这丫头又老夫人老夫人的，不是见外吗？叫老夫人与叫奶奶一样，对于您这样的老夫人，我感觉还是叫老夫人更亲切些。好吧，都随你了。娘，是谁啊？刚才说了，我的一个小友。小磊，这是你马叔的夫人，你叫她婶子就好。老夫人，今天过来给您带了些吃的。哦，是好吃的吧？也不是什么稀罕的东西。哟，这个时间你还能弄来这么新鲜的水果，可是不容易呀。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你喜欢就好。老爷，马叔。哎呦，快坐，都是自己人，哪来那么多讲究啊？你去看厨房今天中午做什么好吃的，今天让小磊丫头留在家里吃饭，正好与大家见个面。是。马叔，今天我便不留下来吃饭了，一会儿还有些事情要办。是不是嫌弃马叔家饭菜不好吃啊？一会儿还要去趟姑姑家，这些日子忙，好久没去我小姑家了。小姑怀有身孕，我是应该去看看。
那好吧，以后有机会一定要来马叔家吃顿饭。过年他们都回来了，马叔还想让你见见我家里人呢。必然是有机会的。马叔，不知道您布庄最近生意可好？怎么，有事儿啊？我听下面人说你拿了不少的料子，是打算做生意？想做成衣的生意，不过没有人看铺子。现在有一个合适的人，但没有经验，我想先放到您的布庄，让跟着芸娘学习一段时间。好呀，马上年关，这生意越来越好做。除了酒楼生意差了些，其他铺子人手都不足呢。能跟着芸娘学一些经验已是极好，其他的都不用给。哎，这怎么行啊？到时候你就不用管了。你是打算安排过来人跟着学完之后去你铺子里管事儿？是。那我便告诉芸娘，让她将自己会的全都交给你带去的人。谢谢马叔，不用刻意，剩下的他自己能学多少便多少吧。能被你看中的人定然是好的。马叔您太会说话了。两人聊了一会儿，罗星雷表示自己明天带着人过去直接找芸娘，然后就离开了马家。莱米姐，明天你跟我去趟县里。啊，小磊，你是不是对我姐有什么安排呀？与布庄说好了，莱米姐去布庄帮忙，顺便学习。若是莱米姐去了以后适应不了，不去也行。去，怎么能不去？这么好的机会，我行吗？可以的，莱米姐不要紧张，都是熟人。去了以后，他们会教你怎么做的。你去布庄是为了学习。学习？莱米姐明天去的时候穿新做的衣服。哦。马叔，我来看看布庄这2天的情况。你昨天说过来，我便等等你。麻烦马叔了。莱米姐、莱伊姐，这是马叔，这家布庄的东家。马叔，这是我2位表姐。你身上这衣裳真好看，哪家铺子买的？自己做的。哟，这手可是巧了，上面这绣工可真是不错，妹妹们绣的。芸娘、莱米姐，若是你们在铺子里遇到有客人问这衣服哪里买的，就告诉他们花想柔买的。小磊啊，你这是打算开个成衣铺子呀？是的，想开个成衣铺子，以后让莱米姐管，所以莱米姐要好好跟芸娘学经验哦。啊，芸娘，我莱米姐这些日子可就麻烦您了。不麻烦，我这边还多一个帮手，应该是我谢谢你们才是。莱伊姐，你晚上要过来接莱米姐，这刚来可能不习惯。放心吧，我今天告诉李叔一声，早点走。好。有些日子没进去了，发现生意比之前还好，最受欢迎的还属肉肠，大户人家买的多，糖块的话，小平民百姓买的多，卤肉卖的也是相当好。自从罗星磊这铺子开张之后，街上的糖果生意便不行了。罗星飞给人当了小妾，对方有些钱，所以罗爱贵便不来县里卖糖块了。县里其他人卖的也不行，而且天寒地冻，久而久之就没人来，就连罗爱宝也不卖了。这些日子一直在家。小磊，你来了。星一哥，快去后面坐。前2天爱宝叔过来了，还找我二叔闹了一通。为什么？他们非说这铺子是我二叔的，还说我二叔将他们家的生意搅没了。宝婶子还想让爱宝叔在咱铺子干活，我二叔没同意。文伯父呢？在里面忙呢。小磊，今天怎么有时间过来了？过来看看，有些日子没来了。你今天不来找我，我也要去找你了。怎么了？是有什么事儿？附近的鸡鸭都被我们收了，后来不够，是吴尘从北望城那边调过来的，现在又没了。咱做的这些味道好，所以附近买的人太多了，没那么多货供上。没关系，文伯父，
若是供不上时，这些卤味就先停一下，有什么卖什么，马上就年关了，一切等过完年再说。我都怕过完年没什么可以卖的。不会没东西卖，您可放心吧。这铺子是买的，就算没有东西可以卖，也不会亏太多钱。可是没东西可以卖，这些人总要吃饭的，都要花钱。过些日子，若是肉也供不上，就多做些糖，大卖3天，随后就关门。铺子里的人留下足够的钱，让他们可以生活。文伯父与新一哥也可以休息一下，来年可能更忙。忙倒是不怕，就怕没东西卖。您放心吧，总会有东西可以卖的。文伯父，我三叔过来闹，您怎么说的？这次的事情又让您替我受了。这有什么？我就说这不是自己的铺子，他还想怎么样？回去告诉婶子，去我家闹。估摸我娘第一个就不干。又与罗爱文说了一些其他的，罗兴磊便去找了李宅子，打听最近有没有铺子要出售的，他想盘一个下来。李宅子带罗兴磊去看了2个铺子，一个位置比较偏些，但地方大，后面还有一个极大的院子，还有一个地方小，但位置足够好。罗兴磊当场拍板，2个都要了。至于买下来干什么，以后再规划就好。当天就与李宅子去过了手续。祝来米去布庄的第1天，就遇到了罗兴飞。罗兴飞已有身孕，而且小腹已经微微隆起。大姐，你没说话，所以兴飞姐就没认出来你。我也不知道她有没有认出来我，兴飞只盯着我看了好几眼，后来也没说话，只买了几匹料子，让送到宁家去，就离开了。应该是没认出来，就大姐今天穿的衣服，我猜就是爹娘家了，恐怕也不敢认。来米姐怎么回答他们的？就按你说的那样回答的。花想绒可以买，他们说县里没听过有个花想绒，我就告诉他们过些日子就开张了。我这样说行吗？挺好。大哥，你怎么现在回来？最近生意不好，马老板说酒楼里不用守着那么多人，让我们换着休息，工钱照给。这2天我就不去了，过2天去。干什么去啊？我想去如意姐家一趟。那个教青梅绣花的？是呀。你等等，我跟你一起去。我先进屋跟娘说一声。大哥，你回来休息2天就休息呗，我自己去就行。大哥陪你去，你一个小孩子家出去不安全。如意姐。哎，来啦。如意姐，你这是怎么了？我没事儿，不用担心，快屋里坐。如意姐，齐爷爷是哪里不舒服吗？没有，我爷睡着了，好几天没睡，那会儿才睡着。如意姐，咱去外面说话吧，别吵到齐爷爷。外面挺冷的。没关系的，走吧。大哥，不用了，别脏了手。齐如意见到罗新强在给自己家干活，羞得脸通红。如意姐，没事的，我大哥闲着也是闲着，咱俩说说话。如意姐家里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如果有需要帮忙的地方，你尽可直言。这事处理不了。将家里发生的事情全都说了。前几天罗兴梅送了一大块野猪肉过来，被村里人知道了。那些村民直接冲进家里，说王花花勾引自己公爹等等，最后将齐家打砸一番，随后又直接拿走了齐家的野猪肉。孤儿寡母的没办法，只能忍了这口气。齐爹倒是想去理论理论，齐如意与王花花怕那些村民疯起来再动手打了齐爹，就硬拦着没让去。如意姐没有想过找官府解决这事儿。我爹就是衙门的人，若是找官府的人过来，定然又会成了我们仗势欺人。娘说爹从来就不会仗势欺人，我不想爹没了，名声也被辱没了。如意姐，要不你们去县里生活吧，那里也没人认识你们，可以重新开始生活。真的可以这样？
家里的地和院子卖了就是，在县里买一处宅子，你会绣花，肯定不会饿着，到时候一家人又可以在一起了。我从来不敢这样想，敢想才能去做。其实我这次来找如意姐，就是想问问你的意思。我打算开一家成衣铺子，但是人手不够。我姐他们绣花挺好，但架不住人少，所以我想多找几个人过来帮忙，这些都是有工钱的。你家若是去县里，到时候如意姐可以绣花，王婶子可以帮忙做衣服。若是齐爷爷感觉无聊，我也可以安排他去别的地方做些活。小磊，你说的是真的？自然，我还能骗如意姐不成？铺子都已经买好了，后期我还打算招很多的绣娘绣花做衣服。那好呀，只是这地和院子恐怕卖不出去吧？可以的，我认识一个人，他手里没有卖不出去的宅子。你若愿意，回头跟婶子、齐爷爷商量一下。那不行了，我们手上的银子维持生计可以，去县里买宅子定然是不行的。啊，是我想简单了。没关系，我可以先帮如意姐买，到时候如意姐可能就要为我卖命了。好呀，我便不跟你客气了。如果可以，我想早点离开这个地方。今天天色还早，我便先回去。如意姐和家里商量好了，咱俩在县里碰面。我先带你去看宅子。小磊，天色还早，我不想问家里人意见，我想去买了宅子。到时候我爷和我娘就算有什么想法，也来不及了。行，那咱现在就去县里看宅子。小磊，麻烦你了。齐如意进屋跟齐爹说了一声，然后就与罗兴磊、罗兴强兄妹俩去了县里。罗兴磊直接找到李宅子，表示自己要买宅子。李宅子都乐开了花。想要什么样的？不用太大，安静一些，周围没有爱嚼舌根的就行。这宅子要卖，人去北望城了，我家附近没有爱嚼舌根的，跟对门，要不进去看看？于是进去看了宅子，很不错，屋子不多，2间堂屋，1间待客，1间住人。李宅子介绍了一番，他们这里就挺安静，大家也都忙自己的，没有那些特别嘴碎的，邻里之间的关系也挺好。如意姐，这宅子会不会小了些？你们家一家4口，这里只有3间可以住人。没关系，我年纪大些，待我出嫁，这宅子也是弟弟的，够住。与李宅子谈好价格之后，直接给了银子，带着齐如意去衙门办了手续。如意这样做挺好，搬到县里来，以后大家也有个照应。谢谢柳叔。花想容如火如荼的装修好后，罗兴磊这边也已经有不少衣服了。关小妮等人一起做，后来有了齐如意等人的加入，速度便更快了些。时间一晃，距离过年只有10天，这一天也是花想容开张的日子。早早便有一些富家小姐、大户的姬妾、夫人们在外面等着。正好布庄生意这2天淡下来了，所以芸娘今天被借到了花想容，带着祝来米、祝来豆，全都穿着罗兴磊为他们设计的衣服。总惦记着来米的衣裳好看，没想到今天我也穿上了呢。哎呦，真是不错。哎，这料子要是再好些啊，别说北望城，就是王城都能卖出好多。以后有机会的。芸娘，今天就麻烦您了。除了我来米姐跟您在铺子里待过，我其他姐姐可都没有待过，恐怕一会儿会出错。没事儿，有我看着呢。放鞭炮吧，将来生意红红火火。鞭炮还没放完，那些门外守着的女人早就一窝蜂似的进来了。罗兴磊早就想过，这衣服肯定是没有剩下的，不过什么时候才能卖完就不好说了。谁料开门不到1个时辰，铺子就关门了。原因无他，衣服卖完了，不得不关门。芸娘也是第一次见到这么抢东西的，来早一些的小姐、夫人、姬妾们可都是一人好几件儿，那后面来的可都没有了。这衣服是真抢手啊，没想到生意这般好。您这边生意好，
我们布庄的生意恐怕也要跟着好起来了。这个您收着。哟，这是干什么啊？见外了不是？不，这是您该得的。若不是芸娘您今天撑着，恐怕也不会这么顺利。年后可能还要您多带带我来妮姐。这都不是问题。回来这么早啊？早就卖完了。这些都是你们该拿的。这不行，我不要。我也不要。这是你们该得的。忙了一整个冬天，这是大家的劳动成果，你们应该收着。小磊，我大姐二姐不要就算了，大家在你家吃，在你家住的，你非要给我们银子，这让我们自己心里也过意不去啊。这是今天卖衣裳赚的，布料与线的银钱我已经扣除了。样子是你想的，点子都是你的，裤子也是你买的，我们来是为了学武功，天天白吃白住的。小磊，你这样我们都不好意思待了。都收着吧，来年我会特意招些人过来，到时候大家也有的忙。而且来年我也不会给大家平分了，每个月大家会拿到工钱，与其他招来的绣娘一样。白米啊，二妮儿啊，你们都将银子收起来，拿回家也能好好过个年。小磊有他自己的打算，你们就别倔强了。最后到底是祝家姐妹与关家姐妹没有拗过罗兴磊，将银子收了起来。大家都感觉罗兴磊是多给他们了，不然怎么可能那么多？这也导致了大家以后对罗兴磊的绝对信任与服从。文伯父，这是给大家的奖励，您给发一下吧。文伯父，新一哥，辛苦你们啦。这太多了。小磊，这太多了些，我和你星一哥少拿些，行吧？文伯父，这些银子你们不拿着，来年我有什么想法也不敢直接跟你们说了。小磊，你这么做我福叔知道不？不知道呀。放心吧，回家之后我会跟我爹说这事儿的，我爹不会有意见。星一哥就放心拿着吧。罗兴磊又跟他们继续扯了很久，罗爱文与罗兴一这才将银子收起来，心中有喜悦，也感觉沉甸甸的。文伯父，星一哥，你们不用有想法，来年定是让你们忙得脚打后脑勺，所以才会给你们银子，先贿赂好你们，免得来年跑了，我去哪里找个可靠的人，自己好当甩手掌柜呢？你们怎么过来了？小姐，爷派人送东西过来了，给小姐的新年礼，我与吴晨怕耽误了，就给您送过来了。林爷可有收到我的礼物？爷收到了，很喜欢。那便好，进来与我们一起吃吧。不用了，给小姐送完东西，我们便回去了。罗兴磊回屋打开包袱，看到里面有一身红色的衣服，边上用的红色皮毛，他有些认不出来，但摸上去似乎是红狐狸毛。衣服里还包着一封信，信里有一个小巧的哨子。信的内容很简单，东西是送给罗兴磊的过年礼，收到的茶叶他很喜欢。这哨子是草原人对鹰特制的，可以用来与憨憨联系。罗兴磊不由笑了，有人关心的感觉就是好。下午又开始下雪了，罗兴磊换上了林峰派人送来的衣服。下雪了，罗兴磊就披上了红色披风，从屋里走出来，美极了。罗兴平看了半天都没回过神来。好美啊，二姐好美。这衣服真漂亮。干爹派人送过来的，我就是穿着试试，里面还有一套粉的，是给姐的。小磊，你留着吧，不用什么东西都给我分。干爹信里说了。青梅也去换上看看，肯定漂亮。姐去换上，咱俩一起穿。哇，好漂亮，好漂亮。吃过饭后，罗兴磊几个因为是孩子，就早早离开了。他们可以去村子里串门子，说吉祥话，村里人就会给一些好吃的，也有给铜板的。串到王月菊家时，王月菊早有准备，罗兴磊几个人都有红包，
罗星磊的红包还格外多些。小磊，谢谢元宝叔。元宝叔给了我红包，我也给元宝叔一个，咱礼尚往来。好。娘，小磊给我一张纸干什么呀？闻言，王月菊接过来一看，竟然是10两的银票。这孩子净瞎胡闹，改明儿我还给他。娘，这是小磊给我的，为什么要还给小磊呀？你还给小磊，小磊会生气的。贺元宝伸手将银票收起来，说什么也不愿意给王月菊。王月菊无法，只能叮嘱贺元宝好好收着，心里想着改天要将银票要出来还给罗星磊才行。这是你们的压岁钱。这可是我们自己赚的银子，不是你们给我们的。雪停了，天阴沉沉的。吃过饭后，罗爱福带着罗新强与罗兴平、罗新孝3个男孩子去拜年了。关小妮带着罗兴磊、罗兴梅在家。没一会儿，王氏带着罗兴珍过来串门了，李氏也带着2个孩子过来。几人什么都没干，热热闹闹地坐着聊天。罗兴磊将祝来伊给他的那些果干还剩了些，全拿出来当小零嘴吃。今儿中午都别回去了，留下来吃饭。二嫂这是准备好吃的啦。现在家家户户都有好吃的，正月的还能没吃的？哎呀，留下来，咱和大嫂一起吃。爱福爱全他们去拜年，指不定在谁家就吃过了。也行。哟，这都坐炕上聊天呢。大伯娘，过来叫你们几个过去家里吃饭。我们就不过去了，自己做点就行了。爱福、爱全都在呢，小花也一起去，青阳也在呢，大家一起吃。你爷爷说呀，昨天晚上你们没过来，今天让你们过去团圆一下。那大哥他们不在，放心吧。你爹和爱贵、爱宝早上过来拜了年就回去了，就咱自己人。行了啊，一会儿一定要过来，我就先回去准备了。娘，你们若是感觉不好意思，现在在咱家做些菜，回头带过去吴奶奶家吃呗。过年不就是图个乐呵吗？还是小磊聪明啊。行了，进屋里去吧，回头再染了风寒。怕什么？我有小磊，指定能活100多。那岂不是成老妖精啦？小磊这孩子以前啊，过年过节的咱也见不到，后来能见到了，他总是小大人样，今天倒是有些孩子气。是啊，现在这样才是他这个年纪该有的样子。家里屋子都有人住，就让艾云他们来了跟你们住几天。娘，我们明天要去关家村，晚上不回来了。怎么就不能住啊？他关家和祝家的孩子就能在你家住那么长时间？我让艾云和艾弟带着孩子在你家住2天都不行啊？爱福啊，你到底是姓罗还是姓祝，或者姓关呢？娘，您别生气，爱福不是这个意思。现在是分开了，你们有自己的小日子，可我到底是个当娘的，让艾云和艾弟带着孩子来你家住几天怎么了？还不能住了？凭什么他关家孩子和祝家孩子就能住啊？娘，你闭嘴！还不是因为你，是你的主意，不让艾云和艾弟在你家住，我还没死呢。这里是我家，我们说了算。大姑和二姑来我家，就看我们家有什么好东西，尽想往回自己家拿。奶现在让大姑二姑住我们家，是想他们从我家拿东西？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呀？啊，什么叫拿你家东西啊？现在这家还是你爹在当，你一个小崽子，这里哪有你说话的份呐？一点礼数都没有。娘，小磊年纪小，你也别生气。大姐二姐既然要来，就过来住吧。这还差不多。明天你就不要去关家村了，在家里等着他们过来。
我不喜欢大姑、二姑，还有他们的孩子。你乐姑姑家的孩子、二舅、三舅家的孩子都在咱家住，过完年也要过来的。若是现在不答应你奶，恐怕后面事情更多。没事的，娘，就让他们来住吧，喜欢待几天就待几天。你不会打算用药吧？大姑、二姑不来找事儿，我是不会怎么样的，就当是多个人吃饭。他们若找事儿，就别怪我不客气。小磊，不可以乱来，再怎么说也是你姑姑。娘，他们来定然是带着目的。大哥这婚事一天不给定了，大姑、二姑都盯着呢，恐怕没那么容易。爹娘，我不想现在就定亲。大哥，大姑和二姑就盯上你在县里干活。冯丽华和张喜庆上次过来时目标太明显了，过完年你16了，张喜庆也16了，冯丽华15，奶肯定想着肥水不流外人田。定亲这事儿你不愿意，没人能勉强得了你。你大姑二姑过来不提便是，提了你也可以自己反驳，爹也会帮你。大哥，其实我还挺希望你可以早点成亲，这样我就多一个嫂子，没准儿还可以抱一个小娃娃玩，看看星一哥家两闺女多可爱呀。你要想抱孩子，可以去外面捡一个回来，别打我主意。大哥，你一点也不可爱，再也不是疼爱我的大哥了。我是男人。谁说大哥不是男人啦？大哥，过完年小磊9岁了，再过几年也可以成亲生子了。小磊这么着急想要孩子，可以自己生。二哥，我还太小了。爹娘，二姐想让你们再给她生个弟弟或者妹妹抱。是二哥说的，不是我。我可没想着抱个孩子玩。没大没小的，什么话都敢说，都给我去睡觉。这哪里来的仙女呀？真是太漂亮了。娘，漂亮吧？漂亮，很漂亮。娘，这是谁啊？你怎么在这里？我外婆家，我有何不能来？当初关蓉蓉砍了他，自己也算是因祸得福，开启了空间。但对关蓉蓉砍他的仇，自己当然想报。不过是大舅后来打了关蓉蓉，看在憨厚大舅的面子上，他才不理会关蓉蓉。这并不代表之前被砍伤的仇他忘记了。你就是不能来，你不是关家的外孙女，你也不是罗家的孩子，你是被捡来的。当初小姑生的是男娃，怎么可能是你？你就是个贱人，你凭什么穿这么好看的衣服？你给我去死！上次你砍伤小磊的事，我们不计较，是因为大舅舅的关系。你若还来招惹小磊，小心我们不客气。怎么个不客气法？难不成说实话都有错？小姑当年生的明明是个男孩，怎么可能会变成罗星磊？你们都认错人了。蓉蓉，你在瞎说什么？我没有瞎说。当初小姑生的就是男孩，不知道为什么会变成罗星磊。他不是小姑生的，凭什么穿那么好看的衣服？小孩子家家，竟然敢在这里胡说八道！小磊不是你小姑生的，难不成是石头缝里出来的？你的意思，你小姑自己都认不出来自己的孩子？奶，你偏心！小磊根本不是小姑的孩子，他不是，小姑生的是男孩。娘，不管蓉蓉说的是不是真的，你也不能打他呀。这就是你教出来的孩子，张口就是贱人，我还不能打他，教训一下？娘，该不会蓉蓉说对了，您这是心虚，所以才会着急打蓉蓉吧？我们家的家事用不着一个孩子来说。大嫂，小磊是不是我女儿？难道我这个当爹的不知道？蓉蓉上次伤了小磊，我们什么都不说，是看在爹娘还有大哥的面子，不是我们不计较。哟，爱福啊，就这你还不乐意了？蓉蓉能说出来，就指定是真的。当初小妮儿生孩子的时候，蓉蓉可是在家的。当时蓉蓉也就3岁多，能记得事情？大嫂还记得自己4岁那年发生的事情吗？你，
话可不能这么说。蓉蓉可是说了，小妮生出来的是男孩。无论男孩女孩都是我的孩子，所以没什么可说的。大壮，还不将你媳妇儿带回去，以后别过来挑事儿，大过年的尽招不痛快。自己做的事情还不让说了？你闭嘴！娘，您可别说了，这大过年的，爹您也别生气了，再伤了和气。哥，您家两个丫头可真漂亮。两个疯丫头而已。姑，您这话说的，我看小磊妹妹和新梅妹妹很好呀，十里八村可是找不出这么好看的呢。二妮呀，你们几个带小磊回屋里去玩，别在院子里站着，多冷啊。好的，走吧，咱进屋，我还有很多话想跟你们说呢。小磊，进屋吧。你说我不是我娘亲生的，那你的意思我就不配来这里？请问你是这院子的主人，还是这里的管事儿？小磊，咱罗家的事儿还轮不到别人来插嘴。关蓉蓉，人可嫉妒，但因为嫉妒失去理智就是愚蠢。我是不是罗家的女儿与你何干？我爹娘说我是他们的女儿，我便是，别人谁也左右不了。爱来来，不爱来就出去，还在这里说三道四，还真当这里是自己家不成？这里现在是我们和二叔家，与你们无关。大嫂，一个孩子说话，你又何必计较呢？这大过年原本乐呵呵，因为蓉蓉闹的是挺不愉快，我就不留你吃饭了。我还不稀罕吃呢。我们走。我娘说今天大妮姐会来，怎么现在还没来啊？大姐当初嫁得远，现在雪天路滑，怕是来不了了。从大姐成亲之后就再也没来过，我还以为大姐今天会来。唉，这天气也不好。是不是大妮姐怀孕了，所以才来不了啦？没听说过，也不知道有没有怀孕。就算大妮儿怀孕了，也会告诉爹娘的吧？别想了，天气不好，大妮姐没来。等天气好了，我们抽出一天时间去一趟，看看大妮姐不就完了？爷奶爹娘，我回来了。大妮呀，你怎么穿得这么薄啊？这大冷天的，身上怎么还有泥？怎么这么憔悴了？快，将你身上的湿衣服脱下来换上。哎呀，不用了奶，我这个就挺好的。你这孩子真是不听话，你奶都拿出来了，快换上。这身上衣服都沾了血，湿透了。早上什么时候走的？天没亮就开始走了。姑给你擦擦，这么冷的天，身上都凉的，别再染了风寒。我没事了，不冷。这么薄的衣服，怎么就不冷了？听你奶和你姑的话，把衣服脱了换上，太冷了。娘，我不换，我不冷的。大姐，你这是怎么了？将湿衣服换下来好吗？换个干净的。我没事的，不用换。二妮长高了，也变漂亮了。外婆，二舅娘、三舅娘，娘，大家都出去吧。外婆，您将衣服拿出来给放边上，让大妮姐自己在屋里换吧。行，大妮呀，奶给你将衣服拿出来了，这袄你先穿着。香香，你去拿宝洁的裤子过来，我这裤子有些短了。好。小磊，你说让我们都出来，你大妮姐就会换衣服了。会的，大妮姐身上有伤，她不想让别人看到，所以大家都在，大妮姐不会换，她自己一个人就会换。我就说这孩子身上还有泥，衣服也单薄得很，天可怜见，怕是嫁过去的日子过得不顺心呢。大妮儿啊，你怎么一个人过来的？大牛没跟你过来？娘不太舒服，大牛在家里照顾娘，就没来。呀，你婆婆不舒服你还能过来啊？这要是传出去，指定要说你这个媳妇儿不孝顺了。梅梅姐，那你的意思是婆婆生病了，儿媳妇就应该在家里照顾，也不能来娘家呗，是吗？那当然，婆婆也是娘，
就应该好好照顾，不然传出去多难听啊。姐夫，你可听到了？梅梅姐说婆婆也是娘，婆婆生病，儿媳妇不应该来娘家。姐夫娶到我姐这样孝顺的，可是真的有福气啊！啊，是很有福气。美美在家里很孝顺我爹娘。梅梅姐，姐夫夸你呢。小磊，你这小嘴可真是会说。哪里的话，只是实话实说。关美美的注意力也一下从关大妮的身上转移到罗星磊身上。小磊，你和星梅身上这衣服真漂亮，花了不少钱吧？看那边上的毛毛最漂亮了。没花钱，我干爹送的新年礼。干爹？小磊啊，你什么时候认了个干爹呀？就几个月前的事情。你干爹能送这样的衣服，肯定是个有身份的人吧？普通人。普通人？干爹身体不好，咱们这边太冷，去别的地方过年了。哦，有比咱这儿暖和的？不到处都很冷？有吧，我也不清楚。你干爹走的时候怎么没带你一起去啊？我年纪太小了，出远门也不方便。而且的干爹可厉害了，大冬天还能送来新鲜果子呢，可好吃了。呀，冬天还有新鲜果子啊？小磊，你这干爹很厉害呀。好像是吧，其他我也不知道。小磊，不是你干爹吗？你怎么一问三不知啊？小磊，这是我大姐，你肯定都不记得了。小时候你还来过我家2次，后来你都不来我家了，肯定没印象了。是呀，一点印象都没了。不过大妮姐和你们挺像。哪儿呀？大家都说我大姐像姑姑，我们俩倒是不怎么像。二妮小声问：奶，我梅梅姐走了吗？没有，和你姑说话呢，打听小磊干爹的事儿。我说不穿这衣服过来，我娘非说冷让我穿上。这不挺好看吗？你们正是长个头的时候，现在不穿，过完年就暖和了。下一个冬天呢，这衣服指定就穿不了了。现在穿着挺好的。可就因为这衣服才惹了这么多事儿。你就是光着来，他该看你不顺眼还是不顺眼，为什么要委屈自己啊？别瞎想。你们几个坐着玩，大妮跟奶去内屋，让他们在这里坐着。我大姐快去吧，你这么久不来，奶奶肯定留了好吃的呢。小鬼精。小磊，你也跟奶过来吧。好呀。奶，要不我就不过去了。听奶的话，过来奶跟你说个事儿。姐，咱娘不是带东西过来了，你和二妮姐他们也是闲坐着，不如干点活呗。今天忙碌忙碌，今年忙碌一整年，有钱赚呢。我去拿。关大妮被孙氏叫到屋里去了。罗星磊走慢了一步，就遇上刚出来的关美美。美美姐，你先抱好孩子吧。我家宝儿喜欢你呢，小磊，你抱抱。美美姐，你可别，我年纪小，力气也不大，再摔了孩子。美美，我来抱抱。新的一年长高高。三婶儿，您真是太客气了。什么客气不客气的，都是自家孩子，我这也算是当外婆的，怎么能不给孩子一个红包呢？三婶当然是外婆，我们宝儿长大以后会好好孝顺外婆的。小磊，快给你大妮姐看看。外婆别急。大妮别动，小磊会医术，给你看看。我没病。外婆，大妮姐没大事儿，就是身上的外伤有些严重。我真的没病。没有，营养不良，长期吃不饱饭，经常被家暴，身上肯定有很多伤。见孙氏听得云里雾里，就小声解释：家暴就是被人打了。大妮，你跟奶说到底怎么回事？他们竟然敢打你！没事的。你跟奶说，奶去替你讨回公道。大妮姐，你脸上有脏东西，我给你擦一擦吧。啊，不用了。
罗星磊的手帕已经到了关大妮鼻子下面，只是瞬间，关大妮迷迷糊糊地晕了过去。小磊，你大妮姐这是怎么了？怎么晕过去了？没事吧？没事，大妮姐可能遇到了一些事情，您这样跟她说下去，她不会脱衣服的。我给放了迷药，能睡一会儿，外婆不用担心。哦，我看看你大妮姐身上的伤。罗星磊比孙氏更快，手已经飞速地解开了关大妮身上的袄，里面有一个红色的肚兜，洗得有些发白，可衣服刚解开，露在外面的胸口处全都是伤痕，有新有旧。天哪，怎么会这样？我的大妮呀！外婆，您别哭，有我在呢，家里梅梅姐也在呢。你去给大妮看，不用管我，我没事儿。外婆，我需要一些热水。好，我这就去端水。外婆，您出去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就行。我就在这里守着，哪里都不去，我要看着。娘，是我想进来看看。你们都跟过来干什么？去忙自己的事情吧，这里没事儿。娘，你让我看看大妮吧。娘，都是一家人，美美刚才已经走了，我让三壮将大门关了，没有外人，我们也能帮把手。小磊，大妮没事吧？啊，你老实告诉我。阿九娘先别急，大妮姐没事儿。外婆，阿妮姐他们在给大妮姐做衣服，我怕做出来尺寸不行。家里还有新棉花吗？给大妮姐做身棉衣吧。有，还有你娘送过来的棉花，我这就去拿。二舅娘、三舅娘，还需要一些干净的布，家里有吗？要软一些的。我家里有，我去拿。二舅娘，您先别哭，咱先给大妮姐处理一下伤口，大妮姐不会有事儿的，您放心。娘，将门关了吧，大妮姐身上这伤还是别让外婆看到了，我怕她受不住。好。二嫂，要不你回屋里看着二妮他们给做衣服，这些孩子手慢，你做得快些，也知道大妮的身量，做好衣服这边就好了。我不走，我要留下来。罗星雷已经直接拿起一边的剪刀，将肚兜的带子剪断，这才看到前面几乎没什么好肉，肚子最严重，都有些血肉模糊了。大妮呀，我的大妮呀！出嫁时还好好的孩子，回来时就这样了，搁谁都心疼得紧。前世他也遇到过家暴的，但没关大妮这么严重，这已经不是家暴，而是凌虐。三舅娘，这里面是药，你一点点给撒在这些伤口上。好。处理好肚子上的伤口时，眼见着关大妮要醒，罗星磊又给用了迷药，然后与关小妮、孟氏将人翻过去。看到后背，就连罗星磊都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一折腾，直到第二天天亮。这王家当初说的多好听，说将咱大妮儿当成自己孩子对待，没想到竟然这样虐待她。二哥，你去哪现在？我去王家，我要给大妮讨个公道。二哥先别急，王家肯定要去，但也要等孩子醒了问问情况。就是，你现在去有什么用啊？等大妮醒了问问，看到底是什么情况，咱再去王家。这孩子也不说，不知道到底怎么了。昨天回来问那些话，衣服都不愿意换。问问总会想到办法的。先让孩子留家里好好养伤，待伤养好了再做其他打算。小磊啊，你大妮儿姐身上的伤有没有事儿啊？没事儿了，昨天已经给西西处理了，接下来好好养着就行。需要一些有营养的大骨头汤，鸡汤多备些。我今天回家后抓点药，到时候一起跟着汤炖给大妮姐喝。要不这2天你就留在外婆家，大妮儿这身子啊还需要你照顾呢。
外婆家没药，我要回去拿。今天下午咱回去，不行我明天再过来。大妮姐现在只需要吃好就行。那就行，时间还早，你先去睡会儿吧。下午回去路上没精神。昨天你大妮姐，多亏有你在。都是自己人，您就别跟我客气了。二舅娘，现在大妮姐在咱家没事儿，可若是大妮姐回去，王家或许还会打人。我和你二舅会跟大牛好好谈谈的，他可不能再打大妮了。罗新磊一听就知道前世没有让大女儿和离的想法，一时也不好说什么。就这样的情况，关大妮回去以后还是会遭罪，和离是唯一的出路，要么就是哪天王家打死人，关家这边直接收尸。大妮姐，我不敢了，我不敢了，别打我，我这就去做饭。大妮姐别紧张，你回家了。娘，外婆，这2天要格外注意大妮姐，最好让二妮姐他们多陪陪大妮姐。王家那边的事情不着急。外婆知道，你今天先跟你娘他们回去，明天要过来，外婆还指望着你呢。大妮姐没事的，这2天该吃吃该喝喝，我会过来的，心里记着呢。奶不让我们去外婆家，说等着大姑二姑过来。我们昨天不但去了，还没回家。今天回家，奶奶会不会上门找麻烦呀？这样不是挺好？昨天我们没回家，大姑二姑他们有地方住，今天晚上肯定也有地方住啊。可是奶凶起来好吓人。怕什么？回去看看什么情况再说，还能吃人不成？你先带着孩子回去烧炕，我去娘那边看看。要不我跟你一起去吧？不用，我自己过去就行。娘那边你也不用担心，没事儿。哟，小妮这是知道我们要过来，所以准备晚饭呢。大姐这话可就不对了，你怎么就知道是因为你啊？万一是因为我呢？二嫂啊，嫁进咱家的时候，我和二嫂还处过2个月呢，指定是跟我亲。是，跟你亲呢。那今天这饭做了，我还不能吃了？大姐你当然能吃了，没说你不能吃，咱一起吃嘛。小磊做饭呢，你娘呢？娘在堂屋烧炕。那我们去找你娘。小磊多做些好吃的，我们今晚留下来。小磊，你做什么吃的？要不我们帮你吧？我不做饭呀，都这个点了，谁家还吃饭呀？我烧点水，一会儿哥哥他们要泡脚。泡脚啊？那我帮你给星强哥端水吧。我来吧。丽华姐、喜庆姐，不用了，我大哥要过一会儿呢，你们先去堂屋坐着吧。我大哥也在堂屋。好，那我过去看看。二哥，今天晚上怕是没饭吃了。你给自己找些吃的，其他人都不饿。大姑二姑这样的沾上，恐怕甩都甩不掉。我真是对不起大哥了，现在那2个肯定缠着他呢。这事儿也不能怪你，大哥一天在酒楼干活，在他们眼中就是香饽饽，总会过来扒着的。唉，甩也甩不掉，真是太难了。这事儿也好办，大哥现在定义门亲，他们就不会上杆子。那么容易就能解决？我还是想大哥找一个真心实意爱他的，别因为咱家那点钱嫁过来。那就找个门当户对的。走吧，进去看看，别去他家了，也不知道大姑二姑怎么就过来了。我估计这会儿奶还拉着爹说话呢。罗新磊撇了撇嘴。2兄妹进屋，就看到关小妮还在干活，罗爱云与罗爱弟已经上炕坐着，盖着被子，手还一个劲儿地摸着被子，嘴里念叨着这被子真软和。冯丽华与张喜庆2人坐在罗新强的2边，一左一右看着，一人一句问着罗新强：星强哥，这个字怎么念呀？新强哥，这个字看起来好难呀，怎么念呀？
罗新强之前还回答，现在都不回答两人的话，最后干脆起身，直接就往外走去。新强哥，天都黑了，你去哪儿啊？我去奶家看看爹怎么还没回来。新强哥，我陪你一起去吧，外面挺黑的。外面挺黑，我一个人去就行了。罗新强说着就加快步子出去了，张喜清与冯丽华两人急急地跟着出去了。罗新磊顿时有些无语，不是说古代的女孩都很矜持吗？这怎么一点也不知道什么叫矜持啊？小妮呀，和我二妹过来在家里住几天，正月里也没什么事儿，想着咱们也好些年没有坐一起说说话了。我听娘说小磊和星梅两人一人一间屋啊，今天就让他们两个跟你和爱福睡，我和你姐夫带着孩子住星梅那屋。那我就住小磊那屋。心善之人他可以接待，但是这两位就算了。原主的记忆中也是过年，原主5岁，那年没有下雪，因为过年家里吃的比较多，所以赵氏不让他们住灶间，就在后院棚子里。下午没什么事儿，原主就躺被窝里休息。罗爱云和罗爱娣两人到后院，非要叫她起来去烧水。罗爱春上前拦，两姐妹还让罗爱春一边去。原主不敢反驳，只能起来去灶间烧水，与今天的情况有些相似。罗爱云与罗爱娣说他们要泡脚，原主烧了大半锅的水，水刚烧开，赵氏气冲冲地进来。谁让你晚上做饭的？你个饿死鬼投胎的扫把星！今天我打死你！娘，别打了，小磊没有做错什么，你怎么打他呀？你个吃里扒外的东西，这小东西竟然敢生火做饭，大晚上的做饭给鬼吃啊？中午还没吃饱啊？是大姑和二姑说他们要泡泡脚，让我来烧水的。娘，我也听到大姐和二姐说要泡脚，让小磊来烧水的。你个嗓门星，你大姐二姐敢说这话，我去将他们叫过来问问。若不是他们说的，我今天打死你们，浪费我的水和柴。没过一会儿，人回来了，依旧一口咬定就是原主饿了要做饭的，所以烧水，硬是将罗爱春与原主都揍了一顿，这事儿才算完。原主开始不知道两个姑姑是坏的，第二天原主要洗衣服，去赵氏屋里拿赵氏换下来的脏衣服时，听到了两人的对话。大姐，咱这样做能行吗？有什么不行啊？爱春在家里吃住的多长时间了？我们都嫁人了，也没有吃家里的，娘也说不到我们头上。二哥家的那小磊，那就更没事儿了。说的也是，二哥和关小妮儿也不知道怎么想的，一个好好的丫头片子，竟然让跟着爱春，哼，也不怕以后成了个丧门星。瞧你这话说的，谁不喜欢儿子呀？小磊是个丫头片子，二嫂能喜欢才怪。那咱今天晚上再让小磊烧回水，扭头告诉娘，小磊饿了要做饭。这哪行啊？同样的招用一次就好，2次就不灵了。原主知道这事儿，也不敢去找人算账。后来每次罗爱云与罗爱娣回娘家，她要么就悄悄躲在后面不出现，要么就防备着他们。我要自己一个人住。二嫂，我和爱弟就住几天，这样安排行吗？小磊这孩子越长大越没礼貌了呢，家里来了客人，一碗水都没有，还顶撞我们这些长辈。客人？哼，不知道的还以为你们才是主人，在这里对我们家的事情指手画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可是一点没拿自己当客人呢。二嫂，你家小磊怎么现在长成这样了？说话一点礼貌都没有。爱云爱弟，小磊这孩子就喜欢一个人住，所以我和你二哥才又张罗着给收拾了一间屋子出来，专门给他住的，你们多担待啊。二嫂，你这惯孩子没边了，真是太惯着了。瞧瞧这说的什么话呀，我们当妹妹的来你家还没个住的地儿了。当初没分家的时候，2位姑姑过来都能住得下，现在都分家了，我们家搬出来了，反倒没地方住了。你
分家的时候，堂屋是分家时给我们家盖的，我和我姐住的屋子都是后面我爹、我外公给我们姐妹俩盖的。我不同意，谁也不能住我们的屋子。你这孩子真是一点教养都没有。我们身为长辈来住2天，你竟然还不让我们住了。出嫁的女儿回娘家应该找自己的爹娘，而不是找哥哥。就算找哥哥，长兄如父，2位姑姑也应该去找大伯父，而不是我爹。小磊呀，你奶那边不是住不开吗？所以姑就想着今天来你家住一晚。2位姑姑昨天就来了吧？昨天都住得下，今天就住不下了？我和小姑当初住的后院大棚还在呢，也能住。我在里面也住了好些年了。我记得有一年也是过年，你们过来，冯立成和张才来，他给我床上撒了一泡尿，被子褥子都湿了。我和小姑没地方住，就那样抱在一起取暖，直到被褥干了。在那样的情况下，我和小姑都能住，2位姑姑有什么住不得的？丽芳姐、立成哥、宝来哥、才来哥可都比我大呢，应该比我更能吃苦。谁喜欢来你家住？哥，你等等我。宝来才来，你们2个兔崽子去哪儿啊？这天都黑了，好好待着不行啊？真是一点也不让我省心。小磊呀，你刚才不是在灶间做饭吗？怎么跑到堂屋来了？锅里有吃的都被你煮糊了吧？大姑真会说笑，农村人家谁家会吃3顿饭呢？我刚才烧的是泡脚的水呢，不知道大姑还记不记得？有一年大过年的，因为大姑和二姑说要泡脚，非让我去烧水。我去烧了水，结果大姑告诉奶我饿了，要做吃的。后来我和小姑被奶揍了一顿。那年的事情感觉就像是昨天发生的呢。二嫂，瞧这孩子牙尖嘴利的，有没有给定亲呢？孩子还小，不着急。这也不小了，现在都9岁了吧，也差不多了。女儿家大了就应该嫁人，这留来留去呀，留成仇。大姑，丽华姐和丽芳姐有没有定亲？没有，他们还不着急，虽然年纪大了些，但是老实巴交的，后面慢慢说就是了。哼，大姑真是不容易，吃着自己家的饭，操着我们家的心。丽华姐15了吧，丽芳姐都13了呢，比起2个姐姐，我这年纪还太小了。陆星磊，我娘是关心你，你别不知好人心呢。所以你的意思是，关心我有没有定亲是好事儿？可我姓罗不姓冯，我有爹有娘，有事儿也有爹娘管，不需要冯家人来操心。罗爱云都不说话了，她还想将自己的女儿嫁给罗新强呢，可不能现在就将关小妮得罪死了。等以后丽华嫁给新强，她一定要让丽华好好收拾这个小贱蹄子。娘，我们走吧，回外婆家，希望还能陪着我玩，这里一点也不好，我不要在这里待。立成，我陪你回去。好。二嫂，我一会儿再回来哈，我先去看看立成。小磊，以前是娘对不起你。娘，我没事儿，都是过去的事情了，我刚才也只是为了气2个姑姑。以后不会了，你不想让他们住咱家，就不让他们住。估计奶又得一通闹。闹就让他闹。清平去你奶家，将你爹和你大哥叫回来。哦。天黑路滑，小心些啊。过了一会儿，罗爱福带着2个孩子回来了，身后也没人跟着。洗洗手吃饭了。娘，大姑和二姑还真想将丽华与喜庆嫁给大哥。娘跟你说了。哦，我没答应。娘怎么说？不同意，非要我答应才行。我大姑父和二姑父还想着，实在不行就让我哥一次性2个都娶了，说咱家现在有钱，又不是养不起。大姑父和二姑父还打听养猪的事情。我说了养猪之后要卖给艾文哥在的铺子，其他事情我也不清楚，让他们去找艾文哥了。
罗新磊听得目瞪口呆，此刻有些庆幸，当初幸亏他找了罗爱文，没打算让自己爹管铺子，如若不然，现在赵氏恐怕还想直接将铺子占为己有。还有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情，星辉和刘兰兰身上衣服都是新做的，料子挺好。爷奶也有，大伯父和新大伯娘也都做了。这是因为星飞吧？吃饭吧，小雷准备好药材没？明天我还要送去给大妮儿。准备好了，明天直接带过去就行。定亲的事情我拒绝了，这也不是长久之计。是有不少想将女儿嫁过来的，只是星强这年纪到底是小了些，我还是想让他自己相看。爹娘，我年纪还小，不想这么早定亲。大哥，要不你明天去县里住吧，这样就没人可以逼你了，你也不会不开心了。我看行。少瞎想，雪都没化，酒楼现在也没开门，县里也没个卖东西的，去县里吃什么喝什么？一个人待着不无聊啊？不无聊，我可以看看书，打打拳，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吃的，我可以去小姑家蹭饭，或者从家里带点东西自己做。你可别去你小姑家添乱了，你小姑现在有身孕，刘奶奶年纪大了，伺候你小姑一个就够累了。哦，那我自己做饭。不行，就在家待着，哪儿都不许去。大哥，逃避解决不了问题。小磊，你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有呀，对外就说你已经定亲了，这样就没有人想让女儿嫁给你。不过这样的话，以后大哥成亲可就难了。小磊，你这个主意挺好。不许胡来，你说定亲了，以后万一娶不到媳妇儿怎么办？娘，我感觉你说的都对。吃你的饭吧。大清早，原以为没人，不成想他低估了罗爱云与罗爱娣的厚脸皮。这次来的不止他们，还有罗爱云的夫君冯飞、大儿子冯丽萍、罗爱娣的夫君张天和、罗六以及赵氏、罗爱贵两口子。怎么办？爷奶、大姑、二姑一家全来了，大伯父他们也来了。慌什么？叫老半天不开门，怎么着还不让我老头子进来了？没有，刚才在堂屋没听见。这是怎么着？你娘还没起呢，饭都没给你们做呀？没有呀，我们吃过了。这二弟家的饭真早啊，二弟妹也够勤快的。您说的是，正月里也没什么事儿，我娘就早早起来做了。大伯娘也很勤快呀，这么大早就吃过饭了，都来我家了。赵氏原本还想着让关小妮给他们做饭，可现在他若还说，不就是说自己的新儿媳妇太懒呢？他便只能硬生生地憋着没说话。就在门口说话的这一会儿，罗爱福与关小妮也从屋里出来了。二弟和二弟妹这是在堂屋干嘛呢？简单收拾一下。爱福，昨天你娘说的事情你没同意？丽华和喜庆都是自己孩子，还配不上邢强不成？咱家从来都没有娶两个的先例，别说咱家，就是咱村里也没有。我没说丽华和喜庆配不上，丽华是艾云的女儿，喜庆是艾娣的女儿，就是我同意，邢强也不会同意。娶进门后，对哪个偏了相了的，您和娘不开心，艾云和艾娣也会不开心。好好的亲戚，恐怕以后都不能来往了。爷奶，我不会娶他们。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便可以给你定亲，哪能容得了你们这些孩子在这乱说呀？我爹娘没说让我娶的话，而且我也不会娶他们。爹娘，你们就不要逼邢强了，孩子大了有自己的想法。喜庆现在16，丽华也15了，邢强这过了年才16，别因为邢强耽误了2个孩子找婆家。二哥，我们家喜庆哪里不好啊？你就这么见不得他？二哥，我们家丽华年纪小，你说这么重的话，她想不开可怎么办呢？去看看你大姐，
别让他干傻事儿。哦，瞧瞧，这都什么事儿啊？好好的喜事儿，硬生生被搞成这样。爱福啊，你现在不愿意2个孩子嫁过来，是因为小妮儿吗？不是，我自己的想法。小妮儿，你说是不是打算将你2哥3哥家的孩子娶给星强当媳妇儿，所以才不愿意丽华和喜庆？没有，我不会让娘家侄女儿嫁过来的。好，这可是你自己说的，你不会让娘家侄女儿嫁过来。以后他们若是嫁给星强兄弟3个任何一个，我不会让你好看的。娘放心就是了。风飞与天河若还是想了解养猪的事情，可以去爷爷家找艾文哥，其他事情我也不清楚。既然这样，我去找艾文哥问问。我和大姐夫去看看。嫂子，我家丽华是没入你的眼吧，所以不愿意星强娶了丽华。我跟艾迪都商量好了，2个孩子一起嫁过来，无论什么样都不会影响我们之间的关系啊。就是啊，那嫁过来之后就是你们家的人，你们一家子怎么处，我们这么远可就管不了喽。艾云爱弟，如你的话，丽华和喜庆都是好孩子，只是我家星强年纪还小，我想着等他籍贯之后再娶妻。20岁才籍贯，这也太晚了些吧？籍贯太晚，最早也要18才行。既然这样，不如现在给丽芳和星强定了吧。丽芳今年13，星强18岁时，丽芳刚好15，这年纪正合适。以后的事情以后再说吧，有些事情还是要星强自己同意的。我看这事儿挺好，既然官家孩子和祝家孩子都在你家住，不如再过几天让艾云将丽芳送过来，正好与星强可以朝夕相对，培养感情。不行，你一个小孩子家的，这家还轮不到你来做主。娘，小磊不愿意是因为和丽芳处不来，还是让丽芳别来了？回头2个孩子打架也是伤了和气。好好的怎么会打架啊？上次他因为我身上衣服好，就当场让我脱下来给丽成。这时二姑也在，不信你们问问二姑。就这样的人来我家，岂不是我什么东西都要让给他？爹娘，这事儿是真的，小磊衣服没补丁，丽成这孩子就看上了，指着小磊要衣服，丽芳就立刻让小磊将衣服脱下来。这有什么？我家丽芳是个护短的，自己弟弟喜欢的就会去给弟弟争一争。这以后丽芳和星强的事儿成了，小磊也是丽芳的妹妹，丽芳只会护着，哪里会欺负呀？无论说什么，我不愿意让他来我家。你这孩子怎么还记死仇啊？再说也没多大的仇。怎么没有？我亲耳听到冯丽芳说，等丽华姐嫁给我大哥，我的东西都是她的。不信等她回来，你们自己问她。我怎么可能让这样的人来住我的家？罗兴磊这话完全是编造的，但是依着冯丽芳对他的恨意，肯定是想过这样的事情。罗爱云心里清楚，这话女儿当着他的面都说过，不过怎么会让罗兴磊知道的？心虚，眼神就转，所有人都看出来了。行了，既然这样，以后时不时的让丽芳过来跟星强培养感情就行了。爹，我没答应。我答应了，我是你爹，你就得听我的。二哥二嫂，这事咱就这么定了。艾云我没同意，今天艾弟也在呢，大嫂和大哥也在，以后也不怕没个讲理的。二嫂，你什么意思呀？小妮儿的意思也是我的意思，现在直接将话说开了，总比给你们留点希望的好。艾云呐，这事儿娘同意，别担心了，走吧，回家。看来星强在酒楼里干活并不是一件好事儿啊。娘，你也别着急，还有好几年呢。再说咱们刚才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奈何大姑他们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吧。娘，
这2天大姑二姑没走，您就将家里门锁了，去大伯娘家串门，或者去太奶奶家。大姑二姑来肯定没去太奶奶家，也不会去。你说的对。大哥，咱爹娘为了你可是得罪完了老罗家人。怎么了？大姑和二姑非要一起将冯丽华与张喜庆嫁给大哥呀，后来爹娘说什么都不同意。娘说她打算等大哥籍贯时再成亲，大姑二姑一听就感觉没戏。后来娘又说最早也要等大哥18岁再说，二姑是不说什么了，大姑就说让冯丽芳嫁给大哥。大哥不用担心，小磊肯定解决了。也没解决，爷说让冯丽芳住咱家，因为二妮姐和来咪姐他们都住咱家，我就说了不让住，还说冯丽芳让我脱衣服的事情。后来爷强调事情就这么定了，爹和娘跟大姑说他们不同意，娘就跟大姑说让别担心，这事儿成了，最后都走了。姑妈没吃饭，所以都去吃饭了。小磊，你是不是对大哥有别的安排？是有，不过也不着急。冯丽芳今年才多大呀？再说了，距离哥18还有几年呢，到时候没准儿哥就遇到了那个让他心悦的人呢。我的意思是，大妮不能再回去了。大冬天的，什么情况你们也看到了，大妮身上连一件袄都没有，孩子就那样走过来的，身上还有伤，这是挺着走回来了。若是没有走回来，倒在路上，可怎么办呢？大妮来咱家了，王家也没个反应，我看这门亲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娘，是儿子不孝，又要让您被村里人指指点点了，儿子也不想让大妮回去，就是养成老闺女我养着。艾福说养猪养鸡养鸭能赚钱，我就多养些，能让大妮回来跟我们一起过。这有什么？让孩子回来，无非是我们这些当老的被别人指点几句。人活一辈子，就为了儿女能过得好。大妮过不好也是我们的牵挂。现在让大妮回来是我的决定，谁想说什么闲话，就让他们去说好了。孩子能伤得这么重，王家就没拿我们大妮儿当人看，指定是不能回去了。但这口气咱也得出了，否则别人以为我们是好欺负的。爹，我明天去王家。先别着急，大妮初2回来的，咱先看看王家人什么时候来，我还要问一问大妮原因。三壮、香香，爹娘出银子给你们选块地，新建屋子，你们搬出去吧。娘，为什么呀？我不搬。你们现在搬出去，就是村里有什么闲话也扯不到你们头上。你们若是不搬出去，恐怕风言风语也能扯到你们头上，出门也要被指指点点。娘，谁想说闲话就让他们去说好了，咱们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再说了，我们搬出去就扯不到我们头上。娘，您拿我们当什么了？大妮也是我们的孩子，家里事儿您就想将我们推远？我这不是怕。没什么怕的，咱自己过自己的日子，只要咱过得好，多的是人羡慕。他们说几句闲话，咱也不能少块肉，爱说就让他们说去。香香，谢谢你。二嫂，都是一家人，就不说两家话了。等大妮醒了，先问问情况再说其他。去王家就让三壮、宝杰、兴强他们一起去。敢欺负咱家闺女，总要受点教训。这要是换成我宝清被打，我会去烧了他们家屋子。行了，事情就这么定了。等大妮儿醒了，好好问问看是什么情况，再去王家。哎呦，你们可来了，我还打算让你二舅去一趟你家呢。怎么了？大妮这孩子什么都不愿意说，到现在也没问出来。状态不好，当着家里人干什么都是低着头不说话，要么就很惊恐。对，
就是这样。以前大妮不是这样的。外婆，你要想以后怎么办？他们能这样打大妮姐，这次咱们给治好了。可若是让大妮姐回那个家后怎么办？让你二舅和外公过去看看，有咱家人在，他们再敢那样欺负大妮，我可不会轻易算了。小磊，你给外婆出出主意，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呢？我说出来，您可能接受不了。你说说看。大妮姐这样被打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可见对方总是打人，还不如就直接和离，将大妮姐接回来，家里也不缺这一口吃的。大妮姐身上的伤是凌虐，不是家暴，而且打人是不会改的，有一就有二，她之前就见过当场保证的很好，事后就反悔的。和离，村里从来没有过呀。外婆，很多时候我们不需要去看别人怎么想怎么做，一辈子这么短，自己开心舒适就行。大妮姐年纪轻轻就这样，这次是大妮姐回来了，若大妮姐没回来呢，再被打几次恐怕就只能收尸了。对，不能让大妮再回去了，今天晚上就要说说这事儿。再回去，你大妮姐恐怕要没命了。两家距离又远，我真怕有个三长两短的。三壮，你进来。你们都别将小磊当孩子，他给大妮治的伤也有发言权，而且小磊这孩子点子多。娘，我们可从来没拿小磊当孩子，这丫头主意正着呢。现在大妮什么都不愿意说，总得想想办法。孩子醒来要问问看怎么了。不过王家人将大妮打成这样，你们怎么想的？娘，我和二壮去一趟王家吧，我们去看看王家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会将人打成这样。王家距离咱们家远，这第一次说完，刚回去可能没事儿，后面又开始了，这可怎么办？咱也不能一直去看大妮呀，到底是顾不上孩子。香香说的对，大妮刚醒来的时候，直接就跪下来求饶，说自己马上去做饭。我好好的一个孙女儿被吓成这样了，我是不想让大妮回去了。娘，您的意思是？半夜，罗兴磊听到了身边压抑的哭声。大妮姐回家了，不用再担心了。对不起啊，吵醒你了。我没睡着。你快睡吧，我没事儿。大妮姐，我知道，是不是他总打你？我知道，你身上的伤口是我处理的，前后都是鞭子打的。他这么打你，是因为你没怀上孩子。之前他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是今天在关大妮喝汤时，罗兴霄进来，在那里巴巴说话。他无意间看到关大妮看孩子的眼神很羡慕，很疼爱的样子。外加他处理伤口时，关大妮肚子上尤其多，定然是对方的发泄。大妮姐，没事的，你没事，我给你把脉了，你身体很好，可以生孩子的。真的吗？真的，大妮姐身体很好，没有问题。你没有怀上孩子，许是对方的问题。大妮姐，你没怀上孩子，他是不是让你喝药，出去对别人说你生不出来孩子？大妮姐不用担心，以后都会好的，没有人敢动手打你，也不会再有人伤害你。可是我不能。大妮姐，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没有什么能不能，你不用担心。我不能让家里人因为我而被村里人指指点点。寂静的夜里，说话声音虽小，但也足够屋里炕上的人听到。罗兴磊早就注意到孙氏与关山年醒来了，不过两个人都没有动，安安静静地听着。大妮，没事的，以后咱不回王家了，就留家里。奶，行了，你这孩子是真傻，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早说呀？你传个消息过来给我们也行呀。
你一个人在那里，万一出点什么事儿，你让我们可怎么活呀？因为没怀孕，他们说我不能生，还说我娘只能生女儿，娶了我连女儿也生不出来。后来大牛就喝酒，喝醉了就打我，第二天又跟我说好话，我想回家，大牛就不让我回来，说过年的时候带我回来。那天晚上他又喝多了，他动手打我，我想逃，他就打得更凶。他说给我腿打断了，就不会想着回娘家了。我推开他逃出来，晚上我就慢慢的往回赶了。走在半路，我又怕回来之后被村里人笑话，我又想返回去，可想到大牛喝多了打人，我又不敢回去。后来路上犹犹豫豫的，我就回来了。杀千刀的，他竟敢这样对你，明天就让你爹去收拾他。奶，别去了。大牛虽然是一个，但是堂兄弟多，王家人在村里都是横着走的。爹过去，大牛脾气急，不管不顾再打了我爹。那就让你爹叫着咱关家的人去，我就不信了，他们打人还有理了。外婆，这事我来安排。大妮姐，你有没有东西在那里？还要不要回去？我没有东西在那里。大妮姐，如果让你跟王大牛和离，你愿意吗？我可以吗？你可以，家里人都同意你别回去了。咱不回去了，就留家里，现在家里不缺吃穿。第二天，关大妮的事情关家人都知道了，前世又哭了一场，关二壮也气得不轻。关家人也知道王大牛家那边兄弟多，罗兴磊就说让吴晨与吴明跟着去就行。关二妮他们也都认识吴晨和吴明，全都欢呼着说挺好，想去看王家人的下场，但关大妮始终没有说话。第二天，小磊，大妮儿姐不见了，做的衣服也没穿，之前穿的衣服没了，奶说肯定是回王家去了，二叔和我爹去追了，我过来告诉你一声。走吧，去县里。现在过去恐怕也来不及了，我和宝洁先追过去看看。大哥，你去喊兴庆哥他们一起，就说今天练手，看看谁学得好。啊，小磊，你的意思是让他们跟着我们一起去王家？不是说王大牛的那些兄弟很厉害，咱们不一起去练练手？如果连那些人都打不过，那这些日子可就白练了，回来加量。我姐被人欺负了，你们跟我一起去报仇，回头请你们吃好吃的。好呀，我想吃红烧肉。想吃什么随便说，都给做。让你兴庆哥他们去好吗？娘，别担心，平常还找不到练习的机会，现在正好练练手，我会带着无名他们去，不会让咱自己人吃亏。那妮儿姐怎么想的？咋就自己跑回去了？王大牛多坏呀！你们去哪里啊？找人去打架，要不要去啊？罗兴磊是有些不嫌弃事情大，他一直想着关大妮的话。王家人很多，现在想想自己也能叫一大帮子兄弟姐妹呢。去。哦，那一起去村口吧。你个小贱人，我们家鞭子你想怎么着？你怎么这么傻？怎么就这么傻呢？娘。关二壮平常脾气挺好，这回已经直接上前动手就打人。关三壮也一样，兄弟两个上前就打王大牛。关山年气得不轻，到底顾及自己是长辈，没有动手，只在一边看着，气得脸色铁青。你们干什么呀？这是要打死我儿子呀！二舅舅三舅舅，别打了，去将你们王家那些兄弟都叫出来，以后大家一起打。今天我们过来就是要打你的，你怎么打我大妮姐，今天我就要怎么打你。不过你们家打的人多，可能我们打不过，就不打了。你等着！我们不走，就在你家门口。
要杀人啦！这是要杀人啦！小磊，这样会不会不好啊？二舅娘别怕，他敢闹咱就报官，是他们打人在先，我们报仇在后，传出去咱们也不吃亏。哭！大牛娘不哭了，无忧一鞭子下去甩在大牛娘的背上，老妇人疼得嗷嗷叫。无名，你去附近镇上带一个大夫回来，速度快些。是。三舅舅，您去村子里打听一下，看这个村子里有没有大夫，请过来。那就是大夫家。我去叫。你们这是干什么？您是这村子的，可知道我姐姐嫁到你们村被王大牛家人欺负的事情？欺负？我家孙子要娶这样的我也不要，连个孩子都生不出来，这不是要大牛家绝后？大牛家可就大牛一个独苗苗，他爹死得早，他娘好不容易将他拉扯大，竟然娶了个不能生孩子的。大妮姐，你忘记了，自己是没病的，不用怕。没事儿，有娘在，不会有人欺负你的。很快王大牛回来了，身后跟了不少人，应该是将王姓的都叫出来了。年轻的男人约40来个，还真是人不少，上了40岁到60岁的也有20几个，半大的孩子那更是一群，还有不少女人，有人手上甚至拿着农具，就是为了打人。关山年脸白了白，关二壮生气，但还是下意识地上前将罗兴磊等几个孩子和自己的媳妇儿女儿护在身后。二舅舅，我们过来就是打架的。你这孩子别说胡话，那都是大人，和你们孩子没关系。无名还没回来。回来了。小友医术了得。略通一二，请二位过来是想给地上这位瞧瞧，劳烦您二位把完脉后再给我姐姐把个脉，看看是谁的问题一直没有孩子。这两人是镇上2家药堂的，村里不少人认识，经常去抓药。小友姐姐身体没问题，只是身上伤势有些重，还需要好好养养，并不影响生孩子。反倒是这位不能有子嗣。是，这位病人的症状与刚才小友说的一样，就是吃药也不能调理好。此话一出，村里人全都哗然了。因为关大妮不能生，王大牛可没少打关大妮，就是村大夫也是隔3差5的就要被请去王大牛家给关大妮看病。原来竟然是王大牛有病，人家关大妮是好的。多谢2位大夫前来道明真相，这是我们的本分。想到关大妮身上的伤，他拿着鞭子就对王大牛狠狠地抽了下去。小磊，能不能将鞭子给我呀？小姐，3妮拿针可惜了，应该拿剑，将来也好保护你。宝清也不错，也适合拿剑。我不需要别人保护，他们是我姐，他们适合学武功，就让他们学，不用为了保护我而学。是。大牛娘之前已经被罗兴磊等一行孩子吓傻了，现在看到自己儿子倒在地上，哭得那叫一个惨，慌忙扑过去护着王大牛。什么我大姐生不出来孩子，分明是自己有病，我们不嫌弃你家穷就算了，竟然还敢打我大姐，真以为我们家没男孩就可以随意让人欺负？我关三妮儿的家人不是那么好欺负的，今天我就打死你们！看那些嘴碎的瞧不起我们的还能说什么？女孩怎么了？今天就让你们看看，女孩照样能打得你们满地找牙，敢打我大姐，今天就让你们好看！姑娘别打了，再打下去这人就没命了。你们村子里有一个算一个，应该都知道王大牛怎么打我姐的吧？这次若不是我姐跑回家，恐怕命都要交代在这里了。现在我就打他们2下，你们竟然还心疼？我大姐身上新伤加旧伤，谁打的？不是她吗？我大姐受的远远比她多，现在我打她1下就不行。你们家家户户都没有女儿吗？你们女儿遇到这样的事情，希望你们可怜男人
连打都舍不得打。宝清姐，替我来。好呀好呀。祝来一在一边看热闹，不嫌弃事情大，直接扭头一把火将王家给烧了。大娘儿，你自己过来，我就放过你的家人。你若不过来，我不但要休了你，我还要打死他们。关大妮身子发抖，轻轻推开前室就要往前去。以前不知道，今天他亲眼看到王大牛家是怎么对待关大妮的，又怎么可能还让女儿与这样的禽兽生活在一起？大姐别怕，有我们在呢。罗兴磊在关三妮身上看到了杀气，当他想要还手，关三妮完全不给他机会，3两下就已经将他打趴下。一个大男人被孩子打趴下，关二妮慌忙上前，姐妹俩联手，王大牛一点招架之力都没有，还能被这些外村人欺负？兄弟们，上！罗兴磊、祝来米、罗兴梅、关宝清也不闲着，全都冲了上去。无忧在一边生怕别人打到了罗兴磊，还没等他上前，罗兴强几人就到了。一场混战开始了。星校，每次出拳时不要犹豫打哪里，出之前就想好，出手要快。宝宝，抬脚用力，踹出去时腿发力。原本是一场双方的群架，最后硬生生的成了现场教学。当然，罗星笑等人也好不到哪里去，额头有伤，有人还伤了手等等，但大家越打越起劲儿。关山年、关二壮带大夫回来的关三壮、前世、关大妮几人都傻眼了，看着自己家文文弱弱的女孩子出手都一个比一个狠，打的那些大男人嗷嗷直叫。小磊啊，那可以了，跟其他人没关系，都是王大牛和他娘的事情。打我大妮姐的时候没想过自己会挨打吧？分明是自己不能生，还非要怪我大妮姐不能生孩子，你可真会给自己找借口。你若是个好的，我们还能原谅，就你这样的更不能惯着了。三舅舅，你带过来的大夫呢？就他，村里的大夫。给他好好把把脉，今天也好洗了我大妮姐这冤屈。王家村的大夫哆哆嗦嗦地上前，轻轻握住王大牛的手腕，好一会儿不敢说话。有没有把出来？要不我来说吧。王大牛说话的时候中气不足，证明他……罗兴磊说了一大堆只有大夫才能听懂的专业术语，最后才回头看着王家村大夫，惊恐地看着自己。怎么了？我说的不对？不是不对，是太精准了，比他这个村大夫强多了。这些孩子可都是狠人，下手是真狠，身边还有个男人在教他们怎么打。其实他们看出来吴晨是个厉害的，只是人家没动手。闹得太厉害，王家村的族长终于出面了。王族长重重叹了一口气，关大妮这孩子嫁到他们村挺好的，跟村里人关系处得也好。后来大妮一直怀不上孩子，王大牛就开始打人。有一天关大妮求到他家去了，他倒是说了王大牛家人，当时好了几天没打人，后来老毛病又犯了。他家媳妇儿总在家里念叨，那么好的姑娘嫁给王大牛白白糟蹋了。现在报应来了，人关家大人都没出手，孩子就将人打趴下了。大妮儿爷爷，您看今天屋子也烧了，人也打了，要不这事儿就算了吧。大妮儿以后还要在咱王家村生活不是？谁说我姐还要在这里生活？这吃人不吐骨头的地方，谁爱来谁来。今天我们就要带我姐回去。因为王族长的出现，大家也不打了，气也消了，直接将鞭子扔在地上。王家人还想着等关家人走了，一定要弄死关大妮。现在听到人家竟然不打算过了，个个都傻眼了。随即似乎又明白过来，王大牛都不能生，关大妮还留下来干什么？天天挨打吗？不可以，大妮儿是我们家媳妇儿，娶进我们家门就不能出去。老妖婆，你让我大妮儿姐留下来，我不是还想打人？我看这是没打老实。
说话的时候，鞭子已经甩了出去，狠狠地抽了2鞭子。大牛娘老实了，嗷嗷叫着，再也不敢说不让大妮离开，大妮是他家媳妇儿的话了。又抽了2下半死不活的王大牛，王大牛竟然直接晕了过去。小磊，他不经打，这是死了还是晕了呀？你给看看。新田哥，怕什么？我在这里，他死不了。若真死了，咱就用鞭子鞭尸。大牛，既然大妮儿不愿意跟你过了，就给她休书吧。谁说一定要男人给女人休书？小磊，你写吧。大妮姐，我们这样做可以吗？可以，小磊你去写吧，大妮跟我们回去，不留在这里了。再待下去，我大妮恐怕就没命了。娘，我回去村里。没事儿，咱不怕，他们要说就让他们去说，你不能留在这里了。家里都商量好了，你不用担心。小磊，你写吧。二哥，你来吧。罗兴平没写休书，写的和离书，内容大约就是王大牛污蔑关大妮，并且欺负关大妮，所以不跟王大牛过了。和离书签好以后，两人从此没有任何关系。和离书，罗兴平一式3份，上面还写了见证人。外公写好了，王家村族长在这里，也让族长签个字吧。签不是，不签也不是，又有关家人虎视眈眈地盯着，如果他不签，恐怕又要打人。王族长难呐。让他们先签吧，我最后签。完了。大姐，以后我养你，咱不嫁了。大姐身上有伤，别抱这么紧。哦，我太激动了。族长，这份您收着吧，您是见证人，以后有什么事情可能还要麻烦您。这一份是你的，若是你想去官府告我们，就抓紧时间去，正好我们也想对簿公堂。若是不想告，今天这事儿你就认了，以后敢去官家闹事儿，你的下场会比今天还惨。无忧，将马车赶过来。是。很快无忧回来赶着马车，王家村的人看到马车更是惊讶了，这官家得多有钱呐！王大牛家怎么想的，竟然连这么好的亲都不要。官家呼啦啦来了一群人，现在走也是呼啦啦走一群人，但也给王家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王家人后来打媳妇儿都会想想王大牛这个例子。大妮姐，不要考虑那么多，如果不愿意在家里待，就去我家。你还不知道吧？阿妮姐他们可厉害了，现在都能赚钱，也不差你一个的。谢谢。其实我大姐的针线活也很好的。等大妮姐好些，她现在的身体需要好好养养。你们来我家时，大妮姐要是愿意，可以一起来啊。三壮做了一件好事。爹，我也感觉自己做了一件好事儿。我真是没想到三妮这丫头上前能将王大牛打倒在地，可见学武功是好的。可惜了，我这年纪太大，若是小些，我肯定也要学。爹，我们替你学了。我们宝清也很好。三妮很厉害，二妮也很厉害，以后娘再也不会因为你们不是男孩子，心里有想法了。就我跟娘没去，你们倒是跟我们好好讲讲怎么回事啊，这让我们着急的。于是关三壮开始讲，其他人在一边时不时的插一句：新强哥哥，你来我家干什么？我今天没什么事儿，我过来看看二舅娘有没有什么事情需要我帮忙做的。现在家里没什么事情，你可以走了。我给二婶说一声，要不我娘不知道该着急了。好，我们先过去。没一会儿的时间，吴晨一个人先骑着马来了。小姐，马车呢？在后面了，无忧与无名一起过来。哦，
那你去一趟兰姨姐家，她最喜欢热闹。这种热闹不叫她去，恐怕后面要怪我。关家村碰面。是。外婆，你们先别着急，我已经让我大哥他们过去了，会找到大妮姐的。我来接二妮姐他们一起过去。二妮儿他们也去了，那我也去。走吧，外公，外面有马车。我们也去行吗？外婆，您和三舅娘等着，我带着二舅娘去。行，你们快去，将大妮找回来。没问题。刚才你让吴晨师傅去接我，我哥非要来，说他也要来，饭都没吃。我奶和我娘拿他没办法。一起去，正好锻炼一下。去了之后要练手，大家都不用客气。我一定狠打他们。对方怎么得罪你了？一会儿你就知道了。到了王家村村口，罗新磊等人一起下了马车，罗新强一行人还在后面。罗新磊让吴优跟着进去，吴晨与吴明一会儿在暗处待着就行，顺便看一看他们一行人练得怎么样。关二壮还没有走到王家门口，远远的就听到王家院子里有哭声、叫骂声、喊打声以及鞭子的声音。小贱人，你倒是跑啊！跑了以后还不是要回来？得亏你聪明，回去之后什么都没说。要是敢说，我打你，我就真的打死你。就是一个不下蛋的鸡，大娘给我狠狠的打，打死了，娘再给你娶一个。娘，真打死了，我可就没媳妇了。只要以后大妮儿乖乖听话，好好跟我过，我就好好待她。这不下蛋的鸡，连他娘都不如。他娘好歹生了几个丫头片子，这小贱蹄子肚子是空的。娘，你来打两下，出气。你不要说我爹娘，你们打我就打我。我嫁到王家已是王家人，与官家无关，不要什么事情都扯到我爹娘。我爹娘很好。你给我闭嘴！吴优上前一脚就将门给踹掉了。大牛娘鞭子没落下去，回头看到在门口的关家人，脸黑了。大妮儿，你看你跟我置气就置气，怎么就哭哭啼啼坐地上去了？快起来，地上凉。娘，大妮儿在生气呢，您就别生气了，快进屋给大妮儿将衣服拿出来。鞭子留下。怎么样了？我可急死了。吃饭没有？我还给你们留了饭呢。吃过了，外婆和舅娘做了很多吃的，我都吃撑了呢。你大妮儿姐找到了？事情解决了，娘不用担心。二哥，来2盘。娘，我要去大伯娘家，您跟我一起去吧。好呀，正好有事找你大伯娘。没事儿，我就先走了。大哥，他哭着走了。不用管，爹都没有答应他。大哥、二哥，明天我们一起去小姑家拜个年，然后大哥跟我去一趟马叔家吧。好啊。一行人进了县城，刚过完年，铺子都没开门，街上还有些冷清。罗兴雷等人直奔罗爱春家。许久不见，大过年的见到，罗爱春激动的眼泪哗哗掉。你们上门就是客，怎么能让你们做饭呢？这太不好意思了。大娘，您就别见外了，都是一家人。爱春这肚子越来越大，以后您可要受累了。没事儿没事儿，这心里呀开心着呢。到时候您忙不过来就说，我过来给您帮几天忙。那好啊，你不忙就过来陪陪爱春也好。这孩子啊，总一副心事重重的样子，可能是想你们了。好，以后没事就过来。最近没事儿就不要来县里了。从年前开始，县里及周围不少女孩子失踪。失踪？知道是什么人干的吗？现在还没有找到线索，已经在查了。不过最近不太平，小磊这些女孩子还是要多注意些。小磊，你二哥最近都没事儿，你来县里时让你二哥陪着你。今年过年的时候，镇上刘家来拜年了。
见到你了。正好遇上了，当时我不知道，所以给开了门。不过他们不认识我。娘，你就别担心了，刘兰兰不来小姑家就没事儿。刘兰兰不认识小姑，除了星辉哥。他们过来哪里是拜年呐，竟然还说让大志给他们家2个儿子在县里找个活计干。那2个孩子啊，眼睛贼溜溜的乱看，一看就不是好孩子，怎么可能给他们找个活儿啊？再说也没有啊。那家那2口子走的时候啊，还挺不高兴，我估摸着以后不会再来了。他们来我会小心的，下次就直接给骂狠一点，让他们再也不敢上门，这样咱们就不用担心了。刘奶奶，您这个想法挺好，镇上刘家那样的也不是什么好亲戚，不来往也没什么。之前也没打算跟他们来往，他们就是看着。现在呀，我们家日子好过起来了，然后又找上门，想占点便宜罢了。在刘家吃过饭，大家就回去了。这人怕是输狗皮膏药的。娘，我明天去县里酒楼，这2天酒楼需要有人看着，我过去在那边吃住。新强哥哥，你们去哪里了呀？这么晚才回来？他注意到罗兴磊一家的衣服全都是没补丁的，一下就眼热了。想到这些人穿的衣服都是罗新强赚回来的，立刻就不开心了。可这会儿他只能忍着，就出去转了转。我在家门口等一下午了。又没人让你等我们。你还是回去吧，我大哥明天要去县里，这天寒地冻的，平常也不回家。没关系的，新强哥不在，我就来陪陪二舅娘也好。不用了，我娘最近没时间在家，要给太奶奶那边缝制衣服，我们都没有时间陪你，你还是回去吧。冯丽芳到底是个孩子，能厚着脸皮一次，再厚一次脸皮是无论如何都做不到，于是又捂着脸哭着离开了。雪化了，但天气并不是很暖和，下午就有结冰的地方。由于跑得太快，脚下不稳，直接摔倒在地上。大哥，你可千万不能娶这样的，走路都能自己摔倒，动不动就哭鼻子，娶回家咱家就要被眼泪淹了。冯丽芳回头恶狠狠地盯着罗兴磊家，好一会儿才离开。初8这天，官家孩子来了，祝家孩子也来了，女孩子都忙着做衣服，男孩子则去帮罗爱福喂猪。之前冷清的家里一下又热闹起来。大姐回来2天也爱笑了，看起来好多了。以后会慢慢好起来的。为啥不过来呀？到时候大家一起多热闹，给大妮儿姐找点活干，可能好得更快些。心病还是要自己走出来，家里有外婆他们这些家人在，大妮姐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的。村里没人说闲话吧？你可是不知道，没人敢说什么。现在在村里，没人敢惹咱家。咱村里有个媳妇儿是王家村的姑娘，咱去王家闹的时候，那个媳妇儿正好在娘家，目睹了那场打架。回村之后就传开了，在背后说风凉话的少，也有说打得好，更有人对你们最感兴趣。那天我和三妮儿出去，村里还有个20多岁的男人，非要让三妮儿打他，三妮儿没搭理，直接回家了。最后搞得我们都不敢出门，但这也是好事儿。平常咱都软弱，别人看到就想欺负，现在别人知道咱不好惹，以后也不敢来招惹咱。大家晚上最好不要走散了，注意安全。小磊，我们可是有身手的人，谁会拿我们怎么样？除非他眼瞎。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好吧，我们小心些就是。走在古代的街上，人来人往，大家脸上的笑容是淳朴的，非常开心。哇，真漂亮啊！姐，我出去一下，你们一会儿不用等我，玩够了就自己回去。你去哪儿啊？这就是之前总给大哥打赏的老人，他找我有事儿，我出去一下，你们慢慢玩。好，
你早点回来，我们应该还会玩很久，到时候你来找我们。好，让大家注意安全。您这是怎么了？脸色很差。我过来就是为了找小神医的。方阳身体一天不如一天了，现在已经卧床不起。我来想请你跟我去一趟。这……东华朝国都，京城。这太远了些。是这样，我将方阳的情况告诉你，你能不能告诉我怎么治，或者给一些药也行。找家茶楼吧，你将他的情况如实先告诉我，若是真不行，我也可以跟你去一趟，但去之前我还需要安排好家里的事情，可能需要几天。没事儿，我这边着急，就先告诉你情况，到时候你告诉我怎么治就好。他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这种情况主要是心情郁结、伤心过度导致，回去开药慢慢调理就好。但重要的是心情，一个好的心情胜过10副药。是，家里有人去世了，所以他很伤心。那他现在？人已经去了，现在只有他自己独自扛着。情况紧急，明天中午我们在这里见面，到时候我给你药丸，你带回去。好，谢谢。事不宜迟，我便先回去了。谢谢。罗兴磊回到家时还没人回来，他给留了张纸条在罗新强房间，自己回房间就将门锁了，闪身进空间。不知不觉忙碌一夜后，第二天早起，院子里静悄悄的。他推开门出去，只见时辰不早了，该是早饭时间，但院子里一个人都没有。姐，心笑，来一姐。他慌忙去隔壁房间，里面没人，炭盆昨天晚上也没烧。他还记得祝来一说早早烧好太浪费炭，可以等从街上回来再烧，到时候直接睡觉了，大家抱着睡不冷。可是床上被子什么都没有动过，证明房间昨天晚上没人住。心中有些慌乱，他又跑去别的房间，一个人都没有。而他留在罗新强屋子的纸条还在。我听说啊，昨天晚上有不少女孩子失踪了，真是造孽，好好的灯会就那么散了。是呀。两位婶子，你们刚才说什么？姑娘啊，你快换一身衣服吧，昨天晚上街上不少打扮漂亮的姑娘都失踪了，你这打扮别再出事儿了。小磊，娘，你们怎么来了？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小磊，昨天晚上星梅、来一他们不是跟你在一起吗？他们人呢？昨天晚上有人找我，想要我给看病，我就先走了。当时我告诉姐玩够了就早些回来，我还给哥留了纸条。我早起就没见到人。其他人都不见了，我们回到宅子没有见到他们，就去街上找，可是一直没有找到人。我们找到半夜，没找到人就回来在宅子里等了一会儿，天亮城门开就回村了，现在才刚回来。吴奶奶，你们过来的时候村里可有人知道？没有，这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情，我们哪里敢声张啊，什么都没说就悄悄过来的。小磊，他们会没事的吧？吴奶奶你放心，我会想办法找到他们的。娘，你带吴奶奶先回宅子等消息吧，我去衙门。二哥，你去灵宅通知吴晨和吴优过来。新阳哥，你去找吴明，让他们去衙门跟我会合。大哥，之前在你们酒楼住过的那个白发老爷爷会在雅兴茶楼，你将这个给他，告诉他用法我已经写出来了，他给的东西就不必收了。你告诉他，是我还当初的救命恩情。哦，好。大家都回去吧，我一个人去衙门就行。可不，你一个小丫头去衙门怎么行？我和你祖伯父跟着去，其他人都回去等消息。小磊丫头，这里不可乱冲。哎，小神医啊，你怎么来了？我找邓大人。哦，大人正在里面，我带你过去。你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我家姐姐走失，现在下落不明。
陈东东身子僵了下。是昨天晚上？昨天晚上走失的人，大人已经派衙门里的人出去找线索了。我刚才出去也是为了找线索。我小姑父呢？早就过去了。你们在这里等一下，我进去跟大人汇报一声。小磊，你认识知县大人？有过几面之缘，算认识。小磊，我刚才听陈东东说了你家姐姐的事情，我这边会尽力去查。现在有线索了吗？只知道对方人数众多，其他一概不知啊。我想让我的人跟着一起调查，不知道衙门这边查出来消息，可否与我们一起分享一下？好啊，这样也能加快速度。那便麻烦邓大人了，我一会儿直接去找小姑父可以吗？好，让陈东东带你过去，一会儿我也要过去。此次事情太大，我需要向魏大人说明。我便先走了。好，待找到你的家人，我请你吃饭。日后再说。邓大人，我先走了。我姐姐他们失踪了，没有任何线索，你们先去查一下，看看是谁干的。是。五爷爷、爹、祖伯父、爱康叔，你们先回去吧，我跟着去看看。有事我会回宅子的，不会有事的。好，我们回去，你小心些，不行让你二哥跟着。我跟着去。我也跟着去。星阳，你别去了，回家陪着你娘，这事儿你娘还不知道，你们兄妹都不回去，你娘肯定会多心，还要给家里带个话。好吧。怎么样了？查出来一点眉目，现在还不太清楚，要再等等。也不知道这些孩子怎么样了。没事的，要相信小李他们能找回来的，而且这些孩子都有些身手，也不傻，对方想要对付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就是那些孩子都跟鬼精一样，不会有事的。都去睡吧，明天应该就有消息了。都熬着，回头明天需要人手的时候，大家都没力气了。是，你说的对。吴明与吴晨查出来一些线索，两个人赶过去了，我留下来特意等小姐。白宁县、李兰县与新阳县的交界处，有块地方是三不管，那里有山匪。现在查出来，当事人是他们带走的？还没有证据，但是查出来有人见过那些山匪，前天夜里出现过。我先回去一趟，你准备一下马，城门开我们就去追人。是。这大早上的怎么出去了？有些线索了，娘，我一会儿和无忧出去，你们就在这里等消息吧。好。我跟你去。大哥、二哥，你们就在家里等消息，若有事情，我还需要你们帮忙跑腿儿。有消息，我会让哈哈来送信。好。你先吃点儿，我给无忧带点儿，你们两个拿着路上吃。有消息一定要给家里传回来，千万别硬撑。知道了，娘，放心吧。都快吃下去。给家里姐姐们分完药后，他忙问：你们都没事吧？没事，这些人将我们抓来，就直接让我们脱了衣裳，然后将我们赶进大笼子里，也没对我们做什么。来医区里面了。来米姐，把药给他们分了吧，治风寒的。小磊，还是你好，我不知道这个混蛋，当时若不是因为他，我们根本不可能被抓来这里。当时怎么回事？我当时在看杂耍，后来没看到你，就问星梅姐，星梅姐说你遇到一个熟人看病先离开了，我们就去别的地方玩，结果没走两步，这个臭男人就跟我说你有危险。当时我不相信，想着他可能是骗人的，但是他竟然将你穿的什么衣服说的清清楚楚，我想这肯定是了，他还说是你让他来找我的，我就叫着星梅姐他们一起，大家怕你有事儿，结果进了一条巷子，后来我们就晕过去了。再醒过来时，我们已经被绑起来，坐在马车里，很多女孩子呢，
挤得都快不行了。到了山下要下马车，他们还给我们蒙了眼睛，随后带着我们往山里走。我就想着你肯定会来找我，所以我就把你之前送我的那串珠子扯断，一个个的扔了一路，进了这个破地方。他们就让我们脱了衣裳，我不脱，他就亲自动手，还让人拉着我，我要杀了他。哦，想杀就杀。我就是生气，一会儿找个鞭子让我抽2下就行了。一会儿蘸上盐水抽。怎么啦？这样看着我？没有，我就是想着你心地那么善良，怎么会说出这样的话呢？这有什么？他敢绑架你们，我肯定要对付他的，这叫有仇必报。我们不去随便欺负别人，但谁想欺负我们，一定10倍还之。罗星雷已经在一边看着无名、吴尘几人简单的将这个大厅里的人绑在一起。我靠，谁破楼的？是谁？罗星雷眼神眯了眯，没说话，就那样静静的看着。无忧出去又回来，手上拿着一个杯子，另一只手还拎着一桶水。罗星磊看到了，里面还有没化开的盐巴块。浇水的时候波及到了其他山匪，有好几个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被绑着，面前还站着一个女人，2个女孩子。小姐，您坐后面吧，属下坐前面。没事儿，不用担心我。小姐，您还是坐后面吧，属下在前面，这样您不用特别吹。属下早就习惯这样的生活，您不必担心属下。小主子，怎么样？根据我们在附近调查来看，最近几个县里都有走失的女孩，只是刚开始不多，前天晚上是最多的。听说最近山上的山匪也是频频出现。那便是还没确定，姐姐他们在不在山上，是吗？是。先上去看看山匪的情况再说。是。走到半道时，罗星磊发现了一个小珠子，他慌忙捡起来看了一眼，很差的玉珠子，但这是他买的。珠子在这里，证明祝来一来过这儿。沿途找找，这应该是来一留下来的。是。很快的又找到几个，边走边找，很快就到了山顶的山匪窝附近。悄悄潜进去看看。无名，去查看一下山匪的人数，最好能看出来他们的实力。吴尘，你去看看这些山匪头子在什么地方。无忧去一些把守严密的地方看看，能不能找到姐姐他们。我在这里等你们，半个时辰你们就必须回来，不可贸然行动。是。小姐，找到了，都在院子里，有一个很大的笼子，里面有不少姑娘，年纪大的小的都有，对方很嚣张，周围有人把守，都在来来回回的走动。不过他们身上的外衣都被扒了，现在身上穿的都是球衣球裤。等等无名他们。是。山匪约50人，有15个左右能打，其他都不行。小姐，他们在喝酒，寨子上上下下似乎在庆祝。抓了那么多人，肯定要庆祝一下。吴尘，是所有人都在喝吗？差不多，夜里天凉，里里外外都在喝酒，我看到还有许多酒都没动。这是迷药，你们2个商量一下，看是怎么将药下进去，人倒了之后出来叫我。是。无忧，你悄悄进去看看怎么样了。是。如果人都倒了，你先去找姐姐们的衣服，让无名他们来通知我。是。主子，我在这儿。事情办好了。所有人都已倒下。走，去看看。你自己不愿意做的事情就让别人去做，欺负人，将他丢出去。蓝明姐，你救救我，我不要被丢出去，外面太黑了，我害怕。小磊，夜色这么黑，外面也挺冷的。蓝明姐，你心疼他，就带着他一起出去，在这里吵得我烦。
兰米姐，小磊是心疼你将衣服脱给别人，你自己太冷了。他污蔑小磊欺负人，你还要护着他，我是真没见过你这样的。大姐，你就不应该护着他，他自己穿什么是他自己的事情。小磊带着无忧师傅他们大老远赶来救我们，他不感激就算了，竟然还污蔑人，还想要你的衣服，你怎么想的？小磊，兰米姐，这些都是你自己的决定，我不干涉。罗星磊说完就走了，他要去看看别的地方还有什么。拿下了山寨，在小姑父他们来之前，总要先检查一下。这是怎么了？他说冷，我本想将衣服给他，小磊就说冷是他自己的事情，让我别给他。可是这孩子实在可怜，他哭了，说小磊欺负人，小磊生气了，要将他赶出去。我求情，小磊气走了。大姐，你是不是疯了？他自己穿的衣服就是他之前的衣服，他冷也是他自己的事情，关你什么事情啊？你有没有想过，衣服你给了他，你到时候染了风寒怎么办？别想着别人给你治，你为了别人可以让自己染风寒，那你就要自己负责。而且他值得你护吗？小磊只说让你别脱衣服给他穿，他便说小磊欺负人，自己冷不会靠近火堆吗？不会进屋子里去吗？女孩子被救出来后，大家也不敢进去屋子，里面有山匪。后来无名见他们实在冷，就给点了火堆，现在也有3个火堆，火堆旁边都是女孩子，全都靠在一起取暖。他说了，屋里有山匪，他害怕不敢进去。小磊就问，他害怕，大姐就不怕？结果他说大姐不怕，大姐年龄大勇敢。小磊说你自己都不愿意的事情，为什么让别人去做？他就哭了，说小磊欺负人。小磊嫌弃他哭得烦，就让无尘师傅将人扔出去。他拉着大姐说嘿，害怕。大姐就跟小磊求情，小磊就说你心疼他，那就带着他一起出去，在这里吵得我烦。后来小磊就走了。大姐，你这样做让小磊得多失望啊！大姐，那你现在把衣服脱了进去屋里跟山匪待一起，你去啊！你快将衣服脱了给他，自己进去。小磊，你就别跟来了。说完就与无忧进了那个屋子，里面是什么样的，祝来一不知道，但是这一刻他有些恨大姐。自己家的一切都是罗星雷给的，他们能有今天也是罗星雷给的。刚才小磊明显不想搭理自己的样子，这是因为大姐刚才那件事情。没事的，小磊不是那样的人，我们是我们，大姐是大姐，你要相信小磊。二姐，刚才小磊都不理我了。别哭了，我们回头跟小磊解释解释，我相信他肯定有别的原因不让你进去，不是因为大姐的事情。二姐，我难受。没事的，有二姐在的，二姐跟小磊解释，不会有事的。很快的，关二妮和关宝清、罗星梅也去安慰祝来一了。女孩子中，祝来米很快就被孤立了。小屋里，罗星雷已经与无忧2人亲自动手给屋里床上2个女孩一点点的擦洗，然后罗星雷让无忧去找些衣服来，自己则给2人身上上了药，还有隐蔽的地方。刚才罗星磊在转的时候发现了这个小屋子，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但他总感觉里面有人，就推开门进去了。一盏特别昏暗的油灯，是个套间，外面一个年纪大些，约18，里面一个女孩子15、16岁的样子，应该是山匪窝里留着给这些个山匪发泄用的，所以2个女人身上都是青紫交加的痕迹，下身还有血，惨不忍睹。他便立刻去叫了无忧过来，他一个人忙不过来，他需要人帮忙。进门时，祝来一冲过来，他定然是要拒绝的。10几岁的孩子见到这样的场面会留下心理阴影，他希望祝来一好好的，现在年纪太小。无忧，你去找找看，这山匪窝里应该有马车，先让无尘驶出去，再让他和无名进来，将人带到马车里。是。这些禽兽，这么大胆的孩子都不放过。小妹妹，一会儿有人进来，我们缠着，你自己先悄悄跑出去，找个地方躲起来。我这里有些吃的，
你拿着啊，他们抓了不少女孩回来，官府总会找过来的。这些人今天是良心发现了吗？竟然还会给我们衣服穿。是我给你们穿的，你们身上的伤口也处理过了，一会儿我送你们离开。他们抓的人里有我姐姐，我是来救姐姐的，无意间进了这个房间。我已经报官了，天亮官府的人就会来。能够看到他们有报应，这辈子活着就值了。你还年轻，外面有很多事情可以做。我这残败的身子能干什么？而且出去以后，我也不知道自己能去哪里，还不如就这么去了。我可以让人送你回家，若你没有家，我可以先给你们提供住的地方。罗星雷也不打算动手，直接对无名和吴尘摆手。两人上前将大当家手底下的人全都拉了出去，然后还让他们说了自己这些年的罪行，吴尘全都一一记下，又让他们按了手印儿，直接拉到后面就地解决了。小姐，邓大人他们来了。可算是来了，太满了。他们人多，走着过来的。邓大人，人已经绑起来在屋子里了。昨天晚上打斗的时候伤了一些人，无药可医，已经死了，尸体在后面。小磊啊，这次的事情又麻烦你了，我的人还没有查过来，没想到你已经找到人了。不麻烦，我为了姐姐们，那些都是一起被抓来的人，等了邓大人一晚上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如果需要我姐姐们去衙门问话，您到时候派人通知一声，我带他们过去。时辰也不早了，我们也该回去了，家里人肯定也等急了。不需要问话，其他事情我们来处理就好。你带着你姐姐们回去吧，这次的事情真是辛苦你了，回头我请你吃饭。谢谢，那我们就先回去了。我们回去吧。能回家，罗星梅等人非常的开心，跟着就走。祝来米自然也要跟着走，可是那个女孩拉着祝来米就是不松手。来米姐姐，你不能走。什么意思啊？还赖上我姐了是不？你们走了，我一个人害怕。有什么好害怕的？昨天晚上你说害怕，我大姐陪了你一晚上，现在大白天的，难不成还有鬼不成？官府的人也来了，我看你是想让我们带你走吧？你们若是不带我走，我就告诉大人昨天晚上你做的事情。哦，我做了什么事情？你杀了人，那个山匪的老大就是你杀的。你们带我走我就不说，你们不带我走，我就直接告诉那些官差，就是你杀的人。你怎么说这样的话？兰米姐，我家里没有人喜欢我，我当初是偷着跑出来，所以被抓来这里的。现在你不管我，就真的没人管我了。有官府会处理你的事情。你怎么这么狠毒？你们都穿这么好，家里肯定有银子，养我一个小姑娘又能怎么样？有银子就要养你？你以为自己是谁？你若不答应，我现在就去告诉那些官差。邓大人，山匪的老大是我杀的。胆子挺大，不过这样的山匪该杀，我会禀上去，让上面给你赏赐。赏赐就不必了，就是想告诉大家，人是我杀的，免得有人来污蔑我。臭娘们儿，你们是谁？竟然敢绑老子！小心老子一会儿收拾你们！嘴巴太臭，这舌头留着也没什么用。说话的同时，他已经上前，动作利索地卸了络腮胡子的下巴，然后借着小包的掩饰，从空间拿出自己的手术刀。在络腮胡子挣扎着总想骂人的时候，他已经手起刀落，络腮胡子的舌头瞬间落地。抓这么多女孩过来打算干什么？是。既然你不愿意说，那留着舌头也没什么用。你这么多兄弟，我相信总有几个是识时务的，总会有人愿意说真话。有人出钱买，我们只需要将人送过去，就能拿到不少银子。哦，卖到什么地方去？要干什么？对方是什么人？你们商量好了，在什么地方接头？卖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但这些女孩被抓过去后会送到青楼去，大的直接接客，小的就再养一养。对方是什么人我也不知道，每次都有一个叫老黑的中间人给我们牵线，接头的地方也是老黑通知我们。还有什么没说的？自己老实交代。都说完了。老黑什么时候跟你们联系？我们负责把人抓回来，养几天，等风声过去了，老黑就会联系我们。无忧，将人都叫醒，一个个交代，谁说谎了直接杀。让你骗我们，让你抓我们，还脱我衣服，我打死你！祝来一抽了一小会儿，累得不行，便不抽了，心底的那股气也散了。他正准备去别的地方看看，就听到一个10来岁的小姑娘和祝来米说话。来米姐姐，你这衣服真漂亮。来米姐姐，你这么好，能不能将衣服给我穿呀？我好冷啊。那，来米姐，小磊，来米姐在干什么？这个小妹妹衣服太薄，现在太冷了，我想将衣服给她。哦，她穿的是自己衣服，怎么会冷呢？她的衣服有些薄。哦，你是谁啊？来米姐要将她衣服给我穿，你管得着吗？来米姐，你衣服给了她，你不冷？来米姐姐将衣服给我，可以进去里面呀，里面暖和。那你自己冷为什么不进去？为什么要别人进去？我不进去，我怕他们，那些都是坏人，我不敢进去。你自己都不敢进去，为什么要让别人进去？难道来米姐就不害怕？来米姐比我大，比我勇敢，她不怕的。她为什么不怕？她能比你大多少？同样都是女孩子，都会怕。小姐，都准备好了，吴晨和吴明在外面。我现在让人送你们先离开，先好好养着身上的伤，其他事情以后再说。一会儿让吴明和吴晨悄悄将他们2个送到马车上，你带他们回去。我那边没地方住，先住林业那边吧。是，你走的时候交代过，小姐有任何需要，宅子可以随时用。行了，让他们进来吧。一会儿我让无忧送你们出去，不用担心，吴晨与吴明只是抱你们出去。不用了，我们自己走出去，自己走出去。送他们出去吧，悄悄的。是。你们在这里的事情，我不会说出去，至少留下你们的人。求求你，我可以不出去，但我想要他们死，求求您，求求您。这山匪窝里也是分开的，有3个当家人。大当家是最开始就在这里的，后来手底下一帮兄弟抓来了不少女人，就是供自己发泄。他来的时候前面已经死了不少，但他希望罗兴磊能帮他杀了大当家以及那些属下，还有2当家的。罗兴磊最后答应了，这种人留着也是祸害，若是真关进牢房里，关10几年出来依旧会重操旧业，还不如杀了了事。这是怎么了？刚才来一姐要跟你进去，你不让她去，来一姐以为你因为来米姐的事情跟她生气了。来一姐，我没生气，只是刚才那个房间不合适你进去。我还以为你当真生气了呢。我为什么要生气？每个人和每个人的想法不一样，大家性格也不同。这大冬天的，你们都不冷吗？走，跟我进屋去，外面太冷了。于是除了祝来米外，其他人都跟着进去了。来米姐，你看他进去都不叫你，你就别上杆子了，他身边还有那么多人围着呢。你们谁是3个当家的？谁又是3个当家的人？你就是大当家的。是又怎么样？别让我有机会，若有机会我一定弄死你，弄死你全家。他眼神微眯，又拿出之前割舌头的刀子，然后直接对准对方的心脏一刀刺了下去。是你们自己说，还是一个个死了再说话？2当家就是那会儿他割了舌头的人，至于3当家，
一个20岁左右的男人，看起来挺有型，就是沾着满满的痞气。看着罗星磊的眼神似笑非笑，让人看不懂他在想什么。走吧。陆来米也推开了女孩，跟着离开了。罗兴强等人听到声音跑出来时，罗星磊几人已经下马车了。看到大家都平安回来，身上也没伤，关小妮与秦氏等人总算是放心了。娘，你先照顾姐姐们，我还有些事情出去一下。哦，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您给我留一点饭，我出去一会儿就回来，晚上和大家一起回去。行，那你自己注意安全。知道了。谢谢恩人。都快起来吧，身上有伤还需要好好养着，我这里没有太多规矩，就好好在这里先养着，以后的事情再说，千万别做傻事儿。山匪大当家的和他的人都已经死了，山匪二当家的也死了，没有人知道你们在那里，也不会有人说出去，也没有人知道你们的过去。真的吗？凡事要想开，年纪都不大，还有很多好日子等着你们呢。我就不走了，小姐救了我，我便是小姐的人。还有家就直接回家去吧，与家人在一起总是幸福的。过去的事情我也不想提了。14岁时父母去世，兄长嫂子便将我卖给一户人家当媳妇儿，进门第1年就怀上了孩子，原以为日子会过得很好，可就因为我生出来的是个女儿，他们不高兴，对我和女儿非打即骂。女儿慢慢长大，那年女儿2岁了，我还想终于可以再要一个孩子，万一是儿子呢？可谁知道我女儿被婆家哥哥2岁的儿子失手推到河里去，当场就没气儿了。我让他帮我讨回公道，就算是他哥哥我也不甘心，岂料他动手就打我，与家婆一起说我要搅散这个家。当时我快被打没气儿了，还是村里族长看不过眼，出面阻止救了我。后来我就不敢说话了，在那个家里不是干活就是干活。后来有一天，他哥哥夜里闯进我屋里，对我，他家里人就骂我不干净了。我知道那是他们的圈套，山匪给了他们家一袋粮食，他们就将我送给山匪了。后来山匪说，婆家哥哥那个2岁的儿子其实就是嫂子与我家那个生的。这2年生活在暗无天日的房间，我总想着只要活着出去，我一定要报仇。可是现在真的活着出来了，我就想好好活着，不想报仇了。以前的我已经死了，现在的我才是新生。我想让小姐帮我赐名，以后我的命就是小姐的。我也不想走了，求小姐收留。之前的我早就死了，现在谁也不认识我，我想好好活着。你是个好孩子啊，太奶奶不希望你为难，我让他们回家商量去了。若是莱米不合适过来，就别过来了，让其他孩子过来，一个爹一个娘生的也是有不同的。你五爷爷和你爷，还有你七爷爷，都是从我肚子里出来的，还各有不同呢。我需要换人了。是得换，不换不行。莱米与你文伯父不同，你文伯父虽然干重活不行，但是人很有原则，很多事情呢，他自己也拎得清，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如果有更好的选择，还是让莱米去后面做衣裳什么的，他并不是个八面玲珑的人。来豆姐挺不错，就是年纪小了些。来豆这孩子是挺好，比来一更细心。再等等，今年就有安排了。
你这孩子哟，真是不得了。这次的事情吓到您和太爷爷了，所以过来看看你们。听到人不见了，我们自然是后怕的，就怕找不到，后来能找到就挺好的。你今天特意过来，是不是一会儿还有别的事情要忙啊？也没什么大事了，这2天都空，20号就要去坐堂，接下来的日子就忙了。忙些好。小磊，上次的事情是我对不起你，我不知道他是那样的人，若是知道，我定然不会护着他的。莱米姐，你心善是你的优点，但你识人不明就是你的缺点，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护着他是因为你心善，当时我只是不想让你将衣裳给他，别的女孩都能去火堆边烤火，为什么他不可以，非要拉着你？其实他是冷，但他更喜欢你的衣裳，所以才会一直跟着你，不愿意去烤火，就是想博取你的同情，让你将衣裳给他。我不是什么善人，也只是帮我自己认为该帮之人，不会帮耍小聪明的人。他们回来跟我说了那事儿，给我气坏了。莱米性子就这样，看到小孩子总想护着，但又不是非护不可。这孩子就是缺心眼儿，我们已经在家里呀，跟他好好说过了。热姑姑，您其实不用过来，这件事情只是很小的摩擦，大家的性格不同，做出来的事情总归是不同的，所以您也不用担心。莱米这孩子从小就这性子，我倒是希望他能好好的，现在好不容易找到一个事情干，又被他……热姑姑，你想多了，莱米姐也是有长处的。既然今天都在，我就将接下来的打算告诉你们，也免得你们多想，都闹出今天的误会来就不好了。都是一家人，乐姑姑还特意过来解释，我当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好。之前因为莱米姐年纪大，所以我想让莱米姐帮我管成衣铺子，不过莱米姐的性子太软，又容易同情别人，可能我不会让莱米姐再替我管铺子，但是后面缝制衣裳还是很需要人。莱米姐的针线活好，这活不需要跟别人打交道，一心干活就成。你们看。哎呦，这可太成了。你是不知道，从你将莱米送到布庄里去，这孩子虽然变了些，但他自己也发愁，有时候回来跟我说，有些客人很难缠，他应付不来。这事儿啊，我一直想找个机会跟你说说的。今年过来本想说，初2来时你们家人都不在，我就回去了，还想着等你们再开始干活的时候，我过来找你说说呢。是，那些夫人有时候为了一个料子在那里抢，我就特别害怕，不知道怎么应付，每次都是芸娘出面来解决。你怎么没早说？你让我去是出于对我的信任，我又怎么能让你失望？可是我真的干不来。你让我穿好看的衣服，就供我吃好的喝好的，我不想让你失望。唉，莱米姐，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情你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希望大家干的活都是自己喜欢的，明白吗？如果不喜欢，你可以早点说出来，不必想那么多。小磊，莱米这孩子从小懂事儿，因为是老大，对下面几个孩子照顾比较多，所以他不怎么会拒绝别人提出来的要求。乐姑姑，我知道了，你也不用担心，都是一家人，不犯特别大的错，我都会帮的。乐姑姑这次过来，也不是为了跟你说这些话，就是不想伤了两家的和气。莱米就这性子。乐姑姑别担心了，几个姐姐和莱金哥在我家好着呢，有做的不对的，我爹娘会说教他们的。该说教就要说教，你这孩子虽然年纪小，但一点不像个孩子，方方面面的都挺好。乐姑姑，您再这么夸我，我会骄傲的。哎呀，小磊，那我过完年是不是就不用去县里了？暂时不去了，芸娘那边我会打招呼的，
这新样子的衣裳又该做了。莱米姐，轮到你大展身手啦。我喜欢做衣服。小磊啊，你这丫头可是无事不登三宝殿，这次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吧？大哥，你将要给医药的时候，他有没有说什么？没有，就说日后会谢你，然后特别着急的走了。不对，他还介绍了一个人给我认识，说是如果还有需要，他会让那个人来拿药。哦，莱米这孩子也不知道怎么想的，这一下回去了，可别有其他想法。这么一点小事就有其他想法，可见这人不可深交。爹，咱家的猪什么的再多养一点吧。你要是忙不过来，在村里找一个人帮忙，给点工钱。哪里需要找人呐？我陪着你爹，2个人一起干，可以的。再抓几个猪崽儿也行。过2天就开集了，应该有卖的。村里有人见咱家养了猪什么的，就也想养，问能不能赚到银子，怕养了以后卖不出去，到时候可就麻烦了。没事儿，村里有人来问，就告诉他们可以养，但一定要把猪圈、鸡舍和鸭舍都收拾干净。家禽多了，收拾不干净，容易生病，到时候死了，辛苦可就白费了。好，到时候再有人来问，我就告诉他们。因为罗新强不回家住，冯丽芳也没由头来了，天天在赵氏家里累死累活的干，2个孕妇没一个动的，全都等着冯丽芳。赵氏也让冯丽芳干活，最后受不了，冯丽芳自己回家去了。这事儿怕是成不了。太奶奶，这事儿本来也没成啊，我爹娘没答应，我大哥更不同意了，都是我奶他们自己说了定的。昨天我出去，在村里可是听到人说，丽芳和你大哥的事儿成了，消息都传出去了。别担心，这件事情总有个解决办法。事情不是你们传出去的，有人问你太爷爷，我们都说没这事儿。回头你爹娘只要不同意，其他人也没办法。这些日子都靠你啦。这些孩子失踪，后来你找回来，这中间肯定是累坏了。莱米这孩子能干活儿，但是让他去做别的，他做不来，心太善啦。太奶奶，您知道啦？昨天你吴奶奶回来，莱米几个姐妹来了，聊了很久，最后才回去的。我们也知道你生气了，但这事儿本就是莱米的错。你不让莱米将衣裳给别人，也是担心莱米。听说后来那孩子还诬陷你了，真是听着就让人生气。太奶奶您别生气，没事儿的。不过知道了后来污蔑的事情，不会知道他杀人的事情吧？算了，杀都杀了，知道就知道吧，以后家里人肯定也会知道的。你们2个先好好考虑考虑，没人知道你们的过往。若是你们真的无家可归，我也可以给你们一些银子，自己出去做个小本的买卖，也可以安稳度日。不，我想留下来。我也想留下来。那你们先想想，这2天就在这里待着，我过2天再来看你们。这一瓶是身上普通的伤，这一瓶是给私处用的，伤得很重，好好养着。小磊，你们没发生什么事情吧？我怎么感觉回来之后，莱米的情绪有些不对呢？没事儿。罗新磊完全没有将祝莱米的事情放在心上，只是祝莱米这样的性子并不符合他心中管事的人选。将来花想容需要一个能担得起的女人才可以。祝莱米心软，有时候看不清。之前他有迟疑过，但他们这些人中只有祝莱米的年纪足够。现在看来，他担心的事情还是来了。小事情足以让他看清，祝莱米如果在后面单纯的缝制衣服是一把好手，去管铺子里的事情恐怕不行。当一个管理
首先要学会看人。当真没事儿，我看你莱米姐闷闷的也不说话，大家问她怎么了也不说，这莱米在咱家住，别让她再受了什么委屈。娘，您就别担心了，没什么大事儿。昨天晚上我去救人的时候，遇到个跟我宝清姐差不多的女孩，拉着莱米姐，让莱米姐把衣裳脱下来给她穿。啊？那女孩自己没衣裳吗？莱米的衣裳脱下来给她，莱米穿什么？你莱米姐不会真的答应了吧？差点儿，还说我莱米姐衣裳脱了给她，莱米姐就可以去屋里暖和。当时屋里都是山匪，我问她自己为什么不去，她说自己害怕，我就说了2句，她就哭，说我是坏人，我就让吴晨将她赶出去，吵得烦，她就让莱米姐向我求情。莱米姐说外面太黑，我就让莱米姐带着她一起离开，别的什么都没说。你这孩子说话也不知道收着些，你让你莱米姐带着她去哪儿啊？大半夜的又在山里，外面多黑多冷啊！就一个白眼狼有什么用呢？莱米这孩子啊，也是因为善良，别因为这件事情伤了和气，都是亲戚，闹得多难看呐！娘，我也没说什么，莱米姐要生气她就生，我也不拦着。行了，一会儿吃完饭时间还早，咱先回去。刚才来姨说自己被吓到了，吵着要回家。先回咱家之后，他们可能也要回家了。要回家就回去。还真是这样，拜年的时候本想对您说的，当时人太多了，便没好意思开口。这次又登上您这3宝殿，请您帮忙了。哈哈哈哈！你这丫头哟，说吧。您也知道，我自己这边也有铺子，我大哥在您铺子那边也学得差不多了。我还想让我大哥跟您铺子里的掌柜学学如何记账，如何看账簿。这事儿有些难办，马叔也可以不答应，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感情。一点小事而已，有什么不能答应的？让你大哥跟着学，到时候你的生意你大哥接手，我也好跟他谈呢。丫头过完年9岁了吧？是的，9岁了。像你这么大年纪，也该定个亲什么的。你这般优秀，要不马叔给你介绍一个？其实马叔家也有儿子，马叔也很喜欢你，希望我们能成为一家人。小雷，不知道你意下如何？若是你愿意，我儿子任你选，回头我就直接去你家提亲，你看如何？马前进一副哄小朋友的口吻。不如何，太不如何了，怎么能定亲呢？他才9岁呀。马叔，这事儿……爹，您这是将儿子当成白菜一样让人挑呢。你们能当大白菜被小磊挑选，也是你们的荣幸，还敢在这里说话？爹，您就是将我们卖了，也总让我们知其原因吧。原因很简单，我和你奶奶都喜欢小磊，就想让小磊成为自家人，所以你们兄弟3人谁能娶了小磊，老子的家产你们继承一半。马子轩皱眉，一半的家产。他眯眼再次打量着眼前的小女孩，粗布衣服虽然没有补丁，但也是拿不出手的。马叔，我还小，定亲什么的从来没有考虑过，您还是别想了。其实也没什么，我爹和我奶都喜欢你，想让你当我们家人，我不愿意娶你，你也可以嫁进来的。我爹身边通房丫头的位置也可以给你留着，等你再长大些就可以了，反正我爹感觉还年轻。马叔，有什么好生气的？您这个儿子其实也挺好的，最起码说出来的话挺让人喜欢听的。小磊，你这是……马叔，他让我当您的通房呢。其实我更愿意当个正牌夫人。马大公子，如果现在愿意叫我一声娘，我也可以勉强接受你这么大的儿子。好呀，等你嫁给我爹，叫你一声小娘又如何？算了，你这么蠢笨的儿子，我可不想要。怕什么？儿子总会长大的。乖儿子，娘等不起。其实还有一个办法呢，
当不了你娘，我可以当你姑姑呀。我看这事儿行。马子轩脸瞬间黑了，他赌罗星磊不会嫁给自己爹，才会说刚才那些话。可是他要是想当自己姑姑，只要爹和奶奶同意，奶奶将她收成小女儿，那岂不是真要成侄子呀？小磊啊，我娘听到这话肯定开心啊。马叔，这事儿也成也不成，我要真认了老夫人，那以后您见了我爹娘可是晚了一辈，您有些太吃亏了。没关系，你们论你们的关系，我和你爹他们论自己的关系，一点不冲突。你认了我娘为干娘，到时候子轩可以叫你一声姑姑的。没关系的，马叔，我刚才真的只是开玩笑。行，既然你不愿意认，那就让子轩认你为干姑姑，你们两个单说关系，咱们还是咱们的辈分。这行。我不。我看这事儿行。今天这事儿啊，就是你嘴欠引起来的，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你自己心里一点数都没有吗？你是马家的长孙，以后有很多事情需要你去承担。过完年已经16了，还净说一些孩子话。小磊这孩子有自己的想法，若是换成那些因为看中你爹银子，真想嫁给你爹的，你就能叫对方娘。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前面有你这么一个小姑姑，以后你小子就知道办事的时候好好考虑。行了，择日子不如撞日子，就今天吧。上杯茶，让子轩给小磊敬茶。罗新磊已经在想着，乖侄子敬了茶，他要送什么回礼才好。像林峰那样给他橙色上品的玉，他肯定是没有的。既然自己是学医的，不如送个药丸好了。他细细观察着马子轩的气色，看出他身体的小毛病，连连点头。老夫人，马叔，你们先准备着，我先去后院。你带小磊过去。马老夫人身为女人，瞬间就明白了，慌忙让人带小磊去后面。罗星磊进了宫房，憋着气，立刻闪身进空间，然后在空间里给马子轩配了药丸，这才出来，直接回到前院。马子轩已经在罗星磊不在时被老爹和奶奶狠狠教训一番，这会儿整个人都有些没精神，看着罗星磊的眼神更有些幽怨。这个女人到底给奶奶和爹灌了什么迷药，让爹和奶奶这么帮着她？干姑姑，请喝茶。什么是湿的？不用叫干姑姑，多见外呀。不愿意直接叫姑姑，前面加个小字也行。就是什么干姑姑，以后就是小姑姑。罗星磊慢条斯理地喝完茶后，看着跪在地上的马子轩，内心那叫一个爽。刚才这人还嚷着让自己嫁给马叔呢。小姑姑也没什么好给你的，这药你吃了以后身体会更好。马子轩感觉自己被侮辱了，可是一时又说不上来，只能气闷着将药收起来，打算出去以后直接扔了。罗星磊又坐着与马老夫人与马前进说了说话，然后便离开了。真可爱。这么小啊，淘气着呢，可是不好带，天天带过来看着你们这里人多，哎呀，谁帮我带一把我就轻松一下。不如让我娘带好啦。那行啊，让你娘帮我带，家里有什么活我来干，我可是宁可干活也不想带孩子，哎呀，真是太累了。星宇那会儿家里孩子多，一人带一会儿，不知不觉就大了，现在分家了，各家管各家，你自己一个人带着星智，自然是感觉累得很。哎，这小子出生太晚了，现在可是累死他娘我喽。关宝清不喜欢针线，平常罗星智被抱过来都是他带，现在罗星智过来也挺认关宝清。天气也越来越好了，关宝清就带着罗星智在院子里玩。回头我可是要好好感谢宝清，要不是他，我这干什么都不行。这小子难带，宝清也有耐心。这倒是。小婶儿，
如果有别的事情让你去干，到时候就带不了孩子了，你怎么办呢？那还能怎么办呢？看什么事情了？罗星雷想了想，也没说什么。中午吃饭时，李氏带着孩子回去了，罗星梅等人继续在干活。关小妮去做饭，罗星雷帮忙去了。娘，如果我想让小婶娘去县里给我帮忙，您说她会愿意吗？能回来吗？当然能，怎么可能不让回来？那你小婶应该会去的。看孩子的事情啊，找人就行，或者到时候看看吧，家里总有个闲人的。娘，如果是您愿意吗？当然愿意，多赚点钱回来自己建一处院子，不用和大家搅和在一起，挺好的。而且你小婶娘啊是个喜欢清静的。那您帮忙想想，如果小婶娘真的去帮我，那兴致怎么办？总得有人带不是？不行，到时候我帮你小婶娘看着。其实啊，你奶那里也可以的，就是现在不知道你奶同不同意，可能不会愿意。你奶嫌弃你小叔他们跟咱家走太近了。还是别让我奶看了，罗星辉就是很好的例子。您总不想小婶娘先赚了银子，后面孩子长歪了吧？我可不想兴致变成那样的。先看看吧，如果你小婶愿意，兴致怎么都好说。到时候我帮着带，你小叔那边忙完了也可以自己带。再说星宇已经4岁了，也可以帮忙的。好，那下午小婶娘过来，我就让她明天陪我去一趟县里。我是没问题，可是兴致你娘要帮我开呀，不帮我看这孩子怎么办呢？没问题，你去吧，我帮你看这兴致。哎呦，这可是好了，我嫁过来好像还没去过县里呢，明天可要跟小磊去好好见见世面才行。小磊啊，你叫我去县里不会有什么事儿吧？是有些事情，不过要去县里之后才能告诉小婶，到时候决定权还在小婶手上。哎，好，相信你也不会卖了我。小婶娘，就您这样的也没人敢买吧？谁敢买，小叔不得拼命啊！你这丫头竟然还会打趣我啦！过完年后，铺子该开门的都开了，街上该摆摊的也摆了。李氏是第一次来白宁县，好奇极了。她身上的衣服也有补丁，但完全没有孩子们进城时那种手脚都不知道放哪里的感觉，反而是坦荡得很。哎呦，小磊呀！刘奶奶，我进城办点事儿，今天小姑愿意出来了。今天我硬拉着出来的，总待在院子里闷死了，总要出来透透气儿才行。小磊，你怎么会跟李秋在一起啊？他知道了，该不会……不会的，小姑放心吧，小婶娘不是个多嘴的人，回去什么都不会说的。咱也走吧，这人都要到家了。这个弟妹进家门后，平常都是一副冷淡的样子，吃什么也都不管不顾。她也很少与弟妹接触，这突然间人进城了，她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小磊，你小姑嫁这里了？是的，小磊忘记说了。进屋里坐吧。最近还好吗？挺好的。你这是肚子是有了？小婶儿，你也不用太惊讶，小姑现在挺好的。啊，看出来了。我今天过来是找邓大人的。好，我带你过去。今天过来的人得亏是你，一眼就看破了他们的诡计，要换成别人，我们恐怕要吃大亏了。邓大人在收到礼物时就知道罗星磊来了，后来听说罗星磊去了牢房，他就打算跟着去，这刚打算去，人就回来了。牢房那边情况如何？回大人话，刚才小神医已经识破他们的诡计，2个牢房紧挨着，他们只是一起分食了一个牢房的饭菜，而另一个牢房的饭菜一直没动，这才导致了我们以为他们不吃饭生病了。这些人没一个省油的灯，我看过之前的卷宗，
他们就是牢房的常客，经常因为一些小偷小摸的事情进来，但又关不了几天就出去了，真是让人头疼。邓大人不必担心，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呢？总会有让他们后悔的那天。借小磊吉言了，真希望他们可以改邪归正，以后不要再做那些事情。小磊啊，你今天过来是有什么事情吗？有。罗兴磊将自己想要开的场子大概是什么样的告诉邓大人后，提出来想要贴个榜，这样才好让大家知道。场子什么的在这里是不对的，所以他起名为花想容作坊。邓大人听完眼神都亮了。小磊啊，你这个想法好啊，我必须支持。对了，上次说请你吃饭的事情，不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时间呢？还是我请邓大人吃饭吧。不，山匪的事情上你帮了很多，请你吃饭只是为了表示感谢。今天我跟着家人一起出来的，可能不太方便，改天吧，邓大人。行，那便改天，可一定说好了。文伯父，既然暂时不能开，咱就休息。小磊，这不行啊，铺子虽然不是租的，可是那些在铺子里的人要吃饭呢，这每天下来也是一大笔开销。文伯父您先别急，我明天去县里找找，看有没有熟人可以想想办法的。好。罗爱文也没有多说什么，就离开了。罗兴磊忙了一下午，第二天就让罗兴平交李氏认字，自己则去县里。关于肉这块他能找的也只有马前进。刚进去时就遇到要出来的马子轩，对方见到他，原本平静无波的脸色瞬间就变了，如同见鬼一般，见到人之后立刻转身回去了。大侄子要去哪里呀？见到姑姑招呼都不打一声，就这么离开，会不会太不礼貌了？你，大侄子，这样用手指别人是不礼貌的行为。今天姑姑教过你了，以后再用手指着别人，那可就要受罚的。就当自己家，别拘束。哎，谢谢婶子啊。中午，刘老夫人要刘吃饭，罗兴磊没打算在刘家吃饭，便拒绝了刘老夫人的挽留，直接带着李氏离开了。小磊，你小姑当初是你带去县里去的？当初奶不让小姑进家门，小姑进山里去寻死，我就带小姑去县里，给小姑安排了住的地方。后来刘奶奶生病，身边没人伺候，小姑父又挺忙，经人介绍，小姑进去给刘奶奶家帮工，帮忙照顾刘奶奶。这一来二去，两人熟了。刘奶奶喜欢小姑，小姑父也喜欢小姑，事情就这么成了。你小姑看样子是去年就成亲的吧？是，因为我奶的关系，所以小姑的事情压得很严实，没人敢说。不过有件事情，我想小婶你需要先知道一下。哦，看你的表情似乎很严重。刘兰兰娘家与小姑现在嫁的刘家是一个姓，也有些关系，但都淡了。之前小姑父家不行，刘兰兰一家避如蛇蝎，后来小姑父家慢慢好起来，刘兰兰家又粘上来了。你小姑成亲的时候你们没去？我们都去了，刘兰兰一家也去了，当时新慧哥还没成亲，不过当时我们并没有承认与小姑有关系，只是说认识刘家人而已。哎呀，那看来现在刘家人还不知道，说知道了肯定会来找你奶的。现在这事儿难办着呢，家里两个祖宗，你奶现在天天哄着你三婶干活，你三婶也是惦记着兴妃嫁过去，回来时啊能给她带点好东西，所以才会一直听你奶的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也是很正常的事情。小婶儿，我打算在县里买个院子，招一些女人过来干活，现在差个管事儿的，到时候您帮一把我呗。你要我怎么帮你啊？现在没有人帮我管，我需要一个人帮我管。小婶儿，到时候你帮我管一下成不？这事儿你娘就行，还用得着找别人？
我娘不行，我娘性子软，别人3句好话就能给她骗走了，我哪里放心让我娘去管着呀？还是感觉小婶您更合适一些。小磊，你招女人来干什么啊？做衣服呀，就去年咱卖的那些衣服，今年做出来也肯定能卖。到时候我画样子，然后让他们做，还需要招一些刺绣好的。不过刺绣这边我已经找到人了。我可以去帮你，可是我不会，到时候肯定要出岔子。这个小婶不用担心，我到时候会请人过来教你。至于新制的事情，我娘说她可以帮忙看着。咱这个若是刚开始，肯定累些苦些，后面一切就绪之后，就完全不用担心了。你也可以3、5不时的抽空休息，带带心智。罗新磊早就想好了，到时候就给他们休息时间，与现代的时间一样，1周给工人1天休息时间。不过现在他就是还没想好，按月给结算工钱，这中间肯定有偷奸耍滑，不好好干活的。小磊啊，我就是村里一个妇道人家，你说的这些我可是都不会，到时候万一干砸了，这可就真麻烦了。小婶不用担心，这些事情我都有考虑过，我看重的是小婶的性格以及处事方法。至于小婶不会的，我会想办法，或者到时候我告诉小婶该怎么做，您现在只需要想想要不要跟着我干就是了。小婶儿，您若是接手了这些事情，以后肯定会有的忙。当然，有相熟的人过去，想从那里找个活干也是正常的。但您自己要分清楚，有些人情可以卖，但人招进来不行，或者干不了，再让人离开，恐怕就会伤了这份感情了。你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做。不过这事儿啊，我还是得回去跟你小叔商量一下。好。小婶您想好之后告诉我一声，我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准备。第2天中午，李氏过来就单独找了罗新磊。小磊，我可当真是什么都不会，就怕给你办砸了。小婶，我明白你的担忧，但你大可不必，我会找人教你经验。你既然同意了，明天咱俩就去县里。行，这个没问题，但我需要找一个合理的理由去县里，这样以后管事的时候啊，才不会被你奶和你大伯娘逼着，非要给他们喜欢的人一个活干。想到李氏去管事儿，赵氏肯定会将自己的2个女儿塞进去。好像老赵家还有人的，赵氏的那些侄媳妇儿、侄女，在原主的记忆中，有时候还会来看看赵氏。宋氏那边就更不用说了，宋氏自己就是个很大的麻烦。宋氏是个好吃懒做的主，如果让他知道李氏管事儿，肯定会依仗着2人是妯娌的关系，进去之后指手画脚，好事都要变成坏事了。小婶儿，这个活不是个好干的，接下来可就要麻烦你了。毕竟就我奶和3婶那边就不好对付，还要你去替我们惹人。你这孩子，这有什么啊？既然我愿意干，那就是我自己的事情，这也是我应该承受的，你不用担心，小婶心里都明白呢。好，小婶，既然咱要去县里，你肯定要先学认字的。哦，难吗？不是很难，只要认真学了。李氏应了，不是很难就行，他就怕太难了学不会。于是罗新磊拿着纸笔开始教李氏学习，同时讲一些他接下来的打算给李氏听。2人一整天都在屋里待着，晚上时还是罗爱全过来接李氏回去的。李氏从罗新磊家拿了一些纸和笔，回家打算自己再练练。罗爱全一看自己媳妇儿都这么努力，当然也想学认字儿。于是2人回到家之后，早早将2个孩子哄睡了，就开始一起学。姨娘，我来咪姐不来的事情您知道，这是我小婶儿，麻烦您跟她讲一些管人的事情。芸娘是个聪明的，一下就明白了，立刻将李氏拉到一边，开始跟她讲了。罗新磊则去找了李宅子，他上次买的那个大一些的宅子就可以用了，但里面很烂，需要重新装修一下才可以。
最近新出来一个3进的宅子，里面没什么家具了，但宅子不修葺也可以住，地段也挺好。你修葺那个地方，还不如买个宅子。于是罗兴磊又买了一个3进的宅子，里面很空旷，什么都没有，能住人，简单收拾一下就可以。这宅子罗兴磊一眼就相中了。3进宅子，1进院子负责裁剪，2进负责绣花，3进负责拼凑缝制在一起，这样谁也不干扰谁，也不用担心衣服样子会流出去。当机立断买了宅子后，罗兴磊开心了，大的那个铺子暂时也不想装了，只想早早的让他在这个时期的第一个工厂能开工就好。现代招人都在网上，可是现在网上根本不行，罗兴磊能想到的就是发告示，但这个时期对告示是有管理的，他想发，想让更多人知道，就只能去衙门找人。呀，小神医，你来的可真是太是时候了。怎么啦？就前2天从山上带回来的山匪，竟然在牢里生病了，2天了也不见好。倒不是怕他们死了，就怕得了什么传染的病。牢房里可有其他人，我刚才着急就想去找大夫的。小神医，快跟我去看看吧。这是我给邓大人准备的，总不能带到牢里去吧？不用，我让人拿进去给大人。这些山匪最后要怎么处理？那个山匪窝里3个当家的，大当家的及其手下都已经死了，2当家的也死了，可是2当家的手下也跟着2当家的干了不少坏事儿。这些人被判了秋后问斩，已经被送到知府大人那边的死刑犯牢房去了。丫头啊，你可来了。徐奶奶，您先别急，这是怎么了？有什么话慢慢说。快救命啊，丫头！这谁呀？姐夫，他就是我说的大夫呀。翠翠那事儿我不是说了吗？当初多亏了小磊。这里疼吗？这里呢？小磊呀，我姐姐怎么样啊？要不要紧了？她疼成这样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她太疼，我用了药晕过去了，人没事，放心吧。小磊呀，我姐姐怎么了？她为什么会突然这样啊？她肚子里面长了东西，需要开刀拿了才可以。开刀？对，开刀，这已经严重，必须开刀，若不开刀是没有办法解决的。这怎么可以啊？开刀与在身上砍一刀一样，人还能活吗？这不是胡闹吗？就是啊，你到底会不会治病啊？小磊，你说的是真的呀？我姐姐她真的需要一个手术才能好？是的，肚子里的东西吃药散不去，只能开刀取出来。你之前是不是也这样干过呀？与命相比，肚子上开个小刀口只不过是不好看，命还是在的。小磊啊，你能保证吗？要搁其他人身上，罗兴磊就懒得搭理了，可对方是许姨娘，自己刚开始还什么都没有的时候，这个老太太给了他很多猪肉，这便是不一样的存在。徐奶奶，这些都可以放心，我说的全都是实话，我也能保证他不会有事儿。姐夫呀，怎么办呢？这不行，要开刀子肯定不可以的。你们商量好了再来找我吧。你再给我夫人看看吧。除了刚才说的办法，没有别的。行，那你快去给她治吧。来姨姐，你要不要跟我进去看看？我可以吗？当然可以呀。你这是怎么了？刚才小磊与你在里面救人，你出来后怎么这样了？吓傻了？以后你们就知道了。你还不能给我们讲讲了？有些事情我讲出来就没意思了，还是自己亲眼看到比较好。真希望下次遇到一个男病人，这样我们就能跟着进去看了，不必只有来一个人在这里嘚瑟。现在变成你的也来不及了。我怎么样了？
已经没事了，不用担心。不过还需要在这里住2天，晚上可能还需要人照顾。那我留下来。需要贴身伺候。姐夫，我留下来，你们都回去吧。这能行吗？小磊与我认识很久了，你不用担心。而且小磊的医术很好，天气还没彻底暖和，你还是回去看看家里新下的猪仔吧，别出问题了，到时候姐姐又该着急上火了。行，那我和郝养、郝虎他们回去，明天我让郝养带他媳妇儿过来伺候，你留在这里，许毅媳妇儿也没人照顾。又没关系，这几天时间很快就过去了。徐奶奶，你家肉铺里的肉都是从哪里来的呀？田家呀。田？你姐姐家？是，我姐姐家是养猪大户，养了许多猪，也有不少从那边买猪回去自己宰的。徐奶奶，我也想买一些猪。买猪？哎呦，那好啊，正好那边有新下的崽，还有已经可以卖的，你要几个我送你。徐奶奶，您还是别送我了，我需要的可不少，我不但要小猪仔，还需要能出栏的。你要那么多干什么呀？徐姨娘诧异了，这猪仔一般人家就养个1-2头都算是富裕的，有的人家连1头都养不起呢。罗新雷简单讲了讲肉肠的事情，徐姨娘瞪圆了眼睛，一脸的惊喜。那个肉肠我吃过，年前有亲戚来的时候拿了1根儿，炒了是真的很好吃啊。你许爷爷还说，也不知道是谁想出来的办法呢。不过买猪仔和肉的事情啊，没问题，买谁不是卖呀？明天等好养或者好活来，我让他们给你算便宜些啊。徐奶奶，谢谢。听说白宁县出了一个神医，就是你吧？之前不知道，只是听说神医5天坐堂1次，现在见到你，越看越像。罗兴磊笑着没说话，许姨娘便心中有数了。小姨，我把你送回去，然后我再回家。这2天就让果果伺候我娘。行了，我这2天就在这里伺候你娘吧。家里的事情有许毅，我放心。哦，对了，有人要买你家猪和猪仔，你给算便宜些。没问题，小姨介绍的人哪里不给算的便宜啊？罗兴磊刚想说家里人还没来，就见到罗爱文、罗兴一、罗爱福与罗爱全4个人一起来了。他上前问了好，然后也对田好养说这些人是买猪的，也没解释身份。田好养着急回家，就催着一起走。罗兴磊让吴明赶马车送4个人去，走之前分别给罗爱福与罗爱文塞了银子。下午几人就一起回来了，因为事情成了，罗爱文是最开心的，便证明马上铺子就能开门了。罗爱福也挺开心，看了很多猪仔，也问了许家人一些养法。事情都办妥了，大家也开心。罗兴磊依旧没回家，留在药铺。今天他并没有陪着许姨娘守着人，而是自己回房间，进空间准备一些开作坊的事情。田夫人在第5天的时候拆了线，罗兴磊用空间的井水配了特制的药水，对伤口愈合很好。田夫人离开白宁县这天，罗爱文也正式让铺子开门了。许多人就想着肉肠，所以刚开门没一会儿就开始排队。罗兴磊诚意作坊筹备也是在如火如荼地准备着，公告已经借用衙门的手传出去了，接下来就等着日子，准备东西。马叔，像芸娘这样的人，您是从哪里找来的？人牙子那里买来的。罗兴磊张了张嘴，诧异极了，他有些不太相信，就芸娘那样什么事情都会，能担起来，竟然是从人牙子那里买来的。她之前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后来遭人陷害，家道中落，无处可去，遇到一个好心人收留。可是那好心人打的别的主意，在你芸娘给家里人报仇之后，
那人竟然将你芸娘给卖了，我就是那个时候遇到的他。那看来以后没事就应该去人牙子那里转转。这倒也是，偶尔会遇到一两个好的。不过你现在急缺人手，我可以直接让他去你那里。这可以吗？自然可以。在几年前我就将他的卖身契还给他了，现在他是自由的，人也不错。我这边的铺子还有其他人可以顶上，你身边一个人都没有，他过去倒是极好。马叔，您的这份好意我是不会拒绝的，不过这个人情可是大了。你都是我子轩的干姑姑了，你与我们马家可是有关系的，所以这人情什么的都没有的事儿，一家人。第二天一早，罗兴磊就去布庄，芸娘早就收拾好东西等着罗兴磊了。小主子，您可来了。芸娘您可别这样叫我，还是叫我小磊吧。不，昨天东家说让我过去帮您，以后不必再回来了，以后我就是您的人了，那您自然是我的小主子。芸娘，咱可说好了，没人的时候您可以开玩笑叫我小主子，在人前可千万别这般叫。哦，以后作坊与成衣铺子都说成是你的，我不想被打扰。再说也没人会相信一个不到9岁的小孩竟然可以开铺子。芸娘，这2天您先住在这里，回头我在作坊那边专门空出来房间，里面整理好，您就可以住了。小主子，您太客气了，有个住的地方就可以，我不挑。罗兴磊下午带着芸娘去接下来要被改成作坊的3进宅子转了好大一圈，然后指指点点，2个人商量，彼此说着想法。整天的就知道待在家里，艾福一个人在那边忙，也不知道过去帮忙，还上家里住了这么多人，就连丽芳都不让住，到底是离自己娘家人近。娘，您来了。老二家的，这么多布料也没见你孝敬我和你爹一身衣裳，就我身上这衣裳还是星飞派人给我送回来的。我和你爹也想养些猪，听艾文说呀，这养猪能赚银子，你家小猪崽多，等老二回来告诉他一声，让他给我送过去几头。娘，爹明天是不是要去帮小叔抓猪仔？拿要猪仔让大伯父跟着一起去啊，到时候就一起回来了。是啊娘，让大哥跟着一起过去吧，他们抓得多，往回带的时候不好带。我和你爹手头最近比较紧。娘，星飞派人给您送了金钗和衣裳，没给您送银子啊？那当然送了，星飞是家里最乖的孩子。奶，星飞姐都给您送银子了，怎么会连买猪仔的钱都没有呢？赵氏顿时哑口无言，被下了套，没有占到便宜。赵氏离开时脸色差极了，恨不得能杀人。小磊啊，咱家的小猪崽儿，要不送你奶家一个？娘，你现在送一个，可能后面就又要别的了。这次过来没有讨到便宜，下次肯定要过来讨便宜，或者想其他的办法。所以，娘，你是怕没事情可以干？罗兴磊以为赵氏回去之后会安安静静的待2天，没想到第3天，他坐堂的时候，家里就发生了动荡。小磊，中午爷奶他们过来了，还带着星辉哥一起。啊？没说什么事儿？肯定说了，怎么可能没说？中午关小妮刚做好饭，赵氏、罗六、罗星辉3个人就来了。饭已经上桌了，不让他们3人吃也不好意思。当时罗爱福还在，只能照顾他们吃饭。爱福啊，我和你娘将你们兄弟几个拉扯大也不容易，现在看着你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我这个当爹的心里也很欣慰。现在你家日子一天天见好，又养了那么多猪，兴强也在9楼，这日子可比其他人好太多了。
你大哥和三弟都不如你。爹知道当初分家时你们拿的最少，这些都是你们自己过起来的，但都是一家人，没必要因为一些小事情去计较。爹，我没计较。这就好，你们是兄弟，兄弟之间就应该有兄弟的样子，都是一家人，就别计较那么多。兴强从小没读什么书，家里孩子也多，是委屈了你们。可是星辉这孩子读书多，他有很好的前程，你现在帮他一把，以后他也会记得你的好。听到这里，罗爱福再听不出来什么意思，就有些傻了。爹希望我怎么做？最近家里有些紧张，星飞这孩子虽然孝顺，但嫁进别人家总归是由不得自己，他拿回来的那点银子怎么够啊？星辉媳妇儿怀上了，你大嫂也有孩子了，这2个孩子落地就又要花钱。那爹的意思是？听说星强在县里给人当掌柜的记账，这活儿咱星辉也能干。你看，不如让星强回来跟你喂猪，让星辉去干这活儿。星辉白天去记账，晚上还要读书，也是非常辛苦。所以咱家以后能不能出一个人才，就全看你了。罗爱福眉头紧紧地皱了起来。所以这就是让星强将县里的活计让给星辉。爱福呀，你放心，星辉这孩子出息着呢，以后赚了银子当了官，也会孝顺你这个二叔的。谢谢二叔。最近星强都没有回来，这事儿还是需要跟他商量一下。爹娘，你们先回去吧，星强回来商量好，我再告诉你们。爱福啊，你是一家之主，有些事情你要做主。儿子知道。行了，那就这样，明天你让星强回来，再跟酒楼那边说一声，后天就让星辉直接去那边干活。爹，还是等星强回来我问一声再说吧。当爹的还做不得儿子的主，还是你不愿意让星强把酒楼的活让给星辉啊？你这孩子，爹娘这样都是为你好，你也不想想，你天天在那儿养猪养鸡还养鸭，你媳妇儿天天在家里待着，我和你爹呀是看着你身边也没个人帮忙。娘，不如就将事情告诉大家吧。别说了，知道的人越少越好，不是不相信他们，而是他们年纪太小，就怕他们说话的时候不注意。第2天，大家一起训练完，刚回来就看到赵氏与罗六带着罗星辉在院子里站着。今天的罗星辉穿着一身全新的衣裳，看起来人模狗样的。星强啊，今天你带哥去县里将酒楼的人好好给他介绍一下，他都不认识。爷，我什么时候说要将酒楼的活让给他了？他是您的孙子，我就不是啊。说的这是什么话？你们都是我孙子，但是罗星辉读的书多，现在家里缺银子，所以才想着让星辉也出去做点事情。如果不紧张，我们是不会让星辉这个时候出去的，他要在家里温习书。你们紧张就要将我的活给他？星强啊，都是一家人，你说这话奶就不认同了。因为你们偏心，什么好的都想给他，那为什么不让冯立芳也让星辉哥娶了算了？明明没有事情，你们非要让我娶了冯立芳，我不娶。罗星强说完就直接往门外冲，罗爱福与关小妮慌忙跟了上去，罗星雷几人也跟了上去。这件事情是我决定的，有什么气冲着我来。爹，您怎么可以爷奶说什么就是什么？那是我的活计，我的活计。我是你爹，你就听我的，是你的活计又怎么样？回家里来，跟着我一起养猪。你星辉哥才是读了书的，你的活让他去干。我不。混账，连我这个当老子的话也都不听了。爹，您什么都听爷奶的。冯立芳的事情我明明不愿意，您自己也不愿意，当时您都没有同意将我和冯立芳的事情定下来，爷奶自己做主给事情定了，您就同意了。现在村里人都知道我跟大姑家的冯立芳定了亲，
可是咱们自己家的人都不知道，这些都不由咱们自己做主吗？这件事情我也没同意，你和丽芳的事情不作数。既然冯丽芳的事情可以不作数，为什么我的活计一定要让给星辉哥？他是大伯父的儿子。星辉是你兄弟，这事儿不管你同不同意，都不可以再去县里干活。爹，你这孩子，自己儿子的活计怎么可以让给别人？孝顺也分好几种，你这是愚孝。罗兴磊看去，发现是住在罗长生族长家旁边的人。罗爱福微微垂眸，走向罗六老两口。爹娘，您放心，兴强肯定会同意的。要不等到明天，我一会儿去县里找找，看他有没有在那里干活。罗六不在乎别人怎么想他，轻轻点头，慢悠悠地往回家走了。活计要到手就好了。赵氏更不在乎了，他现在有银子呀。罗家的事情一下子在村里传开了，就连罗兴强与冯丽芳的事情也得到了解释。一出戏就这么完了。关小妮与罗爱福回到家后，两人脸上的神色都不好。罗兴雷也没有说话，罗兴平与罗兴孝没有去县里的学堂。小磊怎么回事？二哥都已经看出来了，还问我做什么？罗兴平顿时哑口无言，果真是戏。二哥，大哥离家出走了，我们应该去找找，不应该在家里待着。做戏要做全套。于是中午一行人没吃饭，全都往县上去了。大哥，你真的在这里啊？瞒得挺深，竟然连我都骗了。二哥，爹娘怕你们知道真相演不好，就谁都没告诉。今天中午留下来跟大哥吃个团圆饭吧，下午大哥就走了。有安排？得，我跟大哥去说说话。一起吧。兴强，出门在外一定要注意安全呐。啊，娘，您放心，儿子一定会照顾好自己的。大哥，武功可不能不练哟，万一下次你回来都打不过我，那可就不好了。放心吧，我会好好练，你也不要偷懒哟。自然。大哥要去哪里呀？去外面看看，你在这里要乖乖的。知道了，大哥在外面要照顾好自己。虽然交活计给星辉哥让人挺不开心的，可是大哥能去外面看看了，真好。他们都说外面可好了，比咱们白宁县不知道好到哪里去呢。一定去外面好好看看。大哥，家中有事儿，我会让憨憨给你传消息过去，你也可以传消息给我们。那就好，我也会写一些外面的事情传给你们。好。没过一会儿，罗兴强就走了，是无名过来带走的。无名在外面陪罗兴强2天，然后再回来，剩下的路需要罗兴强自己走。第二天一早，在县里吃过早饭，一家人才回去。这是怎么了？兴致呢？你怎么没带呀？兴致在大伯娘家，这2天有兴一家的2个小姑娘陪着玩，现在都不要我这个当娘的了。你就因为这个事情生气啊？哪能啊，兴致不缠着我，我就有更多时间可以忙了。是星辉。怎么了？别提了，昨天兴强和二哥在村里吵架的事情传开了，我以为星辉今天早上会去县里，谁知道他竟然没去。为什么呀？这怎么又不去了呢？哎，星辉说他要读书，瞧不上咱兴强的活儿。这件事情虽然有他们算计的成分在里面，可是星辉这样做太不地道，要了又不去干，这就是耍着玩儿。兴强呢？走了。事情已经这样了，就别多想了，至少解决了丽芳的那件事情。还好丽芳的事情解决了。娘，您这会儿应该跟爹娘去趟爷奶家，告诉他们我大哥离开了，不知道去了哪里，当活计给让出来了，让星辉哥快去酒楼吧。哦对，你现在应该跟二哥过去说一声，也让他们知道，为了星辉啊，你们这次有牺牲，这样下次呢，他们也不会提太过分的要求，有这件事情在这里挡着。
行。罗兴强离家的事情在村里传开了，就连罗老太太与罗老爷子、秦氏等人都过来关心呢。那天他们去找赵氏与罗六，说罗兴强离家出走，酒楼的活计也让给罗兴辉，让他去酒楼时，赵氏表示非常的不屑。一个打杂的伙计，我们兴辉也看不上，既然兴强不愿意让，那还是让兴强自己回来干吧。罗爱福当时就有些生气，表示罗兴强已经离开了，酒楼那边不能没个交代，还是需要罗兴辉去。但赵氏态度坚决，表示看不上，兴辉不去，最后闹得不欢而散。转眼过去3个月，罗兴强那边也时常给罗兴磊传回来一些消息。这3个月还有一个消息传过来，今年的秀才罗兴辉又落榜了。罗兴辉的落榜，整个罗家气氛都比较低，赵氏天天在家里唉声叹气。刘兰兰大着肚子回了娘家，牛氏也不知道怎么跟赵氏说的，赵氏竟然同意罗兴辉去县里找个活计干。要去找活，自己去找肯定是找不到的。以罗兴辉的性子，普通的还看不上，所以赵氏这么多年来，除了过年外，第一次拿了东西去了秦氏家。大嫂出去了。我来找娘的。哦，在院子里晒太阳。小磊来了，快过来。太奶奶，你这丫头，整天见不到人，我有好些日子没见到你了。最近的确有些忙，所以一直没过来。哼，忙什么？就是懒，不帮着你爹娘养鸡鸭，也不去地里干活，整天跑来跑去不着家。你来干什么呀？娘，我也有好些日子没来了，所以过来看看您和我爹。天气慢慢暖和了，给您和我爹拿了一块料子，缝个新衣裳。哟，今天太阳是从西边出来了，你竟然会拿料子给我们？你每次给我拿些东西过来，就是有事儿找我这个老的来办。拿回去吧，我这个老东西消受不起。娘，您这是什么话呀？儿媳妇孝顺您那是应该的。娘，六弟妹都拿过来了，咱也看看呀，万一真的是好料子呢。弟妹，你这是多少年没给爹娘做过衣裳了，这给你家兴旺做衣裳都有些不够吧？这不是布吗？是布，但是给娘做衣裳太少了些。这些小辈给我们做衣服了，你拿回去吧，家里日子过得紧。兴辉媳妇儿和爱贵那个都怀了，孩子出生就要衣服。娘，您别生气，这块布是家里唯一的整块布，我这都拿过来了。我家日子紧张，不像大哥大嫂那么有福气。艾文是个厉害的，现在在县里管事儿，谁不羡慕呀？兴强的活也挺好，可不是硬生生被你们给搅黄了吗？难不成你现在还想搅黄我们的了？大嫂，你这是哪儿的话呀？兴强的活是他自己不愿干了，艾文的活那才是真的好，村里人谁不说咱家艾文能干呐？行了，布我收下，你没事就回吧。娘，兴辉现在在家没事儿，您看能不能让他兴辉去艾文的铺子干活啊？家里生活紧张，兴辉去了也是能缓解一下嘛。赶紧拿着你的东西回去吧，娘不差这一点点布，还想让我们家艾文给安排活，你可别祸害我们家艾文了。大嫂，您这是哪儿的话呀？给安排个活儿罢了，艾文不是在管事儿吗？你还好意思说？兴强那孩子干得好好的，全都是因为你们，非让兴强将活让给兴辉，最后艾福让孩子将活让了，可你们去了吗？不但没有去，而且还嫌弃不好。我们这艾文可没那么大权力让人给安排活，就算有也不会给兴辉安排。大嫂啊，艾文就是个管事儿的，好歹也都是一家人，随手的事情，你这话说的可就太难听了。
难听？我没打人就是好的。你到底哪里来的脸，还找艾文？就单兴强的事情在面前是个例子，我就不会让艾文给安排。娘啊，这事儿您就帮帮忙吧。我就一个糟老婆子，半截身子都快入土了，还能管什么事儿啊？娘，那我就先回了。看他拿东西过来，我就知道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什么好心。行了，这事儿啊，跟艾文说一声就行，孩子自己有主意。娘，您放心吧，艾文回来，我一定好好跟他说。下一位。进来的是好几个人，一个年轻的女孩，身后跟着一个婆子，一个丫鬟，身边一个年约50岁的男人，身后跟着一个小厮。罗星磊抬头，正打算让病人坐，就看到一张熟悉的脸。好久不见，因为怀孕的原因，罗星飞的身材有些臃肿，整个人许是因为吃得太好，脸上长了不少肉，失去了之前的美，烫到脖子都快没了。我们回去吧，我不看了。小飞，别闹性子，怎么能不看？来都来了。老爷，我……行了，听我的。神医，您给看看这是男孩还是女孩啊？不变男女，身体很好，没问题。什么？不变男女？其他大夫都能辨出来男女，你是神医，怎么会辨不出来男女？你这是什么破神医？是糊弄人的吧？怎么可能连男女都分辨不出来？他这月份已经够大了。与月份无关，神医不会告诉任何人孩子的男女。你若是只为看男孩还是女孩，就可以离开了。老爷，咱回去吧，或者去找其他大夫。王大夫不是已经说了是男孩吗？是，就我这心里总是不踏实。老爷，难道您不希望我肚子里是个儿子？当然想。行了，我们回去吧，我去找其他大夫。罗星飞的事情只是一个小小的插曲，可是罗星磊却在心中记住了，因为他把脉已经把出来，罗星飞肚子里的是个女孩。这只能说明是宁老爷的问题。宁家一生一个女儿，就是再换女人，宁老爷那边有问题，依旧只是个女孩。若是个心善之人，他倒是可以帮忙调理，可宁老爷还是算了。第二天，罗星磊在家里正看医书，想着方阳的毒该怎么解释。罗老爷子与罗老太太两人来了。太爷爷太奶奶。哎呀，小磊，我们过来是不是打扰到你看书了？没有，您和太奶奶过来，我很开心。你这孩子哟，既然你在忙，我们两个老的就不跟你绕弯子了。今天过来找你是有事儿想跟你说。有什么话太奶奶直言便是，都是一家人，没什么不好说的。你这孩子，那太奶奶就直说了。娘，兴强刚回来，酒楼那边早就重新招到人了。再说这事儿，兴强说了也不算。您当初和爹也说了，兴辉是要当官的，酒楼那边的活也不适合他干。哟，这才多久呀，你就这样说话呀？我还是不是你娘了？娘，您要这样的话，咱就去找族长，让族长和村里的族老们来评评理。爱福啊，这事儿你必须得办了。罗爱福还没说话，赵氏就扭着身子直接离开了，完全不给他机会。第二天，罗星梅几人都忙自己的去了，罗新强也去县里找罗爱文，罗星磊去县里给祝来一几个在李兴铺子里教医术去了。赵氏与罗六气冲冲地走到罗星磊家门口时，发现大门是关着的，一下便生气了，无非就是骂罗爱福不孝，罗新强不是东西等等。总之，罗星磊一家人在赵氏嘴里都不是好东西。爷奶，不要再去找兴强他们了。星辉呀，这事儿你就别管了，他们肯定有办法的。兴强都能去，
你怎么就不能去了？那一定给你办成。老二一家完全不拿我们当自己人，要不我们再找找星飞吧，他好歹现在在县里也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要不你再去找爹娘看看，爹娘能出面，艾文肯定能在铺子里给星辉安排个事儿做。我可是听说了，艾文所在的那个铺子啊，可是很赚钱的。还是找星飞问问吧。星飞这孩子现在怀着身孕，没事儿，我不想找他，等他生了儿子，一切都好说。万一这生出来的不是个儿子，这可怎么办呢？怎么可能不是儿子？星飞那有福气，明天叫牛车，你去县里带着星辉一起，让老大陪着你们，好好跟星飞说说。成，我明天就和老大去一趟县里，星辉就别去了。他是读书人，宁家虽有钱，到底不是读书人，也不是能比的。咱星辉去他们家，我怕宁家福薄，扛不住。奶奶，明天我和星辉跟你们一块儿去，到镇上接上我爹我娘，咱一块儿去。到时候您和我爹去星飞家，我和我爹娘还有星辉一起去我们一个叔父家。你家在县里还有亲戚啊？有的，和我们是一个刘家。现在叔父在县衙当差，他们家在县里好些年了，应该有认识的人。明天我们一起带点东西去看看，能不能帮忙给星辉安排个事情做。其实啊，我们这次过来是想问问你，星阳和来一都跟着你学医，其实吧，这星丽也想学。今年开始啊，一直去学堂，这些孩子中只有星丽最用功了。他羡慕星阳可以去药铺，所以我们就想来问问你，星丽这孩子能不能学医呀？星丽哥，爱康叔家的老二，一个不善言辞的人。平常大家一起出去锻炼，罗星丽只是默默的训练，不会像别的孩子那般还会嬉笑打闹。这事儿要不成就算了，也不为难你。今天过来就是想问问你，天天看着星丽这孩子用功，我们也想着帮帮他。太爷爷、太奶奶，这事我一下不能答应你们。每个人擅长的东西不一样，星阳哥对味道辨别度很高，来一姐的记忆力很好，学习起来很快。来一姐还有一个优势是，她是女孩子。我想让来一姐专学一个方面，以后可以专门为女人看病。好，好，好。小磊，星丽的事情家里不知道，若不合适也没什么，是我们两个老的自己的想法。太爷爷，大家平常一起玩，我对星丽哥不是很了解。既然您和太奶奶提出来了，我找机会跟星丽哥接触接触便知道了。到时候成与不成，我都会告诉你们。好，这事儿啊，你不必太勉强。现在因为天气越来越好，所以下午学子从学堂回来后，天还是亮的。星丽哥，小磊，我有事找你。你说。我能不能像星阳他们一样跟你学医？星丽哥为什么要学医呀？喜欢。学医很苦，星丽哥还要学吗？星丽哥若真的愿意，明天我带你去中山找药草，若是一切顺利你就学，若是不顺利我自己退出。罗星丽说完，自己转身就离开了，留下一个非常孤傲的身影。这倒是让罗星磊诧异了好久。一会儿吃完饭你就躲在暗处，今天我要跟星丽哥去中山找草药，到时候你负责他的安全，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出手。是。很快罗星丽就来了，身后背着一个背篓，背篓中放着一把镰刀。罗星雷什么也没说，同样拿了家里的一个背篓，放了一把镰刀，背上自己的小包，两人就进山去了。
哎呦，这个好啊，在县衙里，万一咱星辉能在县衙里安排个事儿，咱星辉也就算是官府的人了。奶奶，这个还不一定呢。我们家和叔父家的关系不是很好，这次去也是求着人家。这有什么？多带点东西去就行了。再说，咱们星辉长得好看，人又英俊，帮了星辉也是他们的福气。以后呢，咱星辉当了大官，他们也跟着沾光了。奶奶，您放心，我们明天去的时候多带些东西。就是我和星辉，这些都是小事儿，奶奶给你们准备了。拿这个银子去买东西，这事儿能成最好。正好我明天也去看看星飞。谢谢奶奶，以后我若当了官或者发了财，一定让您和爷两人享清福。好好好，都是好孩子，乃等着那一天呐。哎，小神医，小神医啊！您这是怎么了？快去看看吧，你小姑家出事了。罗新磊一路狂奔到了小姑家的巷子口，就看到那里围了很多人，里面传出来赵氏哭天喊地的骂声，他瞬间就心凉了一下。刘老夫人气冲冲地站在自家大门口，一句话都没说，但气势十足。赵氏身边站着罗爱贵、刘父、刘母、刘兰兰以及罗星辉。这是自己过好日子了，不养老娘，这是不孝啊！大家伙快来看看呀，快来评评理呀！评理？正好，也让大家给我们家爱春评评理。直接去县衙，让知县大人给我们评评理。你们家儿子就是县里当差的，官官相护，就是去了，那也是你们有理。好啊，你竟然敢说知县大人昏庸无能。老马家的小四，你跑得快，替婶子跑一趟，就说我家门口有人辱骂知县大人。好嘞，娘，咱回去吧，别再闹了，再闹下去大家都不好看。你给我走开，我就是罗爱春的娘，我看那些衙役敢不敢抓我。刘大志敢将我抓进县衙，他就是不孝，我可以连他一起告了。来姨姐，你翻墙进去看看我小姑现在有没有事。赵氏还坐在地上骂着，反反复复就是罗爱春不孝，别的也没说什么。很快就来了一群衙役，由陈东东带头。衙役中不见刘大志。是哪个辱骂知县大人啊？是他说官官相护，衙役也不敢拿他怎么样。将这群人带走。小姑，你忘记了，被老赖头送回来后，我奶不让你进门。我记得，所以这次的事情我不出声，全由你们处理。小姑不用担心，我奶他们会没事的，在牢里只是受一点点苦，没有性命之忧。小磊啊，我这样不管你奶是不是不孝啊？怎么会？小姑，你回想一下，从小到大你是怎么活过来的，怎么长大的？你长大之后我奶又是怎么对待你的？子女应该孝顺父母是没错，可一个两个都不管你死活，直接将家里所有的东西都拿去给我奶。那你考虑过刘奶奶吗？刘奶奶和小姑父对你多好，你将东西都给我奶，刘奶奶他们怎么办？你肚子里的孩子怎么办？没有，我没想着将所有东西都给你奶，就想着孝顺，少给点儿。小姑，我奶是什么样的人，咱俩都清楚。你这次给了，下次我奶会变本加厉。若是你次次都给，也没有那么多的东西。若是你前面给了，后面一次不给，奶还是会骂你不孝的。刚才我看到刘家人手上拎着东西，应该是要送给小姑父和刘奶奶的，可那些东西都不便宜，给星辉哥找事儿做，刘家是不可能出银子的，唯有我奶能拿出来的。而且我做堂的时候遇到了星飞姐，她身边的宁老爷都50多岁了，比我大伯父还年长几岁。奶就这样将星飞姐嫁给一个老头子当小妾，
小姑，你醒醒吧。好，这些事情就让你小姑父他们去处理吧，我便不管了。罗爱福依旧在禽舍，关小妮也跟着忙活。罗爱全之前是想自己干的，后来一是没地方，二是李秋去县里忙了，家里2个孩子需要有人管，所以罗爱全就少养了些，其他时间还能带孩子。哎，你这丫头怎么过来了？快回去吧，这里味道大。你找你娘吗？我去跟二嫂说一声。小叔，没事的，我进去看看。二哥、二嫂，小磊找你们有事儿。你怎么过来了？是不是有什么急事儿啊？可以等我和你爹回去再说。娘，咱不养猪了，干点别的吧。你这孩子，跑过来就为了说这个啊？不养猪干什么呀？养猪挺好的，我和你爹有活干，还能赚钱。咱家也没有地，现在有的那些地呢，也种不出来什么东西。养了猪就可以买米面，买吃的。我们都能赚钱，你和爹什么都不需要干。你这孩子哟，怎么能想一出是一出呢？这好好的怎么能说不养就不养呢？没事儿，现在干这些活啊，我和你爹都很开心。我们才30多岁，还能干很多年呢。你现在就不让我们干活，我这非得带出病来不可。嘿，二嫂，小磊知道心疼你和二哥，这是好事儿。行了，都年纪轻轻的，干点活吧，我这浑身都舒服；不干活心里没着没落的。行了，都年纪轻轻的，干点活吧，我这浑身都舒服；不干活心里没着没落的。你这孩子到底是怎么了？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我奶和大伯他们今天去小姑家闹事儿了，后来被衙门的人带走，现在关进牢里了。我怕你们不知道消息，所以回来说一声。罗爱全与关小妮傻眼了，刚刚走过来的罗爱福也惊到了。小磊啊，到底怎么回事啊？奶和大伯父为了给星辉哥找个事情干，与刘家人带着东西去小姑家，正好看到小姑了，我奶就开始在地上坐着。撒泼打滚4个字，他只能自动忽略。骂我小姑不孝顺，非要说要让人给她评理。刘奶奶也生气，同样要说让人给评理，直接去县衙。我奶就说现在都是官官相护，我小姑父在县衙里，他们想欺负人。刘奶奶生气了，就让人去找来了县衙里的人。我奶和大伯父还有刘家的人都被带进牢里去了。我小姑父公干出去了，现在不在县里。不在也挺好，遇到这样的事情，三姐夫也不知道怎么处理，夹在中间为难，还不如不在。二哥，这事儿怎么办？你奶他们会不会有事儿啊？应该不会有生命危险，在牢里奶他们表现得好，关几天就放出来了。这事儿咱们也管不了，该干什么干什么吧。那也行，都是星辉的事情闹的，让娘长长记性也好。关小妮回来清洗过后，见天色不早，正打算做饭，罗爱宝慌慌张张地闯进来。二哥，二哥，你二哥还在养猪那边没回来呢。二嫂，你知道吗？爱春那个贱人竟然让自己男人跟咱娘和大哥星辉关进牢里去了。以前这个贱人给咱家蒙羞，咱娘都没有将她赶了，还好吃好喝的供着。现在她嫁了一个好人家，娘上门只想看看她，她竟然让自己男人将娘关起来了。这个贱人不得好死。二嫂，二哥什么时候回来呀？大哥和娘都被关进去了，现在二哥要想办法呀，早点让娘和大哥他们出来呀。马上就回来了。二嫂，你怎么什么也不管呀？都这样了，你一点也不着急。我着急有什么用啊？我一个女人家的，能干什么？小磊，你小姑和你关系最好，走，三叔现在带你去县里，你跟你小姑好好说说，让她告诉她男人早点将你奶放了，传出去她可是要被陈合的，竟如此不孝。三叔，我和小姑关系好是不假，可我为什么要去？小姑现在生活得很好，如果奶不去小姑家找事儿，也不会被关进去。再说了，
奶当初都已经不管小姑的死活了，为什么现在又要找上门去？你一个孩子家的懂什么？哎，小神医，你也在啊？刚才那些人随便就跑到别人家门口开始撒泼，最好关2天，关老实了最好。还有刚才人群中那个年轻人的妹妹，是宁家新娶进门的一房小妾。如果招惹到他头上，他可以不管，可是竟然敢欺负他小姑，他绝不留情，谁也不行。嘿，放心吧，我会将话转达给大人的。改天我请大人吃饭。好，我一定将话带到。既然你在这里，你小姑那里你看着点，我就先回去了。这2天一定让他们出不了牢房。罗爱春正在院子里紧张兮兮地往外面看，祝来伊在他身边轻声安慰着：怎么了？怎么听不到动静了？去衙门了，刘奶奶也去了，不过一会儿就应该回来了。小姑你不用担心。去衙门了？是大志带人将他们抓走的？没有，是其他人。我小姑父不在县里，刚才被知县大人派到别的地方去公干了，暂时可能回不来。早上走的时候都好好的，怎么突然间就出去公干了？县衙有急事儿。小姑不要多想，你现在肚子里还有一个，其他事情就交给刘奶奶去处理。你奶他们都被带走了，去县衙恐怕也处理不了吧？小姑，这些事情都不需要你去操心，我奶那边的事情会有人去处理。你现在什么都不要多想，好好养胎。罗兴磊陪着罗爱春说了很久的话，也将自己大哥与罗兴辉的事情说了一遍。今天他们找上门，应该也是为了兴辉哥的事情，也是误打误撞，知道了便知道了，以后也总会知道的。我就是怕你奶他们会在衙门里闹。小姑，你当衙门是什么地方？随便什么人都可以去闹的。没一会儿，刘老夫人就回来了，脸色也好了很多。我就知道你们2个收到消息会过来的。天色也不早了，我去做饭。娘，您没事吧？我能有什么事儿啊？他们还能跟我动手不成？看我不打断他们的腿。没事儿，现在有事儿的是他们。以后娘家那边的事儿啊，就别想了。今天见过你娘，我才知道，你以前肯定没少受气。他心中没你这个女儿，有的只是大孙子。在衙门他还想闹，被大人直接派人给关进牢里去了。先让他收收性子，以后出来不敢闹，这样就行了。你个没良心的，你奶和你大伯父都被关进去了，你竟然一点都不着急。三叔怕是忘记了吧？我和小姑以前在家里的时候，可是住后面的牛棚，就是天气冷了，也没有一个可以住的地方，谁管过我们的死活？现在出事了就想起来我们了。三叔这话说的真可笑呀！若是奶像对待小姑那样对待你，你现在还会去找人救？之前大家不都相安无事？小姑好不容易有一个好的归宿，奶为什么还要去打扰小姑？他都已经不认小姑，之前还让小姑去死，现在看到小姑好了就想凑上前去，真当小姑的夫家人是好招惹的？对方可是官府的人，自己若真的敢去闹事儿，恐怕自己也要被关进去。不行，这事儿他不能管。于是气冲冲过来找罗爱福的罗爱宝什么消息都没有得到，就已经打了退堂鼓，直接回去缩着了，并且告诉罗六，这事儿他也没办法。老二啊，爹，您来啦，要不要吃点儿？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吃啊？你娘和大哥星辉他们都被关进去了，你还有心思在这里吃？败家娘们儿！爹，小妞是好意，问您要不要吃点，您心中有气，也不能冲着她发火啊。老子说他一句，你还护上了？您不也护着我娘？要不我娘怎么会那么肆无忌惮的？现在直接被关进去了。罗六气到发抖，指着罗爱福半天没说出话来。
罗兴磊倒是感觉罗爱福说的对，老罗家的人再怎么坏，对自己女人都是非常护着的。有事就会发火的罗六，自私又贪婪的罗爱宝，以前也只会自扫门前雪，后来有变化的罗爱全，老实憨厚又不说话的罗爱福，全都是这样的，护自己的女人。唯有罗爱贵是罗家的奇葩一枝花，啥事都听赵氏的，赵氏说打人就打人，赵氏说杀人，估摸着也能杀人。爹，你有事就说事儿。你大哥被关进去了，现在你就是家里的老大，你娘和大哥的事情还需要你多费心，让他们早点出来。你家小磊和爱春关系好，让他去县里求求罗爱春，让他赶紧将你娘他们放了，否则我就将他不孝的事情全都传出去。爷，小姑只是一个女人家，又怎么可能管得了这些事情？关人进去的是知县大人，听说是乃辱骂了知县大人，这才被关进去的，求小姑也没用。再说乃当初可是不管小姑的死活，只感觉小姑晦气，还说没小姑这个女儿。现在小姑也不算是罗家人了。混账东西，老子将她生出来养大，怎么就不是老子的女儿了？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敢将自己的老娘和亲大哥、亲侄子一起关进牢里，我看他这翅膀硬了。爷，小姑的夫家在县衙也只是个当差的，没那么大的权力。您在这里为难我爹，还不如想想看谁有熟人，托熟人问问，看能不能早点让奶和大伯父出来。老二，家里没银子，你这边给我拿点银子，我好去托关系，将你娘和你大哥星辉他们从牢里接出来。爹啊，我家里也没有银子。怎么会没有啊？星梅在县里给人家做衣裳，我可是听说每个月有不少银子。兴强之前还赚钱，你养的那么多猪，怎么可能拿不出来银子？你个白眼狼，我和你娘养你这么大，现在用到你了，你竟然一点银子都不愿意拿，我们养你有什么用？兴平、兴孝要去学堂，兴强之前赚的那点银子早就没了，现在兴强没事干，兴梅一个人赚的银子要养活一大家子。吃饭吧。我还是跟着去看看吧，你们吃，我一会儿回来。娘，这件事情您还是别想了，小姑好不容易有一个清静日子，现在被奶他们发现了，如果不给一次教训，以后就总会去缠着小姑，那样才麻烦。说的是了，希望你奶这次回来之后啊，能有所改变。第二天一早，罗老太太与罗老爷子来了。爷奶，吃点饭吧。哎，不吃了，我们吃得早，过来早了，你们吃吧，不用管我们。爷奶，你们过来是有事儿啊？有事儿找小磊问问。行了，先吃饭吧。你奶的事情你知道？当时我在场，我奶辱骂知县大人，说官官相护，刘奶奶生气直接报官，才有了后来的事情。小姑父只是一个小小的衙役，怎么可能管得了大人的事情？再说小姑父不在县里，去外地公干了，在家里天天横，在外面还横，出去让他吃点苦头也是好的。要我说，咱就不应该过来，也不应该管，老六家自己的事情让他自己去操心。到底是自己儿子，不管他不行，再说总管着也不好。爱贵新娶的这个呀，再过几个月就生了，星辉家的还挺着大肚子呢。就应该让他们吃吃这苦，也好收敛收敛性子。小磊呀，你实话告诉太奶奶，是不是过几天人就放出来了？如果他们在牢里表现好的话，过2天就会被放出来，如果不好好表现，可能就多关些日子。你这老婆子就是瞎担心，就不应该管，他们愿意怎么着就怎么样，我们就应该活好自己就行了。老六有事了就来找我们，没事也从来不过来，全都听自己女人的，这样的儿子有还不如没有，净给我丢人。行了，只要不闹事儿，
就这样吧，让他们在里面受受苦也挺好，最好改改性子。我们就应该活好自己就行了。老六有事了就来找我们，没事也从来不过来，全都听自己女人的。这样的儿子有还不如没有，净给我丢人。行了，只要不闹事儿，就这样吧，让他们在里面受受苦也挺好，最好改改性子。小磊啊，好久都没见到憨憨了，他是不是最近都没回来过啊？前2天还在，这2天没见到。太爷爷这是想了？是啊，想了。憨憨都比你爷好。爹娘，有办法了吗？爷奶，请你们帮帮忙，我这肚子里的孩子不能没有爹呀。行了，跪着像什么样子呀？有话起来说。奶，您可得救救爱贵他们呀，这人进去了，让我以后咋活呀？这成亲才多久啊，风光也没几天，突然人就进牢里去了。都怪罗星辉，若没有罗星辉，什么事情都没了。人只是进去了又没死，哭什么呀？现在在这里哭哭啼啼有什么用？当初怎么不知道劝着点？什么话都敢说，连知县大人都敢骂，辱骂朝廷命官，当街处死都不为过。爹，行了，别这副死人脸。在这里哭没用，去县里看看能不能见到人，告诉他们好好认错，也许知县大人看到他们认错态度良好，会放了他们也不一定。娘，这真的行吗？不试试怎么知道行不行啊？娘，行了，赶紧走吧，别在我面前碍眼了。平常也不见你叫我娘，叫得亲热，现在能用上了就开始一直叫，你不觉得烦我都听烦了。这要不要给知县大人送些银子过去啊？到时候也可以早早叫人放了。你有你就去送。行了，赶紧走吧，别在这里耗着了。县城里没事儿，倒是凹山村一点也不平常，都炸开了。谁也没有想到赵氏、罗爱贵等人会进了牢房。开始大家都以为真的是罗爱春嫁了个好人家，为了报仇将自己的亲娘和大哥给关进去了。后来知道真相的人出来解释，慢慢的大家又感觉赵氏是活该，被关起来一点也不亏。一连3天过去，罗六跑了好几次县里都没有见到人，衙役完全不让他见人。几天过去，罗六仿佛老了好几岁。小磊，你和你小姑关系好，你去见见你小姑，让她跟她家男人说一声，将你奶他们放了，以后我不让你奶他们去找你小姑麻烦。爷，我小姑怎么会听我的？就算我小姑听我的，小姑的夫家又怎么会听小姑一个妇道人家的话呢？而且那些都是县衙的事情，就算是我小姑父也左右不了呀。爹啊，我明天跑一趟县里去看看。好，老二，你娘的事情就靠你了。我明天去试试，看能不能见到人。如果我能见到，我告诉他们好好认错，争取早点出来。好，二哥进去小心些，他们这2天闹得凶，你这个当儿子的进去了，恐怕又是一番闹。好，谢谢。刚进去就看到赵氏、刘兰兰与刘母3人关在一起，刘父、罗星辉与罗爱贵几人关在一起。赵氏已经骂得没力气了，正躺在牢里的稻草上休息，听到脚步声，爬起来就骂：你们这些爱剑道的，还不赶紧将我放了！就是爱春那贱人，没有那个扫把星，老娘怎么会沦落到这种地步？你们谁是罗爱春的男人？等我出去，一定要将你们进猪笼！赵氏只图嘴上一时爽快，骂完了才发现进来的人竟然是自己家儿子。
爱福呀，你可算来了，娘真是活不下去了，活不下去了。哎呀，这些人呐，竟然将我关起来了。娘啊，您就少说2句吧，若不是您说错话，又怎么会被关进来？你还是不是我儿子了？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这样对我呀！娘，您这是哪里话呀？娘，您还是少说2句，好好认错，争取早点回家吧。你给我滚！我有什么错呀？啊，我的错就是生了罗爱春那个小贱人，是他将我害成这样的，现在竟然不管我的死活，还让他男人将我关进来。有机会我定然会让他好看的。牢饭还没吃够是吗？如果还要吃，可以在这里吃一辈子。二婶，您还是别骂了，好好认个错，争取早点出来，别到最后被一直关在这里。您待着没什么，可是星辉媳妇还有星辉待在这里时间久了也不好。对，我认错，我不应该说那些话的。二婶，最近我二叔想尽办法过来看您，都没有进来，今天还是托了关系才能进来看您的，爱福也是出了不少力。艾文呐，婶子知道这次是你帮的忙，你能不能想办法让我们早点出去呀？这里就不是人待的地方。婶子，您好好认个错，我这边也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早点将你们放出来。好，还是艾文你有办法，我这几个儿子没一个可以的。对了，艾文呐，你出去之后给星飞去个消息，让星飞想想办法，看能不能早点让我们出去啊。星飞家在县里也是有头有脸的，肯定能和知县大人说上话的。我试试。艾文说，县衙哪个是小姑父？既然进来了，我还不认识小姑父呢。大志哥出去公告了，你就别想了，暂时不会回来。将你们关起来是大人的决定，谁也不能改变。怎么可能这么巧就出公差了？谁能知道你们这个时候来闹事儿啊？还辱骂知县大人。我们认错，我奶不应该说那些话，我奶只是个村里的妇人，很多事儿都不懂，还请理解。行了，时间到了，出去吧。二哥，你也看到了，老太太死不认错，从进了牢里就开始骂，原本只想着关她3天就行了，可是她从来不知道自己错哪里了。大人的意思再关10天。哦，你们决定就好。麻烦你了。艾文兄弟哪里的话呀，不麻烦，我跟小神医很熟的，跟大志哥也熟，那天艾文兄不忙的话，我们一起喝酒啊。好。爹，既然都这样了，那就等等吧，知县大人会有安排的。今天您和文伯父都去过了，星辉哥也知道认错，相信奶也会知道的。哦，我们回去吧。好。艾福，怎么样啊？有没有见到你娘他们啊？见到了，艾文哥带我进去的，娘不认错，说都是艾春搞的鬼。后来星辉认错了，我后来悄悄问过衙役，只要娘认错，应该很快就能出来了。艾文能带你进去？哦。爹，别叫了，爷肯定去找文伯父了，他想去牢里看看我奶。这样也好，你爷劝劝你奶，没准你奶能早点出来。很快一晃又是7天过去了。这天赵氏几人要出来，罗六一大早就过来叫罗爱福跟他一起去县里接人，还让关小妮也一起去。不知道的还以为外面的人办了什么大事儿要去迎接呢。爹娘，你们怎么啦？原来他们一行人去了县里，还没有见到赵氏等人，就先见到了罗兴飞。罗兴飞今天自己带着一个丫鬟过来的，没有让宁老爷陪着。二叔，你们家养了那么多的家禽，好歹卖一点也够将我奶他们带出来的，这种时候了您还舍不得，也不知道我奶养你们有什么用。兴飞，你怎么说话呢？我们好歹也是你的长辈。长辈？
平庸无能的长辈，还是像罗爱春那样攀上高枝之后就可以将我奶他们等人关进牢里的长辈？这样的长辈我宁可没有。星飞啊，这次多亏你了，没有你，你奶他们也不能这么快就出来，是不是费了不少的劲儿？那当然，花了不少银子呢。三叔不是我说啊，还是您看得最清楚。你奶总说，星飞是家里最有福气的，果然不错。看看，这可都是星飞的功劳，没有星飞，你奶他们现在还不能出来呢。是的呢，爷。牛氏与宋氏也上前夸着罗星飞，无非就是罗星飞命好，长得好看，嫁得又好，又有福气等等，将人夸得天上有地上无的。一会儿等我奶他们出来，咱们去酒楼吃饭。很快的，牢房门口那边有了动静，衙役将赵氏几人带了出来。出去以后安分点儿。是，官爷，我们知道错了。这次真是多亏我家星飞了，没有星飞，那还不知道能不能活着从里面出来呢。奶，您福气大着呢，以后还要享福呢，一定会好好的。这次我可是花了不少力气，才将您从里面捞出来的。哎，真是谢谢我家星飞了。行了，我们回去吧，我想回家了。娘，星飞说了，您好不容易从里面出来，一定要让您吃顿好的。星飞说他请客。星飞，是不是呀？哎呦，这事儿还用问吗？我们家星飞怎么说也是个夫人，你看看这身边呢，还有人伺候着呢。刚才人星飞一句话都说出来了，难不成你还想这事儿就这么算了？那星飞多没面子呀！是这样，奶和爹，我哥好不容易出来了，自然是要吃顿好的。这县城里哪家酒楼好啊？这我还从来没有进过酒楼呢，也不知道好不好的。星飞在县城里时间最久，也最熟，还是星飞说了算吧。今天呐，真是沾了星飞的光。听说星强之前干活的酒楼不错，不如就去那个酒楼吧。走吧，那个酒楼我知道是哪家。走吧。别担心，我有办法，不会让你出银子的。好。走吧，爱福。虽说星强在这里干过活，但到底也只是给别人干活的。你怕是也没有吃过这里面的菜吧？进去里面吃吃。今天可是星飞带咱们去呢。行了，爱贵，爱福家也能经常吃到的。我听说星强一直会从酒楼里带一些菜回家呢，就算是客人吃剩的，那也比家里的味道好。说的也是。二哥，咱跟着进去吧。要不就别去了吧。咱们就不进去了，去那个面摊吃点面吧。好。二叔、小叔，你们去哪儿？你们吃吧，我们去那里吃碗面，等着你爷奶他们。小叔，这都来了，走了干什么呀？今天是星飞请客，一起进去吧。二叔、二婶，一起吧，大家都在呢，你们不进去，爷奶也会不开心。你们吃吧，我们在外面等着就好。二叔、小叔，快进去吧。哥，点这么多菜吃不了吧？这么多人呢，家里人平常肚子里也没什么油水，好不容易来一次酒楼，能吃完的，放心吧。哥，这得多少银子呀？放心吧，一会儿不用你出银子。一会儿你吃快点，吃完饭让你身边的丫鬟找个理由就走。哥，你的意思是？星强不是在这里干过活吗？这银子二叔出了也没什么。再说二叔家里有银子，请大家吃顿饭又能怎么样？还是哥你最有办法，一切听哥的，准没错。又过了一会儿，菜上来，罗家人看到一大盘子酱牛肉，眼睛都直了，甚至很紧张地吞了吞口水。爷、奶，这次可都是星飞请客的呢，要不少银子，你们就赶紧吃吧。二叔、三叔、小叔，你们也快吃吧。这次真的太感谢星飞了。很快，一顿饭接近尾声。这时，罗星飞的丫鬟走进来，在罗星飞耳边说了一句什么。这是怎么啦？走这么急？
老爷知道飞姨娘挺着大肚子出来，有些着急，马车已经在酒楼门口了。哦，那我们要不要下去看看呢？亲家老夫人，您不用出去了，老爷也只是关心飞姨娘，太着急了。星强真是有福气，在这么好的酒楼干活，就是多闻闻味道也是好的。我听说星强总往家里带吃的，爱福啊，你们应该也经常吃吧？这哪能一样啊？星强带的指定是客人吃剩的，咱们今天吃的那可都是新的。亲家老太爷、老夫人，我家老爷先带着飞姨娘回去了。飞姨娘打发奴婢来跟您二位说一声，飞姨娘还说让老夫人准备准备，她过些日子想接您去宁家小住些日子。好好好，让她回去好好休息，别乱跑了。过几天呢，我就去宁家陪她。是。邢妃走了，结完账再走啊？瞎喊什么呀？没出息的东西！邢妃怎么可能不结账？都说了邢妃请客了。罗爱全总感觉有些不对劲儿，他走出包厢，叫了一个小二，问了有没有结账。小二摇头说没有，还问罗爱全是不是要结账。罗爱全立刻缩了缩脖子，表示先不结账，然后又回到包厢。娘，您说邢妃会结了账再走，可是现在人已经走了，但是账没结，现在怎么办吧？怎么可能？邢妃说了请客的。奶，可能是刚才宁老爷过来了，邢妃太着急忘记了，她现在有身孕，和兰兰一样，记性不太好。是这样的，我这记性真的不怎么好，平常也是丢三落四的。是这样的，怀了孩子呢，总容易忘记事情。邢妃刚才应该是走得太急忘记了，要不然怎么会只想着差人告诉你奶，她要请你奶过去小住，不着急她应该自己就来了。哎呀，这邢妃呀可是最孝顺的，平常就想着怎么孝顺你奶呢。二叔，邢强在这里干活，对这里的人应该很熟悉吧？那是以前在这里干活，邢强早就不干了。之前邢强在这里是跟着掌柜的，必然是很熟悉，而且二叔家养那么多猪，也不缺这一点银子。我奶今天才从里边出来，爷也是今天第一次进这样的酒楼，总不能在这里落了我爷的面子。二叔，您看今天这顿，要不你将银子出了，回头我赚了银子再还给您。不用还，你二叔家不缺这点儿，你自己现在都还没银子花呢。老二啊，你去结账吧。邢强在这里干过活儿，你对这里的人应该也熟悉。娘，我没这么多银子，结不了账。娘，二哥二嫂都没有吃东西，您还让二哥来结账。再说这么多菜，怕是要不少银子。吃里扒外的东西啊，你二哥二嫂当真一口没吃？就算没吃，我和你爹在这吃了饭，让他们结账怎么啦？儿子养爹娘，那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大哥三哥也都在呢，大嫂三嫂也都在呢。刚才你们都吃的最多，现在结账了，都出点吧。将小二叫进来，问问看到底多少银子，然后再看怎么分。就这几个菜，能有多少银子呀？我们这一共多少银子？一共46两，给45两便好。这么多？46两，抹掉1两，是因为邢强爹娘的面子。你们包厢点的全都是我们酒楼的精品，不贵。你们这是黑店吧？啊，菜没多少，竟然要这么多银子！掌柜的扫了一眼桌子，眼尖的发现，除了罗爱福与关小妮面前没有燕窝，其他人面前都有。突然感觉这其中的关系有些玄妙，他是不是连那1两银子都不应该抹掉啊？本店都是正经买卖，老夫人面前小碗里的燕窝粥是极品血燕，1碗2两银子，血燕里还加了很多名贵药材，都是极品。2两还是因为今天店里不够了，给大家上的小份，若大份恐怕不止2两。赵氏低头看着自己面前碗里的汤，刚才上来的时候他还嫌弃没味儿呢，这东西竟然要2两。
宋氏、牛氏、刘兰兰等女人眼睛都直了。燕窝对女人来说可是最好的，而罗家的男人看着眼前的燕窝，都感觉自己吃了银子进嘴里。掌柜的，您一会儿再过来吧，我们还要缓一会儿。好，我就在外面等。现在怎么办？星飞走了，没人结账，恐怕我们也走不出去啊。怎么会走不出去呢？星强不是之前在这里干？老二啊，你去告诉掌柜的，这银子咱欠着，等回头有银钱了再给。娘，这里不给赊账，如果人人都因为熟悉在这里赊账，那还不得乱套了？怎么不能赊账啊？咱星强也是在这儿干过的。二叔，大家都没银子，你看要不你将这银子给出了，回头我再孝顺你。星辉说的对，老二啊，这银子就你出了吧，咱家也没这些银子呀，这星飞人都走了，也不可能再去宁家将人给叫回来了。我没银子。娘，二哥和二嫂就刚开始菜上来吃了一口，后边什么都没有吃，现在你们就让人出银子，这不太好吧？怎么啦？没吃东西就不能出银子呀？我和你爹吃了，老二出这银子是感觉亏得慌。娘，您和爹来吃东西，我应该出银子，可是我也没银子。你家里养了那么多猪，随便卖一头不是银子？让我和你娘这样吃一顿，你是不是感觉亏得慌？我现在没有银子，饭已经吃了，总得有人出这个银子。老二几个兄弟里面，就你的条件最好，你不出这个银子，那谁应该出这个银子？爹，我真没有银子，别说40几两，就是4两，我现在也没有。星辉，你去宁家找星飞吧，这事儿也是星飞先提起来的。如果不是星飞说请吃饭，你又说来这里吃，大家也不会来这里。我和你二叔原本打算去外面的面摊吃碗面的，你非要拉着我们进来。现在星飞走了，没人结账，你们不能将所有的银子都算在你二叔头上。罗星辉的眼底闪过愠怒，小叔真是事儿多得很，他也不与罗爱全说话。奶，咱们这次能出来也是多亏了星飞，现在去找星飞，让星飞来出这个银子，宁家人会怎么想他？宁家的其他女人原本就笑话星飞没有一个有权有势的娘家，咱再去要银子，星飞恐怕会成了宁家的笑话。不能去找星飞，谁也不能去。老二啊，这银子你出了吧，等下次我见到星飞，让他将银子给你，但是现在不能去找星飞。娘，我当真没有银子，如果有，在刚开始说没有的时候我就出了，何必等到现在？真是白眼狼，我和你爹。老夫人，你刚才砸的茶杯可是这个包厢里的一套，现在砸碎一个，其他人的都不能用了，需要换新的，100两。这东西也不值钱，但今天他就想替星强父母出一口恶气。什么？掌柜的，别欺负我们什么都不懂，这东西能用得了100两？公子不懂就不要说了，这些东西全都是整套出来的，包括你们用的碗与盘子，现在碎了一个，整套都不能用了，现在要100两也是看在星强的面子上。亲家奶奶，您可要保重身子呀，就是几百两也没有您的身体重要啊。富人家家的不知道，掌柜的可否宽容一些，我们只赔一个茶杯的银钱，您看可行？自然不可，如果你们不愿意赔，大可以闹到官府去。赔，我们赔。145两，请结一下账。赵氏背过身去，开始撩起衣服翻找，好大一会儿拿出来150两的银票，惨白着脸递给掌柜的。掌柜的当即给了他5两的银子，然后转身离开。听关小妮讲完后，罗星磊心都沉了下去。这明显就是罗星辉与罗星飞设的局，可是他们谁都没有想到，赵氏不惊吓，一下就给吓到了，直接将银子出了。一下能拿出来150两，恐怕这银子就是卖罗星飞的银子。
老太婆一顿饭就给吃没了，也是挺厉害。娘，你也别生气，他们做这样的事情肯定会有报应的。不是这样的，咱家养了那些猪，大家都能看到，所以啊，都眼热，以为你爹有多少银子呢，其实你爹身上没有银子。娘，我给您和爹的银子足够你们花了，要不咱不养猪了，成不？这怎么可以呢？都已经养了，而且还能卖到银子，自然是要干的。那我给您和爹的银子你们就收着，万一遇到急事也能用。不过像今天的事情是铁定不能拿出来的。你这孩子，爹和娘又不干什么，不需要银子。第二天他还没有报仇，罗家外嫁的2个女儿罗爱云与罗爱娣回来了，直接就冲到罗爱福的禽舍去骂人。二哥，你还是不是人呐？跟爹娘出去吃个饭，你竟然让娘出150两银子，那可是娘的棺材本儿。二哥啊，咱娘损失了那么多银子，不如卖几头你家的猪，给咱娘将这损失补上吧。爱云爱娣啊，去吃饭的事情是星飞先提起来的，我和你二哥是不想进去的，但是星辉非拉着进去，后来我与你二哥也没有吃。娘出那些银子啊，是因为娘砸了人家的茶杯，那套东西不能用了，才赔偿人家的。为什么这些银子要我们来出呢？二嫂，话可不能这么说呀，爹娘年纪大了，你们请爹娘吃顿饭怎么了？爹娘养二哥这么大，二哥请爹娘吃个饭都感觉很亏吗？不亏，可是我们就这么大的能力了，我们可以请爹娘去面摊上吃，是星飞说请吃饭，星辉提议去那家酒楼的，这饭吃到一半星飞走了，这些账就要我们二房来认了。大房三房都没吃，还是说我们二房就活该干这些呀？爹娘说星辉没事干，让我们将星强的活计让给星辉，你们二哥心善，非要让星强回来，让星辉去。星强呢性子强，直接离家出走了。爹娘可有问过一句我家星强的死活？后来活计让出来了，星辉又不去了，非说不是什么好活，看不上。好好的活计就这么黄了，谁也没去成。后来星辉科举不行，又来要求我们给星辉找活。我们当二叔二婶的都是在地里刨食的，哪有那能力啊？搅黄了我星强的活，我们什么都不说就是了。现在还各种问题找上门来，我们二房不说话，真当我们二房好欺负呀？已经分家了，该给爹娘的养老银子，该是我们的就是我们的，其他的都看我们有没有。你们非说去吃饭的时候，那大家都去了，为何就专欺负我们二房啊？就因为我们养了猪多？猪谁家不能养啊？养不了10个，养不了3个，卖了不是银子？现在看到我们家好了，这是都想来分一杯羹了。二嫂，你这是怎么说话呢？爹娘就去吃一顿饭，让你们出个钱而已。那凭什么是我们出啊？大家都去了，为什么是我们二房啊？二嫂啊，这不是你家条件好一些，所以才想着你和二哥出一些。我们条件好就活该当冤大头啊？我家星强的活已经被搅和黄了，现在又想让我们出吃饭的银子？娘不是一直说星辉才是当大官的，大哥也不缺银子吗？不是都说星飞家的挺好，而且当时也是娘拿出来的银子，我们家可是一下拿不出100多两。娘的银子那是娘自己攒的。娘既然有银子，为什么非要我们二房来拿呀？爱云爱娣，你们都嫁得挺好的，家里也都挺富裕，为什么不自己拿银子出来？今天来我家是想干什么？非要让我们拿出来这些银子吗？我们拿不出来，你们要杀了我们不成？人群中又有人对他们指指点点，两人纵使脸皮厚，在娘家村子也是想留点脸面的，慌忙逃一般的离开了。小姐，宁家那边有动静了？生了，还在生，不过原本宁家说好的接生婆没来，赵氏不让叫，说自己可以。罗清飞房间里的人也都被打发出去了。你不盯着，跑回来干什么？吴晨在那边，属下是想告诉您，罗六也进城了，
而且还抱了一个孩子。吴晨在路上看到罗六抱着一个孩子鬼鬼祟祟的，这才跑去告诉我的。他们是想偷梁换柱吧？罗星飞肚子里的孩子是个女孩。小姐，我们还要继续盯着吗？走吧，去看看。刚出林家门，外面就下起了雨。刚刚走到宁家门口，就看到罗六出来了，手上还拎着一个略大的食盒，离开了宁家。他眸光放在食盒上，又看了一眼宁宅，没有进去，而是跟在罗六身后。小姐，罗星飞早就知道自己肚子里是个女孩，赵氏给出了主意，买了一个男孩。刚才赵氏说罗星飞生产没力气了，非要家里的东西，罗六就赶着过来了。没有人对食盒起疑。赵氏将食盒里的2个孩子换了，罗六刚才出来的时候拎着的才是罗星飞的孩子。慢慢跟着罗六又走了一小会儿，罗六拐进一个巷子里，将一个光溜溜的女婴扔在角落，女婴都不动了。雨水很大，罗六嫌弃地扫了一眼，就直接离开了，甚至不管女婴的死活。将这个撒在她的身上。是。走吧，去林宅。罗星磊能感觉到怀里孩子的生息在一点点的流失，他在无忧没看到的地方，将自己白嫩的手指放在孩子唇边，饮了一点空间的林井水在孩子嘴里。2人一路回到林宅，罗星磊让无忧在外面守着，自己抱着孩子进了林宅里属于他的房间，然后第一时间进空间对孩子进行抢救。许是空间的灵水与灵药功效好，没一会儿时间，孩子终于开始啼哭。罗星磊松了一口气。无忧推门进去，孩子就在床上放声大哭。去找些羊奶来。也已经让人找了奶娘，就在外面候着呢。让人进来吧，孩子应该是饿了。是。去查一下，他们找来的男婴是从哪家抱来的。是。第2天，无忧就查到了消息。小姐，是从李家村抱来的，那户人家孩子多，儿媳妇一生一个儿子，婆婆是个贪财的。赵氏找过去的时候，那个婆婆立刻就同意了，因为与罗星飞的月份差不多大，所以赵氏早就准备好了催产药。只要李家村那个媳妇开始生，这边罗星飞就喝催产药，罗六去抱孩子。李家村那户也是婆婆接生的，孩子直接给了罗六，但是对儿媳妇说生下来的是个死婴，孩子没了。宁老爷不在？不在，因为大夫说罗星飞肚子里的是个女孩，宁老爷在外地，听说有意在那一房妾室。昨天传出来罗星飞生的是个男孩之后，宁老爷连夜往回赶，现在已经到家了。那就看他们还能嚣张到什么时候。从那天罗星飞生了孩子以后，罗六回来已经在炕上躺了好几天了，身上又痒又疼。太奶奶，您怎么来了？过来看看你，好些日子不见了，你最近似乎很忙啊。有点忙，事情比较多。忙点好，我们小磊呀是干大事的人。太奶奶，您今天过来找我是有事儿？太奶奶，罗星飞生了，您知道吗？知道，消息早就传回来了。星飞这孩子啊也是个命好的，宁家其他女人都没有生出来儿子，只有他生了儿子，这以后啊也不用受罪喽。太奶奶当真相信罗星飞生的就是儿子？其他无一个生儿子出来，只有他一个人生的儿子，太奶奶不觉得奇怪？你的意思是？太奶奶已经想到了不是吗？我爷现在会这样，许是坏事做太多，遭了报应。传回来的消息，星飞只生了一个儿子，没有说女儿的事儿。那个孩子呢？被我爷扔在一个小巷子里，前几天雨水很大，孩子身上什么都没有，若非救得及时，恐怕早就没命了。真是造孽，造孽呀！难怪回来之后就得了怪病呢。他虽是我生的，
可干了这么缺德的事情，就是死了也是他该受的。小磊呀，太奶奶知道你有事儿，既然那个孩子救回来了，就是好事儿，需要你多费心养着了。这2天就抱回来了，到时候孩子要上族谱，还要太爷爷和太奶奶多帮忙了。好，我们老罗家有你呀，真是祖宗保佑。小磊啊，今天有没有什么想吃的？娘给你做。娘，你先进屋，我有事情跟你说。你这是哪来的孩子呀？娘，他尿了。哪里来的孩子呀？回来的路上在山里捡的，我看包着他的被子什么的都很旧，应该是谁家生了养不起，所以放在山里了，我就抱回来了。哎，这孩子长得白白嫩嫩的这么好看，竟然被丢在山里了。没事儿，既然抱回来了，咱养着。好呀好呀。行，以后他就是咱家最小的，以后啊也多个人可以叫你姐姐了。娘，这不行，我想让他叫我姑，我要当他长辈。叫你姑？你哥的孩子才能叫你姑。那不然让孩子管我叫娘。你才多大呀，让孩子管你叫娘，亏你想得出来。娘，我不管，反正这孩子不能跟我是平辈。罗新磊给起名罗糖果，希望他的一生如名字一般甜甜的。罗糖果虽然是被捡回来收养的，可是羡慕坏了不少孩子，因为罗爱福家现在是整个村子里条件最好的。时间如白驹过隙，眨眼已是4年。3年前，罗爱全家的儿子罗兴志与罗兴辉家的罗红玩，不小心推了罗红一把。赵氏心疼重孙子，就惩罚1岁多的罗兴志。后来罗兴志生了一场大病，从那之后，罗爱全就立刻在罗爱福家旁边给自己建了青砖瓦房，一家子搬出来单独过日子。现在与罗爱福家好的跟一家似的。罗糖果今年已经4岁了，一个十足的小人精，此刻正与5岁的罗兴志、8岁的罗兴宇一起小声嘀咕着什么。这样不行吧？兴志说：“怕什么？小姑姑说二叔和爹爹都是很厉害的人，我想试试他们的反应嘛。万一闹出大动静，我怕你被罚面壁。没关系，面壁就面壁，我已经习惯了。兴志说：雨姑姑，你们可以帮我。你们几个在商量什么呀？13岁的少女早就已经长开了，肤如凝脂，五官绝美，这世间再也找不出来第2个。小姑姑，你不是在药房吗？怎么出来了？看你这么鬼鬼祟祟的，就知道没好事儿。我这个当小姑姑的不得出来看看，以防你做不好的事情。我可告诉你糖果儿，今天不许胡闹。你爹爹出门的时候你才1岁，当时什么记忆都没有。这几年你大多可是跟着我，万一做出什么不好的事情，大哥对你印象不好，我这罪过可就大了。回来了，二哥回来了。小姑，他们说爹爹回来要给我娶娘了，可是娘肯定不喜欢我这个拖油瓶，所以一定会将我赶走的。我不想离开你们。胡说八道，糖果就是罗家人，能去哪里？以前都不在乎小朋友说什么了，怎么现在在乎了？别担心，一会儿小姑让你爹爹带着你去村里溜达一圈，好不好？证明我们糖果是不会被遗弃的。好。下午，罗家来了一个客人，也是罗兴磊的姐妹齐如意。2年前，齐家也给她定了一门亲事。当时齐如意感觉平平，但这个时代的女人就这样，家里给定好了，便没有什么发言权。齐如意便很平静地接受了。罗兴磊就让关宝清去查了一下，结果让人大吃一惊。那个男人家世一般，与齐家也算是门当户对，
之前相中了一个村里的姑娘，后来又有人给说了齐如意，男方动了心思，就与村里的姑娘退了亲。姑娘当时羞愤，直接投河自尽了。姑娘的娘家人上门来闹，男人不但没有道歉，反而用棍子打断了女方母亲的腿，甚至还叫了城里的一些混混去人家家里捣乱。后来罗兴磊就将这事儿告诉齐如意，齐家人不同意，男人继续找混混上门来闹，被罗兴磊关进牢里关了几个月。后来老实了，出来也不敢再提齐家的事儿。可是齐如意的名声从此毁了。如意爷，我好想你呀，好久都没见到你了。如意姨也好想你啊，我也好想如意姨，还想齐奶奶、齐太爷。是不是想我们想的都吃不下饭啦？是啊，吃不下饭了。可是我抱着怎么感觉重了些？瞧这小脸，都胖了一圈呢。没有，我胖了是因为爹爹和二叔回来了，心情好，所以自己就胖了。星强哥和星平哥回来了？刚回来，这2天就在家里休整，哪里都没去。小宝贝，晚上如意姨帮你睡觉好不好？现在我要跟小姑姑学怎么酿酒。可以呀，不过如意姨，我们和爹一起睡吧，我现在跟爹爹一起睡呢，爹爹床大，我们和爹爹一起睡。糖果，以后这种话可不能乱说，能和你爹爹一起睡的女人那是你娘，如意姨不可以的。如意姨为什么不可以？如意姨不能成为我娘亲吗？齐如意此刻想将这个破孩子给扔了，他还没回答，周乐走进来。小磊，这位是？介绍一下，周乐姐，这是齐如意。这是你家？算是，平常在县里忙的话，会在这里留宿。进去吧。快如实招来，刚才那位到底是谁？以前认识的一个人，连朋友都算不上。可是我见他看你的眼神别有深意的。别瞎说啊，我今年才13，什么别有深意呀？我说的都是真的。唉，看来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啊。闲的。晚上，几人同往常一样一起看书学习，然后再去睡觉。罗兴磊第一次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脑海中一次次闪过方阳的身影。无奈之下，他直接进空间去干活，将空间草药细细整理了一番，然后去泡了澡，这才迷迷糊糊地睡了一会儿。这几年一直忙里忙外，好不容易有些空闲时间，没事儿他还是喜欢回家待着。刚进家门就听到罗糖果在哭，哭得上气不接下气。这是怎么了呀？哭成小花猫了。小姑姑，没事了，没事了。罗兴磊轻轻地安抚着罗糖果，伸手一下又一下地轻轻顺着他的背，眼神看向家里其他人。关小妮等人齐齐摇头，他们也不知道怎么了。大哥知道糖果为什么哭吗？我也不知道，吃过饭后我就去找星一哥了。我看到糖果和其他孩子玩，有孩子欺负糖果，糖果就哭了，回来之后谁都哄不好。你看到了？距离远，我就看到一个孩子跟糖果推推搡搡的，后来糖果就跑着回来了。罗兴磊皱眉，没说什么，直接抱着糖果回屋去了。这几年你们都是这样照顾他的？是个苦命的孩子，除了咱家人的疼爱，他就没有其他亲人了，所以自然要更多疼爱他一些。我去见太奶奶时，太奶奶也说让我多疼疼糖果，还说这孩子很乖。虽然糖果记在大哥名下，但是大哥不必有负担。当时没有跟大哥解释清楚，糖果是我捡到抱回来的，娘想认她为女儿，是我非要让她比我们小1辈，所以才强行让她记在大哥名下的。大哥不必多想。记在我名下就是我女儿，
这几年一直在外面奔波，现在回来了，我会好好疼他的。这几年大哥也辛苦了。哪里的事啊，我自己倒是乐在其中。不出去走一趟，便不会成长的这般快，于我而言也是好事儿。这倒是。小磊，罗星阳轻轻推了一下罗星磊，后者回神，这才收敛了心神，将手放在他的手腕上。这几年少年的病情，他都有跟医药通过书信有所了解，而且也是他给的解药保住了少年的命，只是他的毒依旧未解。公子的病我还要再思虑，眼下给不出答案。这是我的住处。罗星磊微微皱眉，只见少年已经离开，他打开纸看了一眼上面的地址，然后将纸收了起来，继续看下一个病人。小磊，中午那个男人你是不是认识呀？什么男人？就是那个长得特别好看的男人，他还给了你一张纸呢。认识，很多年前他便是我的病人，只是他的病我到现在都没有办法。你都没办法？哎呀，走了，你不饿呀？胖婶肯定做了好吃的，我饿了，去吃饭吧。一行人吃过饭，天色已经晚了，城门已关。罗星磊与祝来一、罗星阳打算回宅子去住，刚出后门就看到少年一袭白衣站在不远处，月色撩人，衬得少年越发的温润如玉。小磊，好久不见。好久不见。小磊，你朋友呀？那你们先说话，我和星阳哥就先回去了，你自己一个人回来的时候注意安全哦。啊，你们……罗星磊想让两人等等他，可是这两人就跟见了鬼一般，溜得飞快。你来了，易爷爷呢？他家中有事儿，我们便分开了。哦。这几年过得好吗？挺好。谢谢你的药，若不是因为你，我这条命恐怕早就没了。是你自己福大命大，虽说是我给你提供了一些药，但终究还是没有办法帮你解了身上的毒。无碍，于我而言，能多活一天已是赚了。罗星磊看着他，有些缥缈的感觉，仿佛眼前的人不是很真实。他不知道怎么去说安慰的话，因为自己就是大夫，方阳的身体当真不好说。住哪里？我送你回去。不用麻烦了，我自己回去就可以了。我来这里就是为了等你，并且向你解释一下之前不辞而别的事情。当时是我太着急了。没关系，人总会有着急的事情，可以理解，不用解释。接下来可能会留在这里。我会想办法解你身上的毒。3年前他救下了一个少年，后来少年整日郁郁寡欢，罗星磊就重新给他赐名为吴凡。吴凡就住在后院，罗星磊到后院时，吴凡正在用刷子清洗马。小姐，这里脏，您别过来，再湿了您的鞋袜。过来找你聊聊天。我大哥遇到周乐的时候你也在，你认为他如何？有话直说便是。小姐，不是我矫情，周乐这人表里不一，他在大少爷面前表现得可老实，在我面前又像是另外一个人，有时候我也摸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正的他。哦，比如呢？比如回来路上，有天晚上我们需要露宿在外面，我去捡柴打算生火，周乐也要去，大少爷就说他一个女子，让他别去了。周乐说自己干惯了农活，捡个柴火没什么。他与我一起去的林子里，可是到了林子后，他什么都没干，就站在那里看着我捡，还跟我说他腰不太舒服，弯不下去。我便说没事儿，可当我捡完柴火，他上前笑着将柴火抱走了。回去之后跟大少爷说那是他捡的，大少爷说辛苦了，他说这些活都是干习惯的，没什么事儿。
就这事之后，我就有些不喜欢他了。之后还有类似的事情？没有了，我们遇到周乐后，只有那一晚露宿在外面。不过有一天我们在酒楼吃饭，大少爷去如厕了，我正在吃饭，周乐说下人就该有下人的样子，不应该和主人一桌吃饭，要摆清楚自己的位置。因为一路跟着大少爷，大少爷待我好，从来不拿我当下人看。我当时没明白，后来在路上我才知道他是在说我。这些都没什么，可是他在大少爷面前的时候对我可好了，大少爷不在的时候，他便像换了一个人，我有些搞不懂。我知道了，这几年跟着大哥东奔西跑的，也没少受累。回来了，最近也没什么事儿，你就好好休息一下。翌日就是罗兴磊坐诊的日子了。现在白宁县越来越好，尤其是马前进的酒楼，每天都是爆满，从来都是忙得脚不沾地儿。有远道而来的人，为了找罗兴磊看病，会在这里住很久，所以白宁县总有一些陌生面孔。3年前，因为看病的人太多，最后罗兴磊出主意，买下了隔壁的一个茶铺，2间铺子打通，地方大了不少。这几年李兴的医术有长进，李青云、罗兴阳与祝来一的医术更是突飞猛进。几年不见，少年愈发的清俊秀逸，以前的他便带着淡漠的气质，现在更是出尘脱俗，皮肤白皙，宛如剥壳的鸡蛋，逆光而坐，身上散发着淡淡的光晕。罗兴磊一时有些愣住了，几年不见，不成想再见面竟是这般情形。大哥，我和你二哥说一会儿话，是不是吃醋了？大哥，你是不是忘记了自己还有一个女儿？回来好大一会儿了，唐国可是一直都看着大哥呢。回来看到你们太激动了，唐国可是我女儿，怎么会忘记啊？丫头该不会认生吧？没有。唐国，你怎么还结巴了？我没有。明明就结巴了。大哥，他看到你结巴的话都说不全了。周乐在听到罗唐果是罗新强孩子的时候，脸色瞬间就变了，不过只是一闪而过，很快就恢复如常，一副老实巴交的样子。下午，罗新强与罗新平一起去了罗五家坐了许久，然后又去罗六家意思意思地走了一个过场。23岁的罗新辉依旧天天面对书籍，准备着科举的事情，不过现在已经不在罗家住了，而是去了北望城，特意租了一个小院在里面读书。刘兰兰跟着去照顾了，孩子留在家里，赵氏与牛氏帮忙看着。罗兴飞这几年日子过得不错，因为为宁家生了儿子，所以这几年给罗家的补贴不少，罗家日子过得顺心，也就不去罗兴磊家里找麻烦。关小妮、罗兴磊等人在家闲聊天，周乐也在一边。关小妮简单问了几句周乐的事情，家乡发生了洪灾，家里人都死了，只有他一个人逃了出来，遇到了罗兴强。吃饭后，关小妮要去地里忙，这2年他们家又买了2亩地，现在正是7月天，有些菜还需要打理打理，周乐忙跟着去了。大哥带回来的人以后是准大嫂？我与他认识的时候，他正在逃荒，看着可怜，便顺手救了他。回来的路上也就相处了不过几日，何谈什么准大嫂，这话说早了。大哥可有告诉他你做的生意？说这些干什么？并没有提起过，不过看他倒是挺老实本分一人。哼，听大哥这意思是有意。就是感觉人老实本分，其他的目前还没想法。大哥还没回来前，村里已经有人在打听了，还有二哥，他们可都想给你们保媒呢。我不急。我也不急。二哥回来之后还走吗？是否参加明年的科举？不，闲散惯了，还是喜欢自由来去。二哥就指着大哥养了。你开心便好，这些年赚的银子就是为了让你们过得开心，过得更好。
大哥既然无异于周乐，为何要将人带回来？恐怕要引起误会了，直接给些银子，安排一个去处，岂不是更好？许是当时动了恻隐之心，一时冲动，顾虑到她只是一介女子，便将人带回来了，并没有多想。大哥，娘似乎挺喜欢他的。他没告诉罗新强，从周乐的走路姿势来看，早就已经不是一个少女，应该已经为人妻。这个时代如果没有嫁人，一般没有哪个女子大胆地将自己交出去的。走吧，先去见见你二叔。一行人到了院子外面，罗兴平正好从马上翻身下来。18岁的少年，剑眉星眸，仪表堂堂，身姿挺拔，一袭墨色绸衣，风华无双。兴平啊，娘，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走，快进去说话。跟你娘他们进去，小叔牵到后院去拴。谢谢小叔。罗兴平与罗爱福和关小妮说过话后，转身看到自家妹妹，两个都出落成了大美人儿，唇角上扬。糖果，这是不认识二叔了？不认识了，哪里来的漂亮叔叔呀？长得真好看。二叔，你个头好高呀，比爷爷都高，能不能像爷爷一样举高高？这丫头精着呢，就想让你抱她。1年不见，小丫头又漂亮了些，这五官倒是跟大哥有点像。他也发现了，罗糖果细看与罗兴飞特别像。可不是嘛，也皮着呢，天天和村里的孩子打架，前2天呀还将虎子推下水了。小磊罚他1天不许吃饭，这丫头趁人不注意，直接跑去你太奶奶家要吃的，说自己没饭吃，坚决不说自己犯错了。你太奶奶心疼就给她吃了，吃饱肚子回来的，晚上还装自己没吃饭，可怜巴巴地看着我们，当时我都心软了。小磊说不能惯着，后来就真没给吃，结果第2天遇到你吴奶奶才知道，这丫头竟然跑去外面吃完饭回来的。还有你管不住的人？二哥哪里的话，我也是凡人，能管住谁啊？这事儿不怪糖果，是虎子的错。虎子跟糖果比赛，从河这边游到那边去，结果虎子没下水，糖果一个人跳下水游了回来，糖果这才将他推下去的，是虎子不讲信用在先。对，小叔说的对，我这是教他怎么做人。一会儿等你爹爹回来，将你做的错事都讲给他听听。罗糖果立刻就从罗兴平的腿上跳下来，小腿一迈，走到罗爱福的身边，手脚并用的爬到罗爱福的身上，抱着罗爱福的脖子就吧唧亲了一口。啊，好像大哥回来了。马车里，罗新强已经走了下来，身后还跟着一个16、17岁的少女，衣着朴素，面容憔悴。爹娘，兴强啊，这是我爹我娘我小叔小婶儿。爹娘，这是周乐。好，都进去说话吧。如意，几年不见，你这乱叫人的毛病要改改了。兴强哥，3年不见，当年的少年已越发的英俊帅气，竟让人有些移不开眼。爹爹，为什么如意姨不可以跟你睡呀？我想跟你们2个一起睡。如意姨身上香香的，比小姑姑身上香。罗糖果，皮痒了是吗？小姑，我做错什么了吗？我又想跟爹爹睡，又想跟如意姨睡，不可以一起吗？罗糖果，过来。爹爹，这些话不可以乱说，万一如意姨父听到这些话会误会的。什么如意姨父呀？我没见过。大哥，如意姐还没成亲呢，你快带着糖果出去吧。周乐姐，你也出去休息吧，这里也没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好。如意姐，你别往心里去，糖果这皮孩子就爱说一些乱七八糟的。
我知道，又不怪他。你大哥带回来的人，不是给你当嫂子的？当然不是，周乐姐是我大哥在路上救的，只是看对方可怜才留下来的。晚上，齐如意留下来与罗星磊一起住。晚饭后，齐如意带着罗糖果去给他洗澡，周乐也要去，于是就2个女人带着罗糖果去了。大哥，对于周乐姐，你有没有什么安排啊？什么安排？没有啊。你对人家没意思，带回家来干什么呀？传出去岂不是让人笑话？别人还以为你带回来的是媳妇儿呢。娘，我真没想法，当初就是看着周乐可怜，我又着急回家，才将他带回来的。你要真没想法，明天就跟他谈谈，让他去县里成衣作坊干活，针线活不行就干个杂活，总之不能留在家里了。好，小磊，这事儿你给看着安排吧。你这孩子净给自己妹妹找麻烦。这2天出门，村里好几个人都问我，周乐是不是你带回来的媳妇儿？我都不知道怎么跟人家说。照实说，如果村里有人看上周乐姐，也可以问问周乐姐的意思，嫁这里也行。真不知道你这孩子怎么想的。大哥，女人的事情最好别碰，沾上以后可就麻烦了。你可以救他们，你身边不是跟着吴凡吗？让吴凡出面给点银子就解决了，你非要亲自出面，然后再将人带回来，这就麻烦了。以后不会这样了，我记住了。周乐姐，今后你有什么打算呀？我的家人全都没了，我已无家可归。周乐姐，有些话起来慢慢说。小磊，我真的没有地方可以去了。周乐姐，你别误会，我问你的意思是想给你找份活计干。县城成衣作坊一直招人，如果你针线活好，可以去那里当个女工，有地方住，也有饭可以吃，每个月还能拿工钱。当真有这么好的地方？当然，我自是不会骗周乐姐的。那就真是太感谢了。我从小就没有出过村子，我外婆家跟我们家在一个村子里，后来遭了灾，大家都死了，我逃了出来。外面太大，我又没有出来过，着实不敢与他人去说话。最后多亏新强哥心善，救了我。周乐姐年纪应该不小了吧？家里没有给安排夫家？没有，那几年吃饭都成问题，附近村子也没有谁家给娶媳妇儿的。我这年纪一耽搁就大了。周乐姐，你要愿意，我们现在就去县里，到那之后你针线活好，就有地方吃住了。哟，小磊，你来了。我小婶在吗？秋娘在里面呢。小磊，你对这里很熟悉啊？这里管事儿的是我小婶娘，你也见过的，所以不用担心。你如果在针线活上过不了关，小婶娘应该会安排你一些杂活。有地方吃住，我已非常开心了。小磊，你可来了！听说新强哥和兴平哥回来了，我都没有抽出时间，好想他们啊。在家呢，跑不了。你什么时候休息？正好大哥二哥要去一趟外婆家。明天吧，明天我跟大姐一起回去。三妮儿走镖了，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回来。宝清也不在。行，那就明天。你们今天晚上来家里，让我娘做好吃的。好呀，好呀。小磊，这位是大哥从路上救的，叫周乐。我原本想找小婶的，遇到你就你来安排吧。你带着周乐去赵姑那边，让他们试试看针线活怎么样。好。什么情况？兴强哥带回来的人，你怎么送这里来了？兴强哥能同意吗？随手救的，有什么不能同意的？大哥又不喜欢他，留在家里也是招人闲话。给安排个活，剩下的就看他自己的了。哦，那也行，我就知道怎么对待了。什么怎么对待？每个人都要凭自己的真本事才行，你可别放水。知道了，放心吧，小婶娘在里面，你不进去了？不去了，进城了我还要去看个人。看个人？
是不是一位白衣公子，长相英俊，气质不凡？这是我这2天调配的药，对你的身体应该有所缓解。你体内的毒，我现在还是没有办法。没关系，不用担心。我会想办法的。给你们送些吃的过来，好好聊。药还是与以前一样，每日早服用就好，我便先回去了。哟，这么快就走了？来了就多坐坐嘛。你们一个有才气，一个有美貌，站在一起，真是一对璧人呐。2人原本还想说话，可是被老板娘这样一说，2人瞬间就不想说话了。罗星磊对方阳轻轻点头后，逃一般的离开了，一刻都不敢多待。星强的年纪已经大了，这次回来有相中的就成亲吧。爹娘，若是有合适的，儿子可以成亲。大哥，你在外面就没有遇到合适的？每天忙着生意，倒是遇到过很多人，合适成亲的，我不知道什么样的才算是合适成亲。大哥，其实如意姐好像真的挺好的。别，认识如意时间太久，我一直拿她当妹妹，从来没有想过别的。你让我对妹妹下手，饶了我吧。好吧，既然大哥没有意向便算了。我原本还想着如意姐是一个很好的嫂子。小磊，我和如意要看对眼，早就看对眼了，还用等到现在啊？大哥，你现在回来了，冯丽华是成亲了，可是冯丽芳还没成亲呢，你可得小心了。太爷爷90大寿，到时候可是大办，冯家肯定得来人。她怎么还没嫁？听说是因为当年与你的事情被冯家村的人笑话了，这几年也没人上去提亲。我姑妈大姑憋着一肚子火呢。爹，这次太爷爷的90大寿要不要叫小姑呀？这事儿你祖伯父和文伯父会考虑，若是他们通知了你小姑，我想你小姑会来的。我改明去一趟小姑家，五爷爷家的人叫了小姑，我就劝小姑回来看看。这么多年了，回来也不是去看爷奶，只是为了看太爷爷和太奶奶，这样也挺好。这样也好，出去这么多年，你小姑应该也想回来看看的。第2天，罗新磊去县里便打算去看罗爱春，可是刚到县里还没到刘家，就在街上遇到了方阳。好巧。你在这里闲逛？出来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文房四宝。对了，我不在那里住了，我还住几年前那家酒楼，你大哥似乎不在那家酒楼干活了。大哥现在在别的地方。你有事就先忙。对了，谢谢你的药。没关系，待我什么时候真的根治了你的疼痛，再说谢谢也不迟。瞧瞧这才多大年纪啊，竟然就会勾搭男人了。九姐姐说的是，年纪轻轻的就在大街上勾搭男人，以后指不定会成为什么样呢。妹妹说的是，我还真是瞧不上这样的。这么小就知道出来勾搭，指不定家里人是什么样的呢，一看就不是好人家的。新飞姐，好巧呀，在大街上遇到了你。妹妹，这是我二叔家的女儿。二叔家很早就搬出去住了，与我们家不一样。哎呦，是的呢，这有些人呀，就是不一样呢。妹妹，我们快走吧。要回去了，出来时间久了，天宝看不到我，又该闹了。是的哟，天宝那孩子可是离不开你呢。妹妹还是好福气，姐姐们生的都是女儿，只有妹妹一个人生了儿子。我儿子不也是姐姐的儿子啊？现在唐果已经平平安安长大，那个与唐果互换的孩子，罗星飞这几年算是安分，也没有在他面前作妖，所以他便没有揭穿。若是哪天罗星飞真的惹到他，那就对不起了。一些无知女人的话而已，不必放在心上。
我没放在心上，我还有些事儿，你先忙吧。今天在街上遇到的那2个女人，年纪大的，我不想再听到她说话；年纪小的，让她吃点苦。是。小姑可以回去看看，总不能一辈子都不回去啊。该走动的还是要走动的。好，既然这样，我就回去。其实啊，我也挺想回去看看的。你家新建的屋子我都还没见过呢。这事儿我正想问你呢。艾文哥那天来了，意思让我回去，我这还没决定呢。回去转转，在村里住2天。最近县里没事的话，让小姑父陪你一起带着孩子，还有刘奶奶。家里地方大，住得下。娘亲，去哪里呀？我也要去。你不是总吵着要去小磊姐姐家看看吗？再过1个多月，娘就带你去。嘿，好呀好呀，娘，我们现在就去吧。要等等哦。现在小姑的生活幸福，老大刘思思，老二今年刚出生，刘成是个男娃。在罗爱春家没有待多久，罗兴磊就走了。如意姐，你这是怎么了？小磊，我来找你的，我有事儿求你。怎么了？你说就是。我姨奶快不行了，我想请你帮我看看。去药铺，让我和来姨姐一起去，那里有马车。我姨奶自己一个人生活，是我外婆的妹妹，以前的时候在宫里当差，后来应该是随着年纪大了就出宫了。她10几年前出来之后就一直在大王村生活下来了。以前我和我娘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是姨奶将自己刺绣的手艺交给我，我才可以养活一家子。好，我会尽最大的努力。如意，是小神医吗？是他。外婆，姨奶怎么样了？人已经糊涂了，眼看着是不行了。人没事，食物中毒。食物中毒？应该是蘑菇没有处理好，外加病人身体原本就不怎么好，所以才出现短暂昏迷、命不久矣的现象。那就好，那就好。我开点药，人只要按时服药就没事。如意姐，你姨奶从宫里出来之后，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啊？没有吧，这个我不太清楚。姨奶来村子里的时候我还很小，那个时候我还在齐家村。这事儿要问问我外婆，她最清楚。罗兴雷也不是个八卦的性子，只不过刚才他把脉的时候，发现病人长期的心情郁结，证明病人有心事。那你可以问问，病人有心结压在心里，所以一直身体不怎么好，解铃还需系铃人。回头我去问问外婆，让外婆好好开解开解姨奶。不过说来也奇怪，姨奶身上有银子，可是她明明可以在县城里生活，最后她竟然将那些银子全都给寺庙添了香油钱，自己也一直住在村子里紧巴巴的。凡事想开一些，我开了药，需要每天服用，保命是没问题的。可若是病人再这般郁结下去，恐怕用不了5年，就是神仙也救不了了。好，这事儿我会跟外婆说的。小磊，今天谢谢你了。没关系，如意姐，咱俩的关系，你一直跟我说谢谢，这不是见外吗？你可真是吓死我了，好端端的就成了这样，你姐姐我还活蹦乱跳的，你先我一步走到地底下，我怎么向爹娘交代呀？姐，你别哭了，这事儿也只是意外，以后不会了。姨奶，真的太吓人了，你身体好了之后，还是跟我去县里住吧。王姨奶看向齐如意，正想说话，眼神瞥向了门口进来的2人，只是一眼，她便愣住了，整个人都激动起来，哆哆嗦嗦地指着门口处，因为激动，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姨奶，您别着急，这是小磊，小磊是大夫，过来给您看病的。你没有将蘑菇处理好，中毒了。小磊，这小神医漂亮吧？这就是当初救亲家的那个小神医，我之前跟你说过的。你这身子总不好，我上次就说去找小神医看看，你非不愿意。真漂亮，刚才看到
我还以为仙女来家里了，激动了些。你好，我是如意姐的朋友，过来给您看病的。这是药，温度刚刚好，再不喝就该凉了。哎，姨奶，您还是躺着吧，身子不好就要多休息。我没事儿，过来坐会儿吧。今天麻烦小神医啦，为我这个老太婆跑一趟。不麻烦，如意姐刺绣的手艺我很喜欢，这些也都是应该的。你也喜欢刺绣吗？我可以教你呀，你想学什么都行。姨奶什么都会啊，好厉害呀！我妹妹很厉害的，她以前是宫里的，刺绣的手艺就是宫里的娘娘们都喜欢。如意的手艺呀，就是我妹妹教的呢。小神医想学，那可真是太好了。姐，这都什么时候的事儿了，可别再提了。你想学，我可以教你。我从小就不会针线，我娘也不强求，倒是我姐姐很喜欢。你还有姐姐呀？家里还有什么人呐？2个哥哥，一个姐姐，一个弟弟。家里人挺多，长得这么漂亮，你爹娘很疼你吧？都疼。平常你可是什么事情都不操心呢，今天对小神医怎么这么好奇呢？你今天怎么了？怪怪的，平常见到谁都是一副平静的样子，今天突然震惊成这样。我不知道你当年发生了什么事儿，但是日子还要继续，你一定要想开点儿。小神医今天说了，你心情郁结，导致病情加重。我没事儿，现在已经不郁结了，我会好好活着的。姐，这次麻烦你了。现在回想起来，他还在为当年所做的事情而后悔。可是他又看到了那个孩子，孩子活着比什么都好。从来没有过的轻松，肩上那种无形的压力与心中的愧疚都没有了。以后让如意想办法多带小神医来几次。外婆，这可不行，小磊很忙，每天都有很多事情，但是小磊会经常去县里。姨奶如果想见小磊，不如跟我去县里住。你这孩子，看来我这不去县里是不行了。姨奶，您说的是真的？当真愿意去？当然，我是挺喜欢小神医的，可以多见见小神医呀，我这身子骨恐怕也能好得快一些。神医呀，麻烦您给看看。罗星磊一时语塞，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兆势。罗六也在一边站着，但脸上的着急显而易见。罗星飞头上也戴着围纱帽，走过来坐在罗星磊的对面。宁老爷子倒是没有出声，罗星飞将自己的胳膊伸出来放在桌上。你怎么在这儿啊？六奶奶，我们是这里的大夫，不在这里应该在哪里？不看病就出去，少在这里捣乱。奶奶，你这是干什么？看到没有，星阳竟然在这间药铺，我们竟然不知道。早就听说他在学医，其他的我们也不是很清楚，你可别闹了，星飞的病要紧。行，先这么着，等回去了，我一定要让爱贵去将星阳要回来。原本罗星飞这病2副药下去就没事了，因为赵氏刚才在这里闹，外加那天罗星飞在街上的事情，罗星磊的药方少了2味药，延长了罗星飞病好的时间。这件事情罗星磊以为是个小插曲，第2天正在家里看书呢，就听到不远处哭天喊地的声音，仿佛是从大伯娘家传出来的。真是没办法活了呀，我宝贝孙子竟然连自己爷奶都不认，连自己亲爹都不认了。王氏啊，你安的什么心呐？当初我被休的时候，你们不是说了，星阳的死活与你们没关系。现在看我们家日子好了，就跑来闹，让大家来评评理。星阳怎么说也是我罗家的种，
怎么可能与我们没关系呢？当年还不是因为你自己抠，明明有银子，都舍不得拿出来给星辉娶媳妇儿，现在星辉还心寒着呢。小磊，你能不能帮我去叫组长来一下？好。小磊，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也不知道，您还是去看看吧。到了王氏家门口，罗长生看到赵氏坐在地上，眼皮直跳，嘴角直抽抽，有些生气。这是怎么了？组长啊，你可得给我们评评理呀！王氏是被爱贵休了，可星阳到底是爱贵的孩子呀，现在王氏竟然挑唆星阳别认爱贵这个亲爹，还不让星阳认我们老两口，我心寒呐。我被休后，星阳以罗家子孙的名义想要一块地，给我们娘几个搭个小棚子过日子，可是结果呢？你们都说星阳分给我了，以后再也不是罗家的孩子。现在星阳长大了，你们跑过来又说星阳是你们家的子孙，这事儿我做不得主。星阳再也不是小孩子了，他已经是大人，他有自己的想法。你若是有什么不满，可以等星阳回来之后直接问孩子，孩子愿意认你们，我绝对不阻拦。孩子若不愿意认你们，那也没办法。星阳怎么可能会不认我们呢？他是我们孙子，只要你不从中作梗，星阳是个好孩子。星阳哥今天早上说，昨天在药铺的时候看到奶带着星飞姐去看病了，当时奶还质疑为什么他会在药铺，奶该不会是看到星阳哥在药铺当了大夫，所以才会想着认回星阳哥吧？这声音虽然听着很小，可却足以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听得清清楚楚，一字不差。然后众人都露出来鄙夷的眸光，对赵氏的不屑。你别胡说，一个赔钱货知道什么呀？少在这里乱说，整天没个正事儿干，竟然还听风就是雨。奶，您也是女人，我是赔钱货，您是什么？之前没分家的时候，小姑天天被您骂是扫把星，晦气的东西。小姑被老赖头送回来的时候，您可是说了，小姑死外边都跟您没关系。可是后来小姑自己嫁得好了，您就又想上前去认小姑，这不是与星阳哥的情况一样吗？昨天您看到星阳哥在药铺里当大夫，今天就跑到大伯娘家门口闹事儿，您怎么没有让大伯父过来？好歹大伯父才是亲爹，大伯父过来说句话，可能比您这个当奶的更加管用。你小姑的事情撇开不说，就星阳这事儿，本就是星阳的不对。你昨天当真去药铺见到了星阳？我这个当奶的怎么不能来啦？还有，你不要在这儿胡说八道的。星阳就是我孙子，我这个当奶奶的怎么就不能认他啦？没人阻拦，但要星阳同意。没有你挑唆，我孙子怎么可能不认我呀？组长，星阳在县里忙，现在人不在，这事您看怎么办？明天让星阳别去县里，明天你们都去你奶那里。明天你去你娘那里，咱们把这件事情说开了，也省得你一直闹腾。听说今天七外公回家，人应该回来了，家里肯定很热闹。应该是。你们两个都不好奇的吗？我现在已经想不起来七外公是什么样了，我只知道七外公回家会带很多好吃的。哼，星阳哥，你倒是很淡定。没什么好奇的，明天回家就能见到了。我不期待，每次七爷爷带回来送到家里的东西，也进不了我和小磊的嘴，没什么好期待的。以前罗七回来带回来的吃的，会给两个哥哥家里放些，罗六家自然少不了。不过那些好东西全都进了罗星辉与罗星飞的肚子，其他人都吃不到。星阳是我们罗家的孙子，现在年纪也大了，我们想着给星阳娶个媳妇儿，所以星阳以后回去跟我们住。当初我与娘被赶出罗家的时候，
罗家没有将我当子孙，从那天起，我便不是罗家子孙。星阳啊，你娘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啊？你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奶还是心疼你的，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呀？哼，当初我说自己是罗家子孙，分家的时候给大房分了地，我想要一半的地，最后你们如何说的？你们说我跟着我娘就不是罗家人，不配得到罗家的地。最后若不是我二叔好心收留我们，当天晚上我们就要露宿野外了。你二叔也是我儿子，他也是罗家人，做的那些事情也是替我做的。星阳啊，你就别跟奶奶置气了好吗？二叔是二叔，我会好好孝顺二叔，但其他的就别想了。二叔的情分我记着，但你们是你们。你这孩子怎么这么犟啊？你连你爹和你大哥都不认啦？星阳，你总不能不认我这个大哥了吧？大哥不是说了，以后再也不认娘了，你都不认娘了，我为何还要认你这个大哥？当初赶我们出来的时候可是说好的，我与星珍跟娘，你与星飞跟他，这么多年都过去了，就因为知道我在药铺当大夫，所以就开始想着怎么筹划叫我回去。已经回不去了，娘不会回去，我也不会回去，星珍更加不会回去，给彼此留点脸面，就算最后的遮羞布，不要太过分。姐姐也在呢，娘说要给星阳娶媳妇儿，姐姐看这事儿。我的事情不需要你们任何人操心，当年我被赶出来的时候就与罗家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不要再想一些有的没的，我们过得好坏都与你们没有关系。这孩子性子真急，我就与你娘说句话，也没有干别的呀。星阳，你可记好自己今天说的话。不劳费心，我记得非常清楚。星阳啊，无论如何也是我将你养到10几岁，所以要银子嘛。那先算算我娘在罗家当牛做马的工钱，你养我与星珍的银子我们给。星阳，我是你爹。你休我娘的时候4个孩子，我娘2个，你2个，非常公平。你带着2个大的，我娘走的时候带着我和星珍，还需要一点点养大，算起来你占便宜了。且不说我们都是独立的个体，你说你是我爹，当初我说想要一块地的时候，你可是说了没有我这个儿子。星阳，你平常在家的时候，我和你奶对你可不薄。不薄，有什么好吃的好喝的，都是罗星辉与罗星飞的，与我有什么关系？平常吃饭我这样的都是定量的，这便是不薄，一碗水都没有端平，现在就想来讲不薄。行了，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孩子这么多年吃苦受罪的时候，你们在哪里？你们将他们母子赶出来，什么都不给的时候，怎么不想想孩子没地方可以去？现在看着孩子出息了，就想叫回去跟你们住，被孩子这样说，你们脸上有光吗？你们不觉得臊，我都替你们臊得慌。娘说的对。说的对就回去吧，过了几天安生日子，就开始想东想西啦。行了，赶紧走，别在这儿碍眼。气冲冲过来，想要将罗新阳用长辈的身份押回去，可是失算了。没想到罗新阳会这般硬气，最后只能灰溜溜地离开了。小丫头，又要麻烦你了。他的身体情况必须控制，这几个月并没有来找我拿药。算起来已经断药1个多月了，能扛过来，他必然遭受了很大的痛苦。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有事儿吧。你不是他家里人，这种事情你不应该管，自己身上的毒需要自己重视。是，我会好好看着他的。你们没有血缘关系？不是，之前家里有些交情，我喜欢四处云游，他身体不好，有时我们会分开，有时会一起作伴。他家里人放心。我没有家人。
医药嘴角抽了抽，眼神怪异，但一句话都不说。别说话，接下来一段时间哪里都不能去，需要留下来好好治疗。连着2天的时间，罗兴磊一直在县里给方阳治病，压制住他体内的毒，捡回来半条命，这才松了一口气。家里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见你很着急。也不是很着急的事情，好几天没有回家，就怕家里现在已经着急了。你若没地方住，便先住在这里，如果还有其他事情，等身体好些再离开。我无家可归，现在只能叨扰你了。无碍，这宅子平常也没人住。公子啊，您当真要这样做？在接触过的人中，没有他有这种本事，就连你都配不出来的药，我也只能试探他了。这里距离京城有些距离，小神医应当不会去那边。我不是不相信他，只是想证明不是他。将事情安排好，他今天回家了，在他回来坐堂的时候就开始吧。是。小磊来啦，快过来。二嫂，你怎么了？这就是个扫把星，而且还是个白眼狼。太奶奶，你这丫头，又是好些日子见不到人，你七爷爷和七奶奶回来，你还没见过吧？七爷爷，七奶奶。嘿，真是个好孩子。二嫂，你可是有福气了，这孙女长得真好看呐。吃吧，我们从王城带回来的，里边有花生。熟悉的包装纸，熟悉的配方，这不就是他家铺子里的？原来这东西在王城也是很受欢迎的。谢谢七奶奶。好好拿着吃，你七奶奶带回来的糖可比自己家做的好吃多了，这糖里啊有花生。这丫头长得确实漂亮，别说在村子里，就是王城恐怕也找不出来几个这样漂亮的，还真不像村里长大的孩子。哼，这丫头长得漂亮着呢。爷爷奶奶，你们不知道，就小磊长这样的，去王城怎么样也能找个好点的人家，在村子里真是白白糟蹋了。一个小丫头而已，找什么好的人家呀？二伯娘，就小磊这长相，出去找一个比星飞条件好的肯定可以。听说星飞在县里也很受宠，小磊过去能生个儿子，也可以母凭子贵。爱静啊，你们在王城的那些回到家里用不上，小磊也不会去给别人当什么填房的。爱静，不要乱说话。娘，我怎么乱说话了？这还不都是实话？当填房怎么了？星飞过得多好啊！二伯娘家现在什么都不差呢。爱静说的不错，现在星飞过得很好。明天星飞就来了，说是回家住几天。这些年有孩子总也走不开，赶着这次机会。那感情好啊！二伯娘，我明天去你家找星飞。我还正愁着呢。星飞回来，家里没个人可以陪他说话。这孩子吧，在县城里住惯了，咱家这些村里人都跟他说不到一块儿去。爱静啊，你是王城回来的，可一定要来。没问题。丫头啊，你要有事儿就先去忙吧。好。艾福家就他最闲，整天无所事事的，还能忙什么呀？天天就知道瞎跑。一日吃过早饭，罗兴磊打算去成衣作坊转转。齐如意的姨奶过来，现在在作坊教那些刺绣的女工，但罗兴磊只见过一次后就没有再去了。刚出门，连巷子口都没有出去，罗兴磊就看到一个男人倒在地上，脸色乌黑，眼睛里流落出来的是绿色，而嘴唇宛如喝了血。他突然间身子一颤，慌忙上前扯过男人的手把脉，发现男人的身体情况之后，他沉默极了，一种熟悉感油然而生，心都不受控制地狂跳起来。小神医这是怎么了？
我们一起将他带回去吧。一起回到院子，男人没有被放进屋子，而是被放在院子里。房间里，方阳安安静静地站在窗户前，透过薄薄的窗旧纸看向外面，眼中无波无澜。罗兴磊下针动作快，这是医药早就领教过的。下完针后，罗兴磊从身上小包里拿出小瓷瓶和刀，对着男人的手指放了满满一小瓷瓶血，这才给对方止住了血，将小瓷瓶收起来。这是干什么？他看样子不像是中毒，他到底怎么了？麻烦您去抓副药来。好。罗兴磊出来后，站在院子里，对着躺在地上的人开始发呆，许久都没有动。直到医药回来，他才恍惚想起针拔迟了，这是他有史以来第一次这般失态。要怎么签？我来吧。不用了，我来就行。这人还有救吗？他中毒了，喝了这个药就可以。喂完药后，罗兴磊就安安静静等着，药效一点点起作用，病人身上之前那些奇怪的表象没有了，恢复了正常颜色。医药全身都在颤，不知道是因为太过于激动，还是因为别的。又过了一会儿，地上的男人悠悠转醒，罗兴磊并没有救醒男人的激动，只是安安静静地看着他，仿佛透过他在看一些别的。你醒来了，是我们小神医救了你呢。谢谢小神医救命之恩。起来吧，我有话想问你。您有话尽可问，我定如实相告。你的毒在哪里中的？确切点，何人给你下的毒？我也不知道何时就病了，只感觉身上很难受，然后就倒了下去了。后来什么都不知道了。你是在白宁县中毒的？这我也不太清楚。你是哪里人？东华朝人，来天宁朝探亲。可有吃过什么东西，或者接触过什么人，或者你有没有什么仇家？并没有，小人只不过是东华朝一富户的户院，并没有什么仇家，吃东西都是在路过买一些干粮吃。没事了，现在你身子已经无碍，可以离开了。多谢恩人，小的身上有些银两，就当小的一番心意。不必了，你若真想感激我，今日我救你之时，出去之后不对他人道起，这便是对我最大的感激。是，今日之后，我定当不会对其他人提起，若有他人知道，定遭天谴。你走吧。罗兴磊情绪不太好，什么话都没有说，直接转身进屋去了。他需要时间来消化一下。医药则神情变了又变，最后转身进了方阳所在的房间。公子，接下来我们怎么办？先看看。我真希望他不认识这毒。这里距离京城有些距离，小磊又没有离开过，想必这件事情与他的关系不大，或者别人听到他的名声，在他这里买的毒也未可知。毒药是可以随便买的。出去吧，在没有查清楚真相前，全都不好说。是。罗家庙，你也传到这个世界了吗？如果你没有来，又怎么会有这种毒？想到自己穿成了一个8岁的孩子，现在才13岁，不知道罗家庙是不是与自己一样穿成了8岁孩子。各种不确定的可能性让罗兴磊一个头两个大，但钱是死在这个女人手里，他便一直要找到她。好在现在敌人已经出现了，他只要先伪装好自己，就一定能找出来罗家庙。若是被罗家庙知道自己现在有家人，他相信对方肯定会对罗家人下手。还好那些花想容铺子里的东西表面都与他们罗家无关，罗家的人只是在里面干活，并不是东家。铺子里的卫生巾，罗家庙看到定然也能猜到自己同样是穿越的。看来自己还是不够强大，人手还是需要再扩充，为以后做准备，准是没错的。现在无名与无尘都被他派出去了，
只有无忧在他身边，时不时的他会派无忧办一些事情。林峰的腿在2年前彻底好了以后，林峰便说有事情离开了。这2年时常也有联系，但他并没有再回来。罗兴磊知道林峰想必去找以前的仇家了。小姐，您怎么来了？有件事情需要你去查一下，我需要知道毒是谁下的。是。还有，让无名与无尘多备些人手，好好训练，银钱不够便从账上支。是。小姐，是发生什么事了吗？暂时没有，但有备无患，你去办吧，小心行事，不要被发现。是。罗家庙虽然在医术上资质没有自己好，可是当年放在医学界也是一个天才一般的存在，只不过自己的光环太强，处处压了罗家庙一头，这才有了罗家庙对自己动了杀心的事儿。小神医安排人去查是谁下的毒。那是他的人。刚才我已经让人去查了，是小神医认了一位干爹，这人是小神医的干爹给留下来的，有些身手。先密切注意那边的行动。是。小神医，今天想吃些什么，我来做。吃人家的，住人家的，还要查人家，怎么想怎么不地道。公子以前不是这样的人，可是这次似乎有些不一样。您做什么便吃什么吧。不开心？没有不开心。哦，下2盘。好呀。2人都沉浸在棋盘中，无比认真。这一刻，天地万物皆失色，唯有2人博弈，唯美的画面。毒的出现让他有了危机感，总感觉以后的路不好走。在他这样精神高度紧张的戒备中，好几天过去，他一直在县里。无忧那边一点消息都没有查出来，仿佛那个中毒的人就像是凭空出来的。罗爱春一家来了，就连刘老夫人也一起来了，可是高兴了罗兴磊一大家子。下午，关小妮、罗爱福带着罗爱春一家去了罗武家，受到了罗武一大家子的欢迎。罗老太太与罗老爷子也是非常开心。新强哥、兴平哥、兴梅、小磊，17岁的大姑娘，按说这年纪早就可以成为孩子娘，可是冯丽芳硬生生的将自己拖成了老姑娘。原因无他，还在等着罗兴强。来就来吧，怎么还带着东西过来了？应该的。是今天刚到吗？小磊，大哥、二哥，不是说要去五爷爷家吗？我们现在就过去吧，看看中午吃什么好吃的。几人还没有出门，就听到骂骂咧咧的声音，还有孩子的哭声，由远及近。果然看到赵氏手上抓着刘思思的后衣领子。刘思思从小被惯着长大的，哪里见过这样的场面？4岁孩子早就吓哭了，小脸煞白煞白。旁边贵妇人打扮，穿金戴银的罗兴飞，手上托着罗糖果。罗糖果脸颊红肿，明显是被大人给打的。身后还跟着2个丫鬟、2个婆子、2个小厮，还有罗爱静。罗兴磊看到这一幕，气血瞬间上涌，还不等他有动作，罗兴强与罗兴平2兄弟立刻上前。罗兴强冲过去，直接将罗糖果抱在怀里，气得脸都黑了。哎呦，要打亲奶奶啦！陆兴强，你女儿打伤了我的儿子，现在我要你赔命！罗武家人多，外面这么一闹，里面立刻就听到了动静。大家赶出来时，就看到罗兴平与罗兴强2人抱着哭闹的孩子，与赵氏和罗兴飞2人对立。刘大志已经不知道从哪里走出来，一身杀气的从罗兴平怀里抱过自己的女儿，轻声哄着：糖果，告诉爹爹怎么回事啊？哎呀，没事的，奶奶在啊，不会让糖果受委屈的。有话就说话，一个大人对一个小孩子这样动手，恐怕不好吧？不好，我没打死他就算不错了。
竟然敢伤我儿子，他那贱命有10条都赔不起。罗兴飞骂得起劲儿，而罗兴雷已经上前，听到这话，抬手就给了罗兴飞一巴掌。你个贱人，你敢打我！罗兴磊对着罗兴飞的脸，正手反手左右两边脸非常对称的给打了好几下。就这，罗兴磊还是有些不解气。好你个贱蹄子，你竟然敢打兴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有事说事儿。行了，有什么话进院子说。太奶奶，你就这么偏向罗兴磊啊？我们可都是您的重孙女儿。行，那你先来说说，怎么回事啊？这个小贱人竟然敢打我儿子，今天罗兴强必须给我一个交代。还有你罗兴磊，你竟然敢打我，你算个什么东西啊？哦，原来你是东西啊！你才不是东西呢！给我打，打死算我的。你的意思是唐国打了你的儿子？确定是你儿子？当年的事情他自信没几个人知道，所以完全没有听出来罗兴磊的话中还有别的意思。就是这个贱人打了我儿子。你那个胖得跟猪一样的儿子就这么挨打了，不应该自我检讨一下，是自己太蠢了吧才会被唐国打。一个男孩子打不过女孩子，竟然还会回去告状，真是可笑了。我儿子是金贵的公子哥儿，他算个什么东西啊？一个私生女，还是见不得光的。谁知道是罗兴强和哪个女人？罗兴磊，刚才唐国脸上的伤是你打的？是我打的又怎么样？你们是死人吗？还不将这个疯子拉开！罗兴飞的那些个下人哪里能过来呀？全都被罗家兄弟给拦住了。宝贝呀，你不是很厉害吗？你为什么不保我娘？我娘都快要被他们打死了。赵氏被一个孩子打，完全没有放在心上，可是这一幕看在其他人眼中就不是这样了。罗兴磊，你有本事你就打死我呀！我们家老爷不会放过你的，不会放过你们这些人的。打死你算什么？人死很容易，可是活着才是难。哥哥们，让开吧，我们来解决事情。唐国，你告诉小姑，你为什么打人？我昨天带着思思在村里玩，她上来就骂我，说我是没有人要的野孩子。我说自己有爹爹，可是她骂我有爹爹也是野种。昨天我就警告她了，若再胡说八道我就揍她。她说她要叫人打我，还推了我和思思，说如果我敢打她，她就让人弄死我。后来她跑了，今天上午我和思思跟村子里其他孩子玩，她就跑过来，上前就骂我是野种，还说我没有人要，是个可怜虫。牛牛就说我不是可怜虫，我有爹爹，有爷爷奶奶，有小姑疼。太生气了，出手就打牛牛，牛牛额头磕在石头上出血了。他还骂牛牛脏，说牛牛家是穷鬼，不配跟他玩。我就生气了，我上去就打了他，但是我没有让他流血，可是他让牛牛流血了。我打了他几下，他就哭，跟着他的人上前抱着他离开的时候，就将我和思思带走了。我们思思被拧了，疼哭了。罗唐果说到这里，伸手指着罗兴飞，他让人按住我，然后打我巴掌，说我是野孩子，小时候长这么好看，长大以后肯定是骚狐狸。新阳哥，你去看看牛牛。好。
糖果是我们家的宝贝，没有人不疼糖果。那些骂人的脏话我们不听，小姑可以帮糖果报仇呢，所以咱不哭了，好不好？可是他骂我是没娘的野孩子，还说我是被人丢掉的。不是的，你是爹爹的孩子，爹爹给你找一个娘亲好不好？所以你们想怎么样？你们打了人，我也打了罗星飞，你们现在想要怎么样的处理？赵氏这几年有所收敛，全都是因为罗星飞对家里的帮忙。现在罗星飞都被欺负了，这要是回宁家后不给他家钱，这一大家子可怎么生活呀？罗星磊呀，星飞是你姐姐，你竟然敢打她，你可知道她的身份呐？有什么不知道的？县城宁老爷的小妾，为宁老爷生了一个儿子就开始猖狂了。罗星飞，自己做过的事情自己心中有数，若是哪天被宁老爷知道，不知道你还能不能在宁家好好生活下去。罗星飞心一提，难道他与其他男人偷情的事情被发现了？不可能，他做得很隐蔽。再说宁家宅子里的事情，罗星磊一个村里的小村妞怎么可能知道？肯定是诈唬自己的。赵氏与罗六心下一紧，但同时想到几年前的事情一直没有被发现，现在更不可能被发现。罗星磊又是个孩子，能知道什么？还不是吓唬人。赵氏看向罗星飞，就发现罗星飞的眼神有些闪躲，不由皱眉。看来这丫头在宁家有些不安分呐，一会儿还得好好敲打敲打，可不能让他家这好日子没了。你少血口喷人，我行得正坐得直。哼，不是谁声音大谁就有理，今天这事儿是你没有管好，胖得跟猪一样的儿子。记住，这里是凹山村，不是县城，也不是你们宁家，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我也是罗家人，罗星磊，你随便抱回来一个孩子就养着了？哼，你问问这个村里有人愿意吗？有什么不愿意？我们养糖果，又没有让糖果去吃别人家的饭，我们自己关起门来养，爱养谁就养谁。罗星飞，你以为这里是宁家？就算是宁家，也没有你一个妾室说话的份吧？罗星磊，你个贱人，竟然敢这样对自己的姐姐！你是我姐姐吗？以前我尊你是姐姐，可是现在一个张口闭口就骂我是贱人的女人，岂能是我姐姐？今天是我打的你，有什么事情冲我来。你是不是嫌弃我跟你爹活得太久了啊？气不死我们，心里不舒坦是不是啊？姨娘，我们没有。那还不赶紧的将他们带回去，在这里丢人现眼像什么呀？小孩子之间打架，那是因为大人总教孩子一些不好的，身为一个大人竟然还动手打孩子，真是越活越回去了。星飞啊，我们回去吧。爷，有话回去再说。太奶奶，您别生气，都是孩子之间的一些小摩擦，没事的。我只是心疼着孩子，先带孩子们进院子吧，你快给上点药。没事儿，我直接带他们回家，这边人多，他们在这里哭也闹心。太奶奶，您进去吧，我明天再过来陪您。你打算怎么做？马上就是太爷爷寿辰，我打算先缓一下。罗奶奶，您别生气，恶人自有恶人磨，待我太爷爷寿宴后，恶人自有天收，咱就忍2天。刘老夫人现在就想去揍赵氏，可是听到罗星磊的话，她迟疑了一会儿，轻轻点头。那我便等着他们被天收。刘老夫人能想象，但没想到赵氏这么狠，对一个孩子都能下得去手。
何况当初的罗爱春肯定是没少受罪。但这样一想，刘老夫人看着罗爱春的眼神又多了几分疼爱。奶奶，我不疼了，您别生气。哎，不生气了，奶不生气了。在这里的时候，你们要出去玩，奶跟着啊。刘奶奶，您放心吧，这2天星孝在，我让他带着思思跟糖果去玩，有星孝在，没人敢欺负他们。众人一起去了罗武家，罗兴磊这样小一辈的孩子也都各自准备了礼物。去送礼物的时候，五花八门，什么都有。罗兴磊将盒子递上去，罗老爷子乐颠颠地当众打开，看到里面一个人参，满眼都是惊讶。无意间得到的，这参的形状是个寿字，寓意很好，便借花献佛了。好，这可是好东西呢。罗兴飞怎么还没来呢？不是说前几天就到了吗？我想看看这进了县城，做了人家小妾之后变成什么样了。来了，前2天就来了，在村里可嘚瑟了，出尽了风头。只不过呀，被人打回去了。哎，怎么回事啊？罗爱福家收养的那个小孙女儿跟罗兴飞家的宝贝蛋打起来了，罗兴飞打了罗爱福家收养的那个，罗爱福家不成器的2女儿当众动手打了罗兴飞，当时打得可狠了，你是没见到。哼，不成器的丫头胆子这么大，竟然敢打罗兴飞，不怕宁家人找麻烦？这谁知道呢？都这会儿了，我看人是不会来了。罗兴飞能回去，自然是他派人给弄回去的，理由很简单，给宁家送了个消息，宁家的宝贝蛋蛋在凹山村被人打了，就这么简单。宁家老夫人就派人给接回去了。要去搞事情，怎么不带二哥？什么事情都瞒不过二哥。走吧，我已经给家里留消息了，说晚上我们不回家，去看看吧。